全球极热末日，地球温度暴涨，大量湖泊被蒸发，动植物大量灭绝。我被伏地魔女友一家残忍杀害，就因为我有囤积纯净水的习惯，他们嫌我活着会多浪费一份水，于是将我残忍杀死。但我却意外重生到末日前6个月，而且还拥有了操控异空间的特殊技能。王不凡回过神后，拿起桌子上的手机，上面显示11月3号上午10点43分，距离极热末日来临还有整整半年。这时他心念一动，发现自己的意识正连接着一个巨大的空间。王不凡收了一杯热水进去，又从冰箱里拿出一块夏天没吃掉的冰糕丢进去。结果好几个小时过去，再把这2样东西拿出来后，他发现热水还是滚烫的，而雪糕依然冻得结结实实。这证明了异空间中没有时间存在，物体放进去是什么样子，出来还是原来的样子。有了异空间，我岂不是可以囤积无数物资了？况且我还可以利用先知在世界杯期间赌球赢下大量资金，顺便全球零元购建安全屋。当别人还在炽热下煎熬时，我却坐在安全屋中，烦恼着今天应该吃牛排、奥龙还是烤鸭。哦，还有我的伏地魔女友，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王不凡的眼睛猛地一亮，干票大的，把2级的冰山收了。到时候极热末日，我也可以在安全屋享受着寒冰融化带来的清爽。2级的积雪，冰山是一个整体，意味着我只要来到一个角，接触到任何一处冰层，就可以将整个冰山收取。有了建造安全屋和收冰山的计划后，王不凡用前世的记忆买了足彩。因为世界杯的关系，购买彩票的人暴涨一大截。王不凡独揽99注，最后拿到2.5344亿。他索性把零头全部捐了，一共拿走2个亿，这些足以让他买下自家小区里的一套别墅。有了这笔钱，在偏僻的地方建一套别墅会更安全。但我必须要看着左青青这家人在末日跪着求我的样子，钱是被他们一家杀死，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偿。王不凡火速拿下了启东城小区的一套别墅，几天后联系到了改建商，一位叫夏冰的改建商听到王不凡的想法后大吃一惊。第一，改建的房子尽可能的坚固，炸都炸不开的那种。第二，隔热效果要像以前放自行车上卖冰棍的那种，大热天箱子里的冰棍也不会融化。满足这2点的基础上，尽可能的使用最好的材料。你这也太夸张了吧？难道会爆发战争？可真要爆发战争，你这样的改造有什么意义？挡得住炸药的冲击，挡得了导弹，挡得了核弹。虽然夏冰非常不理解，但他明白顾客就是上帝，只要钱到位，改成坟头造型都没问题。接下来就是工期了。按照你说的，改建完成的8个月左右。太长了，5个月，但是你要花更多的钱。王不凡算了算，5个月别墅改造好了之后，还有25天末世才会降临，完全来得及，便答应夏冰。费用嘛，3000万，这真是良心价。主要你赶工期，不然我至少可以给你省500万。3000万的话，能用上最好的材料吗？夏冰有些懵，王不凡有疑虑的地方居然不是价格的高，而是担心材料不够好。哥，你放心，3000万真的够了，足够用上最好的材料。导弹我不能保证，但 C4 绝对不可能炸得开一道墙。话我放在这，要是不能兑现，你可以在海斗到处宣扬，我从此退出这一行。那就好。2人签好合同，王不凡先支付了1000万，由夏冰去购买材料，带把墙体、通风、隔热做好了，再和王不凡商量更细节问题怎么弄。1个月后，他孤身一人坐飞机前往南极。到了南极大陆后，王不凡坐在游艇上，故意最后一个下去，手则是悄然按在寒冰上。此时异空间张开，沿着冰山的边缘包裹过去。这速度也太快了，居然不超过2秒钟，整个过程就完成了。顿时，南极大陆一下子变得光秃秃，刚刚登岸的游客们一个个默不能。卧槽，那么一片白茫茫的冰散雪原呢，怎么没了？我特么是眼睛出了问题，还是疯掉了？冰山呢？冰山呢？冰山呢？这样的变化自然成了全球性的大新闻，各大国莫不紧急派出科考队，要调查南极冰山消失的秘密。反正南极的冰山才是大头，北极嘛，能收多少算多少，没多高的要求。几天后，王不凡又去了漂亮国，收了大量的热武器。从漂亮国离开，王不凡又去了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用空间异能零元购入各种物资，将一个个大型卖场搬空，物资价值100亿计，前后花了近5个月的时间，王不凡终于回到国内，距离末日还有7天。这时夏冰告诉他安全屋已经建好，王不凡正式搬家，住进了别墅之中。趁着还有时间，王不凡开始一家家酒店轮着订酒席，动不动就是几百桌甚至上千桌，他得在末世降临之前把手里的钱全部花，不然就只是一堆无用的数字。距离末日还有5天，王不凡坐的一辆加长型的轿车将他送到了启东城。这么一辆豪车开过来，自然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纷纷驻足观看，想要知道是哪个大款。结果看到下车的居然是王不凡时，莫不大跌眼镜。怎么会是他呢？难道传言是真的？那套别墅真是王不凡买下的？他哪来这么多的钱？肯定不干净，建议举报，好好查一下。据说王不凡还是全款买下来，3000万。
可王不凡的父母早就过世了，他本身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这帮邻居当然是不相信，但现在看到王不凡从加长轿车上下来，他们就不由得相信了。哪怕他们不认识车标，可加长轿车在大部分人的认知中就是高端的代名词。一些大爷大妈不由得怦然心动。王不凡走过人群，这时电话响了。喂，28号的那栋别墅是不是你买的？是。你怎么会有钱买别墅的？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是你女朋友。那我告诉你，现在不是了。王不凡冷冷说道，直接就摁掉了电话。对面左青青不敢相信地看着手机，甚至有一种难言的怒。谈恋爱半年多，他居然不告诉我这么有钱，渣男！青青啊，那小子是不是真有钱？青青的爸爸左富贵脸上掩不住的贪婪之色，边上左母骆桂芬，弟弟左阳也盯着他，充满了期待。那套别墅确实是他买的。这下好了，让王不凡把别墅让出来，给洋洋当婚房，你和他在原来的屋子里结婚。妈，左青青皱了皱眉，显得有些不满。她虽然是伏地魔，但也希望自己能够住上大别墅啊，这样多风光啊！怎么把别墅让给你弟弟，你还不乐意了？别忘了是谁把你养大的，现在只是让你腾一套房出来，又不会让你无家可归，你就不乐意了？再说了，那小子既然可以买一套别墅，以后就不能再买第二套、第三套吗？你先让你弟弟有房子结婚，这还在推三阻四的。不会的，姐姐最疼我了。行，别墅就让洋洋住。左父左母和左阳再次欢呼，好像他们已经告别了租房生活，住进了大别墅里，出入小区都可以大摇大摆的，以后见了谁都可以把鼻孔安在脑门上。可是王不凡刚刚跟我分手了。什么？你是不是蠢？信不信我打死你？没事没事，分手了还可以复合。我们女儿长那么漂亮，哪个男人能够拒绝得了？青青，你现在就去找王不凡，一定要劝得他回心转意。哦。别看他在王不凡面前一副颐指气使的模样，但在家里可是地位低下，凡事要是敢顶嘴，那不是打就是骂。早已经习惯了顺从。把女儿赶出去之后，左富贵就兴奋说道：走，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大别墅。全球极热末日，我被伏地魔女友一家残忍杀害。重生归来的我，凭借操控异空间的能力和赌球积累的巨额资金，早已囤购物资，建好安全屋，静待末世降临。距离末世还有5天，气温逐渐升高。王不凡回到小区，小区居民在热议这一异常现象，却未意识到灾难临近。他回到自己家，这时左青青一家上门找他，他表示两人已无关系，也不会开门让他们进来。王不凡清楚左青青这次来就是想知道他是如何发财。王不凡，快开门，我爸妈和弟弟要去参观一下别墅。他们有什么资格进我的别墅？我没报警说有强盗小偷进我家就已经很客气了。你不就想知道我的别墅是怎么来的？告诉你好了，我在世界杯的时候买了足彩，赢了2个多亿。这4个月我又拿着钱去港岛买了黄金期货，现在有20多亿。王不凡就是想故意骗他，让左青青急得抓耳挠心。原本两人只要不分手，这些钱就都是他的了。但现在听到20多亿，顿时他的声音都变得温柔起来。王不凡，我知道你是生我的气，才故意这么说的。其实你离开的这些日子，我每天都在想你，真的。然而王不凡只觉得恶心，心想上一世的自己或许会被迷惑，但现在黑化复仇的他根本不为所动，直接嗤笑一声，毫不留情地将他们赶走，并在心中暗自想着，等末世降临，就要让你们一家血债血偿。过了一会，王不凡接到公司的电话，这些日子他因忙于安全屋之事，工作懈怠，公司来电要面谈。进入公司，他迎面撞上顶头上司柳晴，公司的财务主管，也是众人心中的女神。在职期间，柳晴总为难他，后来才知是因自己与她的渣男前男友长相相似，他便迁怒于他。上一世面对这么一个极品美女，他居然从来都没有多看一眼。如今他内心感叹自己的无辜，而末世将至，王不凡心态大变。这下我也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的玩弄，老子再也不要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人。王不凡，你死哪去了？这工作你是说不来就不来是吧？不想干直说。我可以写辞职信，现在就可以写。王不凡趴在桌上，当场就写起了辞职信，一边写他一边漫不经心说道：你和苏建结婚3年了吧？你们俩坑了公司3000万的事情，也不怕被我说出去是吧？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都准确的说出你们结婚3年，你还这么说就没意思了。你怎么知道的？王不凡当然不会说他是从未来回来。前世时，柳晴是公司财务主管，与主管采购的苏建隐婚，苏建虚报采购价，借老婆审批之便，3年坑了公司3000万。后来2人东窗事发，此事众人皆知。此时的王不凡故作神秘一下，柳晴便以为他掌握了切实证据，却不知他仅有资料，并不清楚操作细节。几分钟后，柳晴才回过神来。那你想要什么？你休想，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你这只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你是什么身份？敢对我有想法？我可以给你钱。我不要钱。不是他不喜欢钱，而是末世来临后，真正的财富根本就不是钱，而是食物和干净的水。况且他们这对夫妻的钱是好拿的吗？那可是赃款。如果他拿了钱，等到事情曝光，自然也要一起蹲局子。他岂不是只能在监狱中等死吗？这钱不能拿。你是在勒索我，这是犯法的。什么时候一夜情也成犯法了？柳晴很是无奈，她虽然不是传统的女人，但在和苏建结婚之前，也只有过2任男友，平时应酬也一直把自己保护得很好，从来不会让人占了便宜。而王不凡更是她讨厌、看不起的人。可现在呢，不答应王不凡的话，她跟老公侵吞公司财产的事就会被曝光。王不凡说罢，他打开秒表，给柳晴1分钟时间考虑。滴答滴答，时间来到50秒的时候，柳晴还是怕了，终于开口说道：“去酒店开房吧，你先过去，我总得找个借口才能离开公司。”许久之后，王不凡心情愉悦地离开酒店。从这天开始，柳晴便被他拿捏住了，只要王不凡约她，就必须得去。而柳晴对她老公苏建则是以闺蜜喝醉为借口。苏建早已经习以为常，丝毫没有起疑心。第3天，王不凡在酒店吃了自助餐便回了家。刚进小区，走出来一个少妇，颜值可丝毫不逊于柳晴，就是身材稍微有点逊色，只有 C， 裸高接近170，大长腿非常吸睛。这少妇叫米小璐，前世时与王不凡起过不少冲突。那时他因女友左青青花销大且虚荣，为了满足女友，他便下班后兼职送起了外卖。米小璐见后百般嘲讽，还要求他卖房搬走，称其低素质下等人，影响房价。这一世，王不凡虽然不是睚眦必报的小人，但也绝非唾面自干的良善之人。再次见到他，米小璐又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你怎么还没有搬走？这是我家，我为什么要搬走？你一个送外卖的臭瘪三，就应该住在贫民区去。住这里不是拉低我们业主的层次，影响房价吗？我就住在这，暂时没有搬家的打算。要搬的话，麻烦你们搬。王不凡，你一个臭瘪三，居然敢这么和我说话！行，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可以考虑卖房。说，你陪我睡一个晚上。米小璐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然后就跟发疯似的向着他扑了过去，做事要撕他的脸。王不凡只是一推，但这一推刚好按在他的胸上，甚至他还可以感觉到王不凡用力抓了一下。他居然被一个臭瘪三吃了豆腐。米小璐气得说不出话来，回到家就告诉了她老公郭海。米小璐只是说了王不凡的无赖，对于袭胸事件，她只说他意图非礼自己，却没有得逞。被王不凡这样的瘪三下等人袭胸，她实在是羞于让人知道，除非可以把她定罪，所以向她老公做了隐瞒。郭海听后勃然大怒，立刻就冲了出来，砰砰砰，重重的拍开了王不凡家的门。郭海见到王不凡伸手就去抓他的衣服，王不凡反手扣住郭海的衣服，一发力，郭海这个身高175的男人就被他一只手给拎了起来。快放开我老公，放开我老公！我自问从来没有得罪你们，可你老婆却几次3番羞辱我，今天我不过稍稍反抗一下，怎么就成10恶不赦之罪了？米小璐见状，过来就去掰他的手，想要把老公救下来。然而王不凡再一探手，将他也给拎了起来。自从有了控制异空间的能力，他的身体素质好像是之前的几倍，2只手各拎着一个人，都很轻松，感觉还能再加点重量。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否则我就不会再这么客气了。王不凡将2人从家里扔出去后，重重的甩上门。收拾完夫妻俩后，王不凡想着，如果能用空间异能对付他，那岂不是更容易？更何况到了末世，社会秩序崩塌，一瓶纯净水，一块面包就可以让人生死相搏。到时候要真危及到性命，是不是还可以通过异空间治疗自己？想到这，他开始练习空间之门，把石头、砖块丢进去，利用物体在异空间保留状态与动能的特性，又加以改进，再次放出的物体产生强大杀伤力。他还用缺腿龙虾实验，发现能瞬间治好伤口，确认可借异空间自我疗伤。安全顾虑解决后，王不凡便又给柳晴发消息，还是老地方见。在等待柳晴的过程中，他摸出了一个气球，这另有用处。全球极热末日，我被伏地魔女友一家残忍杀害。重生归来的我凭着操控异空间能力当空人，为即将到来的灾难储备下。同时异空间里也囤积着100亿计的物资和武器为我所用。距离末世只剩4天，王不凡掌握了空间之门的妙用，既能凭此御敌，又能借异空间治愈伤势，自觉已做好万全准备，便打算在末世降临前放松一下。他给柳晴发消息约在老地方见面，此前柳晴为封口已答应他的要求，自那之后便被其拿捏。出门后，王不凡顺路来到米小璐家楼下，见郭海拿着擦伤药回家，便跟了上去。等郭海进家关上门，王不凡在门口隔着墙打开空间之门，放出上次用过的气球，啪的一声，气球落在米小璐家卧室地上。很快，郭海与米小璐说了会话后走进卧室，一眼便看到地上那只用过的气球。他和米小璐新婚未满1年，正在为播种下一代而努力，根本用不上这东西。郭海瞬间怒火中烧，只觉头顶一片绿，忍不住爆吼起来。
贱人，让你在家当家庭主妇，你居然敢给我偷人！米小璐，你特么给我解释解释！你疯了，对我这么好？我问你，这是什么？米小璐一看，顿时就目瞪口呆，地上怎么会有一只气球？然后她才恍悟过来丈夫为什么要抽自己，连忙解释道：“这不是我用的，不，这不是我和别人用过的。老公，我绝没有出轨，你相信我。”那为什么会有这东西？他是长了脚自己跑过来的吗？米小璐哪怕他长了800张嘴也解释不清。郭海见老婆不说话，还以为他是心虚，自然更加生怒，忍不住又是一记耳光抽了过去。贱人，我在外面辛苦工作，你特么居然给我戴绿帽子！郭海，你给我嘴里放干净点！我出身书香门第，结婚的时候才把自己给你，我干不干净你不知道吗？郭海只相信自己看到，哪里肯听米小璐这种无力的解释？没和奸夫用过，又怎么会出现在此？居然把用过的气球随便扔在地上，这是怕他不知道。你个贱人，今天我非打死你！王不凡在门外听着米小璐家中争吵不断，心中暗存，就让他们慢慢折腾。夫妻间一旦出现出轨嫌疑，裂痕便难以修复。他心满意足，朝酒店走去。柳晴收到消息后，满心愤怒，却又无可奈何。本是苏建贪钱出的主意，让他被迫帮忙，如今却要独自面对王不凡。一旦说破，婚姻必然破裂。他无奈叹气，出门前又以闺蜜欢欢为借口，告知苏建晚上不回家。到酒店与王不凡一番云雨过后，柳晴冷冷开口：“我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主意，你一次次让我在外面过夜，是想让我老公升起怀疑，然后跟我离婚，然后你再利用我的把柄，逼我嫁给你，是不是？”你信不信？再过一段时间，就算我赶着你滚蛋，你也只会跪下来，抱着我的腿，求我收留你。求你，王不凡，你知道自己是谁吗？要不是你抓住了我的把柄，你这种人连跪下来舔我的鞋子，我也会嫌弃的把你一脚踢开。王不凡对柳晴的话充耳不闻，他想着现在自己有的是时间回敬，等末世来临，柳晴求他收留的时候，就没这嚣张劲儿了。一夜过去，苏建准备上班，这时接到老婆闺蜜欢欢的电话，他愣住了。柳晴不是在欢欢那儿吗？带着疑惑，他接起了电话。苏哥，晴晴呢？她的电话打不通。苏建一愣，柳晴不应该在你那吗？他心中猛地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然后双手颤抖，但他还有一丝希望，故作淡定地道：“可能他手机没电了。对了，上次柳晴说还想约你去新西兰玩，怎么你们一直没去？”“去不了，我这段时间被公司派去出差了。”苏建大脑嗡的一声，瞬间空白。老婆柳晴近日彻夜不归，让他怀疑自己被绿。挂掉电话，恨意升腾，他想救出奸夫，却又冷静下来。一旦逼急柳晴，两人联手盗取公司3000万的事曝光，自己也得坐牢。苏建计上心头，他本就打算用那3000万移民，但还没来及告诉柳晴，这下就干脆决定借此机会将财产乔转至自己名下。出国后举报柳晴，让他独自担。如果他那方面还行，当然不舍得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火辣迷人的老婆。可医生说他需要静心休养5-6年，有3000万在手，他笃定5-6年后能找个更年轻漂亮的新老婆，便不再留恋眼前这如花似玉的妻子。贱人，这是你自找的。第二天，王不凡出了酒店后，并没有直接回小区，而是买了条狗。他想着末日之后肯定无聊，养条狗可以解闷。另外，狗的听觉灵敏，可以起到一定的警示效果，所以他物色了一条中华田园犬，取名小飞。领进小区就遇上了要去倒垃圾的米小璐，他立刻露出嫌恶之色，忍不住道：“你居然养这么土的宠物！”华胥田园犬是我们国家土生土长的，跟土不土有什么关系？被洗脑洗傻了吧？养条狗都养出优越感来了。米小璐有心发飙，但想到王不凡那恐怖的武力值，让他不敢造次，也有被吃了豆腐。等到晚上郭海回来，他还是忍不住把白天遇到王不凡的事情说了出来，对小黑更是鄙夷无比。郭海却丝毫没有附和他的意思，而是皱着眉，显得心事重重。老公，你怎么了？我们家马上就要欠一大笔钱了。怎么会？你之前做投资不是都很成功吗？之前投资顺风顺水，我一时贪心，不光投光家里积蓄，还四处借钱加仓做空黄金。谁能料到2级冰山离奇消失，全球投资者疯狂避险，金价一路暴涨。现在我岌岌可危，金价再不跌，明天就要爆仓，血本无归。要是明天金价还涨，我只能被迫平仓，投进去的钱就全打水漂了。那我们怎么办？王不凡是不是发了大财？听邻居说，他甚至全款买下了我们小区的别墅。应该是吧，我也听说了。不过他发不发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去求他，让他借我们点钱。我相信，只要挺过这段时间，国际金价一定会跌。到时候我们不但可以还清债务，甚至可以赚上一大笔，下半辈子都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了。人家凭什么借我们钱？
我们之前闹得那么不愉快，还有为什么要我去借钱？哼！我老婆长那么漂亮，哪个男人能够拒绝得了你的魅力？你去借，那家伙一定会答应的。如果他提出要我跟他上床呢？你又不是没和别人上过床。郭海，我说过无数次了，我从来没有出过轨。你以为我愿意戴绿帽子吗？但这套房子我已经抵押出去了，没有钱补仓的话，我们都要被扫地出门。你想要露宿街头吗？米小璐不由浑身颤抖，她是一个精致的女人，一直过着小资的生活，也把自己定位成高于普通人的精英阶层。可要是露宿街头的话，那些曾经羡慕她的同学们会如何嘲讽她？以后见到熟人，她还抬得起头吗？想要不破产，那只有一个办法，求王不凡借钱。全球极热末日，我被伏地魔女友一家残忍杀害。重生归来的我凭着操控异空间能力当空两地，为即将到来的灾难储备下无尽的水，同时异空间里也囤积着100亿剂的物资和武器为我所用。距离全球极热末日还有3天，米小璐找上门来，王不凡心中充满疑惑，还没到末世呢，他也没有拿净水，食物勾引，怎地这女人就送上门来了？对米小璐他可没有什么好脾气。米小璐进了屋，只好把自己家遇到的问题说了出来，最后开口想向王不凡借500万，称半个月后会还他600万。这时王不凡才知道，米小璐家投资失败，面临破产的风险，源头居然是他搬空了2级的冰山，引发了全球的避险情绪，导致黄金价格大涨，让原本没出问题的米小璐家也遇到了严重的财务问题。但搬空2级冰山的影响可不是一时半会能够消除，所以金价只会继续涨而不会跌。那么隔壁家只能不断的继续补仓，基本就是个无底洞。借不了。为什么？你是嫌利息少吗？那加上我呢？只要你肯借钱，你就可以得到我。你知道你们家这窟窿要花多少钱去填吗？只要金价一直上升，那500万投进去也只是一个小小的水花，2000万甚至5000万都得砸进去。金价一定会跌的，不可能一直涨。借钱就算了，不过哪天活不下去了，我不介意收留你。诺，和我家小黑一样，多养一条完全没问题。你居然把我比喻成狗！有求于人，必然落在下风。米小璐忍下这口气说道：王不凡，算我求你，你不借钱的话，我们家就要完了。你陪我睡一次，我给你1万块，这个价够高了吧？睡1000次就1000万呢。做梦，休想！米小璐愤然离去，回到家后告知郭海，王不凡不肯借钱。郭海因之前的气球事件，认定老婆已出轨，此时却不愿为家牺牲，顿时怒火中烧，与米小璐大吵起来。1天后，王不凡带着小黑在小区溜达，瞧见一帮人气势汹汹走进米小璐所在单元楼，听他们话语，像是来讨债的。他猜是郭海投资的黄金期货爆仓了，正想跟上去看热闹，却被马月兰大妈带着儿子刘存东拦下。王不凡一看就认出他们。马月兰因遛狗不牵绳常被投诉，物业上门都被他骂。他的儿子刘存东则是小区恶霸，在小贷平台收债，满脸横肉，凶神恶煞。母子2人挡在王不凡面前，诬陷小黑咬伤了他家狗。王不凡知道这是要故意讹诈他。你家的狗把我家狗咬伤了，这条狗可是名贵犬，这3年光是狗粮就吃了大几万，我们家也一直将它当亲人呢。你看看现在咬成这样，我也不跟你多要。狗的治疗费和我妈的精神损失费一共赔20万，反正你有钱，不差这点是吧？是你遛狗没有牵绳，也没有管住你的狗。况且小黑断奶都没有多久，你家狗连这样的奶狗都不打过，还好意思说？你这是不认账，不想赔是吧？刘存东恶狠狠地盯着王不凡，将手指捏得啪啪作响，威胁之意明显。王不凡不想理会他们，起身就要离开。这时刘存东伸手就要去抓他的手，他果断反击，哐哐2拳，刘存东便一屁股瘫坐在地上。马月兰见王不凡出手打人，便抓住机会更想讹诈一把。打死人了，快来人啊！快赔钱，不赔钱就等着坐牢吧！王不凡面对恶霸刘存东和奇葩马月兰，心念一动，通过空间之门在2人食道头下强力泄药。2人刚想说话，就立刻捂住肚子，匆忙溜回家中。马月兰到家后实在忍不住，刘存东又在厕所迟迟不出来，就直接在阳台洗衣池里解决。结果这画面被拍下传至业主群，过了一会他就成了小区笑柄。马月兰本想着污蔑王不凡都无人理，被气得够呛。王不凡看到后不由失笑，自己本来还有事要做，就不再跟这一家恶人计较，便来到米小璐家门口。果不其然，到了楼梯间就听到有人大骂道：快点还钱，你们躲得了初一也躲不过15。今天我们已经很客气了，明天后天嘿嘿，这就要泼油漆泼粪了，要不然你每天陪我们睡一觉，就当是还利息怎么样？哈哈哈！我们现在没钱，请你们宽限一些时间，我们一定会还钱的。王不凡看到米小璐这时脸已经吓白了，被这些人说着下流的话调戏，他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害怕。这时他目光一扫，
看到了正双手抱臂，在一边看热闹的王不凡，顿时好像抓到了救命稻草，连忙道：“王不凡，帮帮我，求求你，帮帮我！”你是哪来的？滚回去，这事跟你无关。帮你可以，但你想清楚，帮你的代价是你要当我的宠物。讨债的男人见驱赶没成功，反而让米小璐叫来了帮手，勃然大怒，出拳就要动手。王不凡见状，伸手轻轻一扣，便被他一把扣住了手腕，仿佛被铁钳夹住了一般。另外2个男人见状，也连忙向着他冲了过去。王不凡闪电般连出去，将那3个大男人生生踹了出去。这3个男人跪在地上，双手捂着小腹，额头上全是黄豆般大小的汗珠。你们跟他讨债我不管，但是在这小区闹事吵到我可不会客气的。说完，他就拉着米小璐走进他家，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那3人当然不甘心，可刚才见识过了王不凡的武力值，他们也不敢说什么，骂骂咧咧的走了。米小璐坐在沙发上，十分的紧张和拘谨。你老公呢？他跑了。昨天看到被平仓，他就离开了家，打电话不回，发消息也不理。呵呵，还真是没担当的男人。我倒是有个办法，让他主动找你。王不凡微微一笑，先拿起他的手机，一手搂着米小璐的腰，啪按下快门，打开跟郭海的对话框，然后发送图片，一气呵成，不出3秒，郭海的视频电话就打过来。米小璐，你特么怎那么贱呢？之前让你借钱的时候陪王不凡睡你不肯，现在老子期货爆仓了，你特么居然送上门去了，现在发给我是什么意思？逼我离婚吗？我告诉你，钱是我们结婚期间借的，哪怕离了婚，这也是共同债务，你休想跑得了。你欠了人家一大笔钱，让我一个人来面对讨债的流氓，居然还好意思说我，你最好赶紧把你欠的钱给填上，要不然的话，我就真要和王不凡上床了，而且还是在我们家、我们的卧室、我们的床上。你敢？你敢？你看我敢不敢？说完，米小璐果断挂了郭海电话。郭海气得大哭，冰2级冰山消失，他炒股赔光，面对老婆在家可能被人欺负，却没勇气回去。此时的米小璐面对帮自己赶走讨债流氓的王不凡，生出一丝崇拜。2人约定，王不凡帮他挡一次讨债，米小璐就得感谢他一次。而王不凡对米小璐感兴趣，完全是因他往日高高在上，他想将这份高傲踩在脚下。重生后的他要当女神收割机，米小璐只配当玩物。这时手机铃声突然响起，王不凡拿起来一看，居然是柳晴打过来。王不凡，救我！你一定要救我！别急，慢慢说。苏建这个王八蛋，他带着所有钱去了马来西亚，并说给我2个小时时间，他在下午4点半会发邮件给公司，把我和他窃取公司3000万的事件捅出去。王不凡诧异，前世苏建和柳晴一同被带走，这次情况却有变化，苏建竟跑去了马来西亚。他犹豫是否要帮柳晴，帮忙肯定有风险，事情曝光会被请进局子，若赶上末世节点就糟了。但他原本就想把柳晴藏到末世宫自己消遣，这下只不过是提前了几天，他便不再迟疑，让柳晴离开公司，在面包店门口等候。见面后，王不凡一路黑调摄像头，带柳晴进卫生间换装，随后打车回到启东城，从地下库进入28号别墅。王不凡让柳晴待在2楼，锁死门窗，可刚安顿好，3名治安员就来到别墅门口，叮咚叮咚按响门铃。全球极热末日临近，气温日渐升高。末世前遭伏地魔女友一家残害斗争，重生后凭借操控异空间的能力，搬空2级冰山，还掌握了空间之门的妙用，既能凭此御敌，又能借异空间治愈伤势，一切准备就绪。那些曾对我嗤之以鼻的人，命运也即将被改写。距离极热末日还有2天，王不凡刚安顿好柳晴，治安人员便找上门来。原来苏建表面给柳晴2小时时间，实则1小时前就用自己账号向公司发邮件，详细交代了和柳晴3年来窃取公司3000万的事。公司极为重视，涉案金额巨大，随即联系治安人员，他们前往2人家中一无所获。警方判定夫妻2人畏罪潜逃，并发布通缉令。苏建检举老婆后自己也逃了，通过出入境记录发现他已前往马来西亚，难以抓捕。警方借助天眼与 AI 面部识别追踪柳晴，监控却被人喷墨至画面变黑。警方通过电信公司查到柳晴的通话记录后，3名治安员因此出现在王不凡楼下。王不凡将大门打开，3名治安员进来，2男1女，其中1名女治安员可以说是极品了，颜值在90分以上，而身材更是火辣。王不凡盯着女治安员开口问道：“出什么事了？”“执行公务，向你了解一下情况。”“你下午是不是接到过柳晴的电话？”“是。”“他为什么打电话给你？”“一定要回答吗？”“还请王先生配合我们，这件案子的涉案金额巨大。”“我和柳晴是情人关系，他下午打电话给我说遇到了麻烦，让我帮他。不过他稍微说了几嘴，提到了窃取公司大量的财产后，我就劝他去自首了，他没有去吗？” 3名治安员都是用怀疑的目光看着王不凡，因为柳晴打了电话后就立刻去了附近商场，而偏偏就那么巧，商场里好多监控都被喷墨，导致监控失效。你下午都去了哪？哪也没有去，就在家呢。撒谎！快老实交代，除非有人可以为你作证。我就一个人，没人作证。警官，这还是我家呢。
你就这么凶？那我要是去了警局，你不是要剥了我的皮吗？我们需要搜查一下。你们没有搜查令，我可以拒绝的。不过谁让我是好市民，又问心无愧呢？请随便搜。半个小时之后，3名治安员搜查无。年长的治安员向王不凡道：“真是不好意思，浪费了你这么多的时间。没事，这是我应该做的。美女，你叫什么？留个联系方式呗。我叫宋青云，你要来自首的话，可以报我的名字。”治安员搜查无果离开，王不凡回到家打开暗门，柳晴满脸紧张，得知治安人员已走，他松了口气，对王不凡的别墅和暗室满心疑惑。不过当下只求暂时避风，便打算讨好他，想着过后再离开。一夜过去，距离末世只剩1天，柳晴昨晚费尽心思讨好，却不知王不凡因被他刁难3年，根本不会轻易放他走。王不凡起身后打开电视，新闻播报太阳异常活跃，将影响南西。专家猜测南北极冰山消失或许与之有关，却难料后果。到了晚上，他出门想感受末世前最后正常的一晚，刚走到门口，就瞧见左青青一家4口站在别墅前，贪婪地盯着3层高的别墅，那模样像极了起。他冷笑道：“此前他故意透露自己有20亿，就是为了引得这家人如恶狗般觊觎。”哎呦，王不凡啊，我们家青青好几天没有看到你，都茶饭不思了。姐夫，你就不要和我姐闹别扭了，赶紧领证吧。王不凡，之前是我不懂事，你就要原谅我一次，好不好吗？让开，否则我就叫保安了。女婿啊，你就不要再怄气了。左富贵将女儿向着王不凡推了过去，左阳则是拿着手机在一边抓拍。左青青向着王不凡撞过去的时候，他很绅士的一让，左青青就重重的摔在了地上。左富贵一见，大声叫道：“家暴了！王不凡家暴了！大家快来评评理啊！”左青青摔倒，疼得半天起不来，家人却不管他，反倒向旁人控诉王不凡发财后抛弃糟糠之妻，企图让邻居主持公道。王不凡不想被围观，此时叫的车来了。左富贵想跟上，被他一把推开。他关上车门离开，心知真正要让左家人以命偿命的时候，还得等到末世降临。王不凡到餐厅点了餐正吃着，店内吵闹，一个熊孩子拿勺子敲餐盘，服务员劝阻，反遭孩子父母辱骂。熊孩子愈发过分，朝邻桌菜里吐口水，其父母竟还一脸骄傲。熊孩子父亲卢大龙是小区租车行老板，经常使坏华商租出的车去讹修车费，还爱拿刀威胁人。接触过他的人都对他厌恶至极。此刻，熊孩子走到王不凡桌前，咳嗽一声，就要往他菜里吐口水。什么东西？王八蛋，敢踢我儿子，我他妈弄死你！卢父挥着椅子冲向王不凡，他轻松避开，顺势一脚踢得他踉跄后退。卢嫂见状，歇斯底里的冲来抓王不凡的脸，被一巴掌扇开。卢父爬起来跑向后厨，回来时手持菜刀。就在这时，治安员赶到，见卢大龙持刀，一名治安员拔枪喝令其放人。卢父不敢违抗，3名治安员要以打架斗殴为由将双方带回警局。王不凡清楚，一旦被带走，至少拘留3天。可这时已经是晚上11点，再过5、6个小时，太阳升起，末世就会死。这时王不凡心生一计，夺过治安员的手枪，众人惊愕。被夺枪的治安员想抢回，却被王不凡用枪指着不敢动。他要求治安员绑了所有人，答对讲机称只和宋青允谈谈，否则在场人都别想活。说完便又和对方警员有一搭没一搭的提起要求，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时间，等到太阳出来，到时候外面一片混乱，他就能借势逃走。双方僵持到凌晨5点，宋青允穿着防弹背心来到餐厅门口。喂，我是宋青允。宋锦花，好久不见，进来叙叙啊。好。不行，不能再给他更多的人质。这样吧，只要你进来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就释放一个人质。为了表达诚意，我可以先放一个人。王不凡说罢就将一位大妈送出去。这时宋青云想到里面还有很多无辜的人，便答应了王不凡，毫不犹豫走了进去，回头把门关上。而通过他身上的摄像头，外面的人也在观察着屋中的情况，发现王不凡正淡定无比地喝着水。看到宋青允就开口问道：“宋锦花，第一个问题，你的3维是多少？”王不凡，你不要得寸进尺，你现在投降还是可以获得宽大处理。我已经释放了一个人，但你要是不遵守我们的约定，我就立刻击杀一个人质。36亿22 33。王不凡不由吹了声口哨，身材比柳晴都要好，真是遇到宝。其实王不凡也不是真正的匪徒，被意外卷进这起事件后，他就想到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再把宋青云引到安全屋来，于是换了一个话题接着问：“你觉得会有世界末日吗？”就因为2级的冰山消失了，你觉得世界末日到了就可以目无法纪，为所欲为？不过就算真的有末日，我认为我们也可以坚持下去。哈哈哈，真是天真。那么我问你，这次的太阳活动异常猛烈，到时候在极端的高温下，大部分植物都会被晒死，食物、清水只会越来越少，钞票则会沦为一堆废纸。到了那个时候，说不定一块面包、一瓶纯净水就可以让你乖乖听话，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你所谓的坚持又有什么用？那个时候我宁可自杀。就在这时，宋青允听到耳机那头传来凄惨的叫声，而且不止一个人在叫，外面惨叫声接连响起，仿佛一下子跌落到了人间地狱中去。好，王不凡走之前把龙哥一家人解决，
这家人在末世绝对是恶中之恶。历史没有出现任何偏差，末世还是如约而至。好了，我也该回家了。宋美女，我们保持联系，别忘了给手机充电。宋青允一愣之后，连忙追了过去。然而，当他追进厨房后，却不见了王不凡的。人们向窗外看去，阳光里好像有一种刺眼的射线照在人身上，痛得无法形容。再看一下裸露出来的皮肤，居然都黑了，而且还皱了起来，好像已经坏死，像是被硫酸泼过一样。外面的人不得不躲了起来。末日终于到了，左青青，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痛不欲生。全球极热末日第一天，气温飙升，阳光中还有可怕的射线洒落在人的皮肤上，就像是被硫酸剥过一样，立马变黑变皱，整个国家进入一级戒备状态。而重生归来的我却坐在安全屋中，享受着寒冰融化带来的清爽。终于等到了复仇的时刻，末世前将我残忍杀害的伏地魔女友一家，我要让你们好好品尝绝望与恐惧的滋味。王不凡从餐厅后厨离开，宋青允追上去却没有看到他的影子，一个大活人好像凭空消失了。此时的王不凡已经来到了小区地下车库，他将空间之门贴着车库地面开启，缓缓走进异空间当中，将自己收进异空间，待到宋青允离开，再把自己从空间之门中放出。宋青允自然找不到他。回到别墅，王不凡取出手机发了条消息给宋青允。过了一会，宋青允发了一个视频通话过来，屏幕中王不凡居然在家里正吃着早饭，他简直不敢相信。你怎么可能在家？你是怎么离开的？你给我来一只脱衣舞，我就告诉你。混蛋！宋青允果断挂掉电话。王不凡倒是期待几天后再见到他，那时还是否能这般霸气。气温飞速攀升，上午10点，室外已达50度，室内温度也随之骤升。他的安全屋因其保温性极佳，空调吹出的风竟比室温还高。柳晴热得从2楼跑了下来。王不凡，怎么会那么热？你看新闻了吗？前些日子2级的冰山突然消失了，现在太阳光又好像有毒，被照一下，皮肤很快就会坏死，哪怕穿着衣服也没用。难道世界末日要来了？有可能，不过你可以想一下，你老公虽然把所有钱都卷走了，但现在嘛，呵呵，可能1毛钱都花不出去了。哼，他就是个人渣。马来西的太阳比我们出来的晚，你要是现在提醒他，说不定他还会去囤点货。走吧，带你去地下室转转。两人来到地下室，一股沁人的凉意顿时扑面而来。柳晴猛地打了个哆嗦的同时，不由瞪大了双眼。室外温度一直在不断上升，哪怕是地下车库，温度也要40多度，但这里甚至有些冷。他不可思议地看着王不凡，怎么会这么凉快？哦，给家里加了点冰，温度当然下降了。你哪来那么多的冰块？你只要知道，这里就足够凉快的就够了。不过现在外面已经一团乱，没有人会去追究你贪污公司财物的事情，你可以离开了。柳晴心想，在如此高温的炙烤之下，空调都无法发挥作用，每一间屋子都跟烤箱似的，不说会致死，但对于已经习惯空调的人来说，40度甚至50度的高温人也受不了。所以王不凡手里的冰块没有消耗完之前，他绝不可能离开。我想留下来。可这是我家，我凭什么收留你？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任何？柳晴决定留下后，想起绝情的老公苏建，便发去视频。苏建看到柳晴不仅没进局子，还和王不凡共处一室，瞬间怒火中烧。此前他听柳晴抱怨，部门里有个酷似前男友的人，常被他刁难。可如今柳晴竟和这人待在满是食物、凉爽惬意的房子里，这让他难以接受，顿时暴跳如雷。你居然没有进监狱，那个奸夫原来是他，柳晴，你个贱人！这就是你背叛我的下场。你卷走了所有钱又如何？现在马来西比这里更热吧？你能吃钱，还是可以让钱给你降温。背叛你？是你先背叛我的，你这个贱人！苏建，你特么简直是混账！柳晴愤怒无比，把被王不凡抓住把柄，无奈只好陪对方上床的事实说了出来。苏建听完呆若木鸡，意识到自己错怪妻子，亲手将她推向别人怀抱，且自己此时身处热带国家，无异于自捅火坑，不禁嚎啕大哭。柳晴只是想让苏建更后悔，见他悲痛，冷笑一声挂掉了电话。夜幕降临，温度降至45度左右。有人想趁阳光消失外出补充物资，可阳光一没，细雨落下。新闻紧急播报，这是酸雨，具有腐蚀性，外出务必做好防护。官方还呼吁囤水，因为酸雨落下，水源必将被污染，后续或无法用于洗漱，更别提饮用。此时王不凡手机消息不断，有人在业主群里高价购买食物和清水。原来是在别墅区的2位邻居，一个是富二代美女于出头，另一个是大老板张氏，正高价收购食物和清水。两人相互竞争，一瓶水很快被炒到1000元高价。这时站在阳台的于初桐看到王不凡，一会拿起一颗车厘子，一会又挖了勺西瓜，吃得不亦乐乎。几分钟后，他收到了一个好友申请，备注是18号楼于初桐。我想买你的水果。不卖。你尽管开价。那你陪我1个晚上？于初桐先是一愣，然后反应过来，顿时就疼得一下站了起来，隔着窗对着王不凡怒目而视。于初桐气得不想理他，直接回了屋里。此时的新闻里一遍遍地说着要大家珍惜水资源，另外要尽一切可能自救。王不凡前世根本没意识到这条新闻背后的意义，但他两世为人，
立刻就明白了问题的核心。这条让人想办法自救的新闻一出，许多人就会踏上抢夺杀人之路，而社会秩序的崩溃也始于此。定，王不凡又收到一条聊天消息，他拿起手机一看，居然是左青青发来的。哈哈哈，你这个混蛋，有了20亿又如何？你花得掉吗？王不凡不由失笑，他把桌子上剩下的食物拍了照，顺便给小黑倒了一碗牛奶，然后又走到了储物间，对着堆成小山般的食材拍照，还有冰箱里的冷冻食品、水果，最后则是室内的温度显示。几秒之后，左青青就发来了视频通话。你居然把牛奶喂狗！我的牛奶，我想给谁喝就给谁喝。不凡哥哥，人家刚才是和你开玩笑的。这2天我也好好反省了，其实我还是喜欢哥哥的，才会想要挽回哥哥。我可以去你那边吗？晚了，我已经有女人了。可这鬼天气来得那么突然，他肯定不在你身边吧？让我来陪你，好不好？他当然在我身边。说罢，他调到了后置摄像头上，对准了柳琴。王不凡，你太过分了！我们才分手多久？你怎么可以这么快就另结新欢？我们已经分手了，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我不是怕你被骗吗？你有那么多钱，被一些爱慕虚荣的女人盯上也很正常。不过，他们爱的只是你的钱，只有我不一样，我爱的只有哥哥你。我操！你不要再来找我了，人家会误会和吃醋的。还有，我要忙了。王不凡挂断与左青青的通话，如此应付，定能让他心存幻想，在巨大的物资诱惑下不断上当。末日开始，他的复仇计划也才起步，当然不会轻易了结左家4口性命。上一世他们为了抢夺王不凡的物资，活活将他肢解，这一世他也要看到这家人受尽折磨，到时再收割他们性命。这时，王不凡想起宋青雨，想看看美女警花还有没有之前盛气凌人的样子，便发去视频。许久后，视频接通，宋青允尽显疲态，因严重缺水，嘴唇干裂，又一天多未进食，整个人衰弱不堪，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王不凡，我投降，你快来救我！全球极热末日第2天，白天阳光中有可怕的射线，晚上还有酸雨降落，整个国家社会秩序崩坏，而重生归来的我却坐在安全屋中，享受着寒冰融化带来的清爽。前世羞辱过我的人，因为我拥有的大量物资纷纷找上门，可我还是低估了人性的险恶。王不凡接到宋青雨电话，便开启空间之门，2个来回，瞬间出现在餐厅厨房。地上躺着身着警服的宋青雨，她已1天多没进食，显得有气无力。此前柳琴到款消失，王不凡夺枪绑人质，杀卢大龙一家及离奇从饭店消失等事，让宋青允对王不凡充满疑惑。他假意求救，实则想制服他以查明真相。当王不凡走到他身边，当即取出手铐扑向王不凡，但却被他侧身躲过，并牢牢地牵住腰肢。哟，这么急着和我亲热？放开我！你到底是怎么过来的？通过暗道啊。在哪？亲我一下，我就告诉你。哎，好心来看你，你还真是不领情。想吃吗？只要你跟着我，这些你可以每天都吃到。宋青允先盯着这些水果看，嘴巴不停地挠动着，可最终他还是坚定地扭过头去。佩服，佩服！看在你这么有原则的份上，这盒西瓜我免费送你了。你要走了？怎么，你打算跟我回去？宋青允哼了一声，扭过头不想理他。可再回头时，王不凡已不见其踪影，四处寻找也找不到他口中的暗道入口。饥饿来袭，他意志力下降，看到王不凡留下的西瓜，便狼吞虎咽吃起来。被困餐厅，他开始动摇，想起王不凡让他回去的提议。王不凡回到别墅，见几个人拎着袋子匆匆跑。随后，额头流血的快递站老头何晨光追了上去。他得知国家号召自救的新闻成了社会秩序崩塌的信号，快递站被抢只是开端。他想到米小璐此前答应帮他赶走讨债人就有感情，决定去看看。刚到米小璐家门口，就听到激烈争吵。原来郭海竟劝老婆出去卖，说楼上老王愿出1瓶水加1包面，楼下张大爷给3斤大米，隔壁楼也有人出价。王不凡震惊，没想到郭海如此窝囊。屋内米小璐正与他激烈争吵。你特么都不知道跟多少人睡过了，跟我扮清纯，贱人！我告诉你，我已经答应老王了，等下他就会过来，你好好招待人家，不然我不介意帮忙按着你的手。砰砰砰！就在这时，房门突然敲响，郭海开门有点惊讶。咦，怎么是你？你的行情可真是好啊，又来一个。不过你来晚了，先回去等等，轮到你的时候我会叫你。想不想跟我走？米小璐绝望地看着自己的老公，她咬了咬牙，便向着王不凡走了过去。你敢？她是我老婆。那又如何？郭海扬手就要一巴掌对着米小璐打过去，但手腕被王不凡握住，一脚踢过去，郭海就被踢飞，在地上连连打滚。看到丈夫这副狼狈的模样，米小璐没有一丝心疼，只有快意。从现在开始，我就当你死了。楼梯间脚步声传来，40多岁、长相丑陋且未婚的老王现身，他笑着去拉米小璐的手，米小璐急忙躲到王不凡身后，老王脸色一沉，伸手抓他，却被王不凡一脚踢开。郭海和老王只能在地上恶狠狠地看着两人离去。回到别墅中，屋内的清冷让米小璐安心不少。王不凡让他先去洗澡，而他紧随其后，只听见哼哼哼。1个小时后，两人从浴室出来，又带他到摆满食物的厨房。米小璐眼眶泛红。这时柳晴下楼，两女对视，便知彼此因王不凡而来，且都担忧物资。王不凡表示不必为此担心，不过住下就得听从安排。
两女为求安稳，立马答应。此时郭海心生恨意，找来与王不凡有过节的老王和刘存东，三人趁夜手持菜刀来到别墅地下室门口，按下门铃。王不凡通过监控看到三人，笑着走到地下室简单布置后，便打开了门。你来干嘛？你特么抢了我老婆，我不能来找你。不过你都把那件人睡了，我也不想要了。你赔我10箱方便面和水，这件人就送给你了。不然的话，我明天就在小区里到处宣扬，看你们这些狗男女还有脸出来不？10箱太多了，我顶多给你5箱。郭海跟着王不凡走近，他与刘存东三人同时挥起菜刀，一边冲了进去。这时王不凡用遥控器把地下室的门关上，看到三人手中的刀，冷笑道：就凭你们3个人，3把破刀，足够弄死你了。一起上，杀了王不凡，他的一切就都是我们的了。3个人满脸凶相，一起往前走。可走着走着，老王突然惊疑一声，然后整个人就凭空消失了。刘存东和郭海却只觉汗毛直竖，有一种见鬼的惊怖。地下室灯火通明，一个大活人突然消失了。怎么回事？是你做的对不对？在我家肯定是我做的。郭海，我其实不想弄死你，因为你活着，我看着米小璐的时候更爽一点，但你非要找死，我只好弄死你了。这时王不凡手中凭空多出了一把手枪，郭海吓得连忙倒退，可一退，整个人就消失了。这一刻，刘存东也吓得直哆嗦，站在原地不敢动弹。你是在变戏法？你用了什么障眼法？所以我才看不到他们。你是想让我们自乱阵脚，不战而溃？那你走2步看看他们会不会出现？刘存东这时依然不敢动。那我帮你一把。他心念一动，从异空间召唤出一块大石头，凭空砸向刘存东，恐怖的爆发力将其狠狠地郭海和王新建在异空间中也被他的空间之力所绞杀，三人就此彻底消失。一夜过去，气温飙升至58度。王不凡吃饭时刷手机，业主群里马月兰质问儿子下落。从昨晚起，他就联系不上刘存东，对儿子的去向心急如焚。王不凡，我儿子昨晚去找你用食物去换水，他带着食物过去，却再没有音讯，是不是你抢了东西，又把我儿子绑起来了？哦，那我问你，你儿子带了多少食物过来？2箱饼干。王不凡走去储物间，拍了一段视频，然后丢在了群里，却不说一句话。过了一会，群里立刻就沸腾了。我的天哪，这么多的物资！哈哈，王不凡都有了这么多物资，还需要骗你们2箱饼干？艾特马月兰，笑死我了！就好像我有1000万，却还要去骗别人100块。发现王不凡在业主群中炫富后，左青青一家都愤怒无比。在他们看来，王不凡的东西当然都是属于他们的。这个趁火发了电台，就趁不知其新闻一边才7天，他就人不知，还是炫富了。不过，与其让别人抢了，不如便宜我们。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就行动。这一家4口互相看看，骆桂芬开始分配任务。左青青负责让王不凡开门，左富贵和左阳负责动手，第一时间弄死王不凡。之前求了他那么多次都没用，这次必须弄死这混蛋。4人商量好了，就静静等待黑夜降临。另一边，王不凡从异空间取出一架无人机，准备了一份盒饭，另加2瓶水，挂在无人机上，用遥控器操纵着飞出了别墅。另一边给宋青允发去了视频通话，只见宋青允披头散发，憔悴无比，嘴唇更是因为严重缺水而开裂了。过了几秒钟，饭店门口一架无人机从天而降，上面还挂着水和食物。宋青允连忙解下塑料袋，一边吃一边眼泪就流了出来。这一刻，他的意志全面瓦解。王不凡终于到收获丰硕果实的时候。别哭了，晚上我来接你，保证你不会再吃一点苦。全球极热末日第3天，整个国家社会秩序崩坏，而重生归来的我享受着大量物资和屋内适宜的温度，还有从前对我嗤之以鼻的女神们都乖乖地跟随在我身后，可我却因此成为大家心中最想要除掉的人。王不凡准备去接宋青允时，业主群里涌来一堆加好友申请，都是冲着他的物资来的，或求购，或借粮借水。他看到邻居张氏，便先通过了他。张氏想用金条换物资，可在这末世，黄金远不如食物。不过王不凡知道张氏有个年轻漂亮的老婆程雅，提出以此交换。张氏气急败坏地挂了电话，却又心生一计，于是带着小娇妻来到王不凡地下室门口，身上还有一个背包。王不凡开了门，2人走了进来。张总不愧是大老板，知道我想要什么。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确实有些小惊喜。别特么给我耍嘴皮子，现在滚出这栋别墅，别逼我弄死你！这里每一扇门都需要用指纹解锁，我这么离开的话，你连地下室都出不去。那就立刻把我的指纹录入进去，别耍花样。行吧，录入你的指纹。小心！地主电流袭来，张氏直接全身酥麻，手里的复合弓立刻掉到了地上。等他反应过来，想要去捡复合弓的时候，一只脚已经踩在了弓上。哈！王不凡一个吸顶，张氏便被拱飞了出去，鼻子间鲜血长流。王不凡取来一根绳子将张氏绑了起来。张总，你这也太不上道了！我把你当客人，你居然要洗劫我！不过张总还是把娇妻带了过来，那我就不客气了。你敢碰他一根头发，我就杀了你！张总真有眼光，尊夫人有容乃大。来，美女，我带你参观一下。
程牙哪有宋青允那种不屈的一品？自己的男人一被拿下，他就吓得六神无主，乖乖就跟着王不凡走了。当他亲眼看到储物间那堆满了食物、净水时，不由激动的胸膛起伏。5分钟过去，两人回到地下室，王不凡给张氏松绑，笑着说：“行了，张总可以回去了。”好，地下室的门在他身后关上了。这时张氏突然反应过来，然后拼命在铁门上拍了起来。王不凡，快把我老婆放了！你特么的，我要宰了你！行，那我问问你老婆愿不愿意跟你回去？程牙当初为了钱嫁给了张氏，现在当然也会因为更好的物质条件而抛弃张氏。老公，真是对不起，我以后就跟着王不凡了。张氏终于明白为什么王不凡这么轻易的放了自己，他狂拍门不止，但王不凡和程牙不再理会他。发了会儿，他还是跺跺脚回家去了。安排好程牙之后，他来到车库，同一空间丢出一辆皮卡向餐厅方向驶去。饭店门口，皮卡撞开了大门，直接硬塞了进去。不远处，宋青允瞠目结舌地看着王不凡把副驾驶的门打开。宋青允愣了一下，缓过神来，这才坐上了副驾驶上，和王不凡回到别墅。宋青允走进别墅，顿时感觉到一股清冷之意扑面而来。王不凡走过来，凑在他耳边说：“跟着我，你可以衣食无忧的活下去。反之，呵呵，之前3天你是怎么度过的？不用我复述了吧？你要是愿意跟着我，我供你吃喝，但前提是你一切都得听我的。不愿意的话，你现在就可以离开了。”宋青允咬着嘴唇不说话。就在这时，王不凡手机中却传出了报警声。通过监控看到了左青青一家4口。王不凡清楚宋青允在犹豫什么，趁着这个机会，他带着宋青允来到地下室，让他看看真正的人心有多么险恶。王不凡打开监控，让宋青允看看左青青一家的德行。屏幕里传来他们的对话：“等下青青，你就对着那家伙施加，必要的时候不妨把衣服脱了，对他一些甜头，然后你们爷俩趁机弄死那家伙。可是怕什么？一个是你爸，一个是你的弟弟，看了会怎么样？”看到了吧？这4人是我前女友一家，要让我把自己的房子让出来给左青青弟弟结婚用。他弟弟不学无术，好吃懒做，还有这2个老货，他们是什么德行？从刚才他们的话中，你也应该可以听出一二，我就不多说了。王不凡说完打开门，左青青看到宋青允便开口大骂起来：“王不凡，你是在找死吗？你口口声声说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我只是让你把房子腾出来给我弟弟当婚房，你就和我分手，而且又这么快勾搭上了这个贱人，你根本就是虚心假意。不用跟这种混蛋啰嗦，让你爸和你弟砍死他，嘿嘿，留一口气最好了。然后让他看着你爸和你弟玩他的女人，把他给活活气死。砍他！”王不凡出手如闪电，2拳就将持刀的左家父子打晕在地。骆桂芬见状傻眼，还没回过神，就被王不凡一巴掌抽晕。左青青想质问，王不凡却让他离开。左青青误以为他念旧情，为了能活下去，他看了眼地上青叶，咬牙离去。王不凡把左家3人丢到车库，心念一动，变出3个大铁门，将他们关进去，打算让3人在众目睽睽下活活饿死渴死。宋青允被这残忍场景吓得不轻，再想想前2天的遭遇，也顾不了王不凡究竟是什么人了，便应允以后将跟随他。末世第4天，赤身关在铁牢的左家3人成了大新闻。张氏避开王不凡，新建群将大家逐个拉过去，议论纷纷。这个王不凡还真够狠的。哼，王不凡这相当于是在公然杀人，你们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现在是左家3个，你们还能坐着看戏？可哪一天被关进笼子的是你们呢？这下群里的讨论声戛然而止。我也不怕自报家丑，王不凡看上了我老婆，昨天借着卖食物为名骗我开门，结果把我老婆抢了过去。我虽然拼命反抗，但还是被他打倒了。你们想想，如果王不凡到时候威胁的是你们，呵呵。众人沉默，但大家都明白，现在社会秩序崩塌，只要武力强大就可以欺男霸女。王不凡今天可以把左家3人关进笼子，那明天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对他们？他抢了张氏的老婆，难道还会对别人家老婆女儿心慈手软吗？有没有人愿意为了自己的家人和我一起干的？杀了王不凡，解决后患，平分物资。我干了，拼一把，我也加入。不一会，就有21个人来到了张氏的别墅中，商量晚上对付王不凡的办法。到了晚上7点，一行人抡着铁锤试图砸开大门。王不凡盯着监控摇摇头，要是真能把大门砸开，那这几千万岂不是喂狗？一群人砸了半天，中途都换过几拨人，大门丝毫没有被破盘的迹象。于是众人又改变了策略，盯上了墙，哐哐哐，只见一片片砖石纷纷落下，很快就被众人砸出了一个洞来。但当他们把墙壁再砸开一些，发现这道墙之后居然还有一堵金属墙，众人都是束手无策。他们真怀疑王不凡是从未来回来，不然怎可能做这样的准备？张氏也没了办法，只好对着监控喊话激将王不凡。王不凡，你是打定主意要当缩头乌龟吗？你要是现在走出来投降，我倒是可以考虑留你一条命，甚至让你保留1半的物资。张老兄，你要没什么办法了，我可要和你老婆，嘿嘿。你这个混蛋，你敢动我老婆，我就去杀了你的女朋友。你敢？我警告你，你敢碰左青青一下，我绝饶不了你。
王不凡心中暗喜，终于等到这一刻。王不凡就是要借他人之手让左青青身体和精神双重崩溃，但还要假意装出一副心疼左青青的样子。张氏以为拿捏住了王不凡的把柄，气势汹汹地带着一行人来到左家大门前。一群人二话不说，直接拿铁锤开走，不出几下，门锁就坏了。一群人如狼似虎冲了进去。全球极热末日第4天，白天空气被灼得扭曲变形，晚上还有强腐蚀的酸雨，社会秩序彻底崩塌。众人为了抢夺物资不择手段，而重生归来的我却在安全屋中享受着冰山融化带来的清爽。看着外面混乱的一切，复仇的时刻终于来临。前世将我残忍杀害的伏地魔女友一家，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惨痛代价。张氏带着一行人气势汹汹地来到左家租住的大门前，一群人二话不说，直接拿铁锤开凿，哐哐哐，不出5下，门锁就坏了。一群人如狼似虎冲了进去。左青青正在睡觉，刚被巨响声惊呼，还一脸懵的时候，就被抓了出来。他吓得半死，双手捂在胸前，瑟瑟发抖。你们是谁？想干什么？不用怕，我们只是需要你帮个忙。走。一群人带着左青青又杀回了别墅那边。左青青自然意识到这些人打的是什么主意，连忙尖叫起来，有些歇斯底里。王不凡，你看看这个人是谁？张氏，你太过分了，他跟你我的恩怨无关，快放人！快点开门，我保证放你们这对鸳鸯安全离开。王不凡，你不能开门。这时左青青心想，要是门一开，别墅也好，里面的物资也好，肯定要被张氏他们瓜分。他虽然心里十分害怕，但也劝说王不凡不能开门投降。比起王不凡这个人，他手里的物资更让左青青心动。张氏，我警告你，我警告你！王不凡，你再不出来的话，别怪我们对你女朋友不客气了。这样吧，我给你们5箱水和50斤大米，你们把它放了。众人对张氏手中物资心动不已，可张氏捏住王不凡把柄，余粮在握，胃口极大，怎会轻易答应交易？王不凡早已料定张氏胃口太大会答应，就算张氏答应，他也准备反悔。前世左青青为了抢走他的物资下手最狠，和家人肢解杀害了他，那痛刻骨铭心。如今正好可以利用张氏让左青青生不如死。张氏在门外嘲讽威胁，称不交出物资就折磨左青青。王不凡看着监控喊话，假装在意让他不要伤害左青青，但在屋里却不为所动。快，张氏说到做到，给王不凡发来一部小电影。与此同时，宋清允按照王不凡的要求，身着修身旗袍上楼，旗袍完美勾勒出她的身材，性感却不失高雅。看什么呢？你自己看吧，我嫌辣眼睛。太恶心了！张氏好歹也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怎么会如此无耻，给你发这种东西？你没有认出视频中的女主角吗？左青青。张氏想要利用左青青逼我开门就范，他是不是傻？但宋清允立刻明白，他亲历过左家4人那晚的无耻和坏。王不凡虽然放了左青青一马，可他清楚王不凡哪是怜惜这女人，分明是要慢慢折磨。我明白了，是你。宋清允心中一叹，王不凡到底被左青青怎样伤害过，才能做出这样的行为？这时宋清允突然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用自己的身心去影响、改变王不凡，让他恢复对于人的信心。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拯救，也是他这个治安员的职责。过了一夜，张氏一群人已经将左青青折磨得不成人了，但王不凡依然没有回应。这时有人向张氏建议，藏哥，我们的食物越来越少，王不凡又不肯出来投降，不如我们还是把这娘们卖给他吧。连一间别墅都拿不下，以后我们还能怎么办？我们今天晚上再行动，打破王不凡家的玻璃，强行进入别墅。要是破不了王不凡的别墅，难道别人家的也破不了吗？许多人不是嚷着要晚上出去寻找物资吗？就让他们去，等他们把物资拿回来了，我们再挨家挨户的抢。众人听到张氏再次进攻王不凡别墅的计划，纷纷赞同，只等夜幕降临执行计划。此时的王不凡让4女把菜端到宽敞阳台，4人做了8菜一汤，旁边果盘里摆满西瓜、木瓜、草莓等水果。这时隔壁于初桐手持红酒与高脚杯现身，瞧见他别墅里的4个美女，心中清楚他们肯定是被物资诱惑，甘愿成了王不凡的金丝雀。但于初桐望着满桌食物水果，不由心动。王不凡此前拒绝卖水果给他，即便现在松口，后果也是羊入虎口。王不凡冲他微笑，指了指菜肴并招手示意。于初桐明白，若过去赴约，必然要付出不菲代价。哟，现在还能装清高，就不知道还能坚持几天。我猜最多3天就要和我们一起抢王不凡了。没必要这么说人家，谁让他先哼我们的？柳晴向程牙使了一个眼色，程牙会意，2女便一起坐进了王不凡怀里，轮流投喂食物。于初桐瞥见后羞愤离去。晚上10点多，宋清云等人回房，王不凡留在阳台，饶有兴致地看着大门口即将上演的好戏。半个多小时后，一群人身着雨衣，手持铁锤菜刀，气势汹汹从地下车库朝别墅走来。王不凡操作手机，别墅窗户落下钢板，动门砸出来，差点被铁锤传来的震动的牙齿都给震碎。有人拿手电筒照，看到钢板顿时就傻眼了，无奈在酸雨和闷热中撤退，转而计划抢劫找到物资的人。末世第6天，业主群里众人控诉张氏一伙抢劫，双方矛盾激化，部分人却选择加入张氏势力，小区迅速分崩离析。
以楼栋为单位形成20多个联盟。此时，网名为一叶孤舟的都市寻芳记作者林晚秋加了王不凡好友，因为这部小说的尺度超大，每看得他血脉奔张。他一直以为是哪个中年油腻大叔写，结果看到朋友圈照片，居然是个成熟风韵的御姐，丹凤眼顾盼生情，胸襟伟岸无比。为了在末世还能有娱乐消遣，王不凡提出以物资交换，让林晚秋继续把小说写下去，且只发给他一个人看。林晚秋当即答应，连忙对王不凡吹起彩虹屁。就在王不凡准备用无人机送物资时，却被林晚秋拦下。老板，现在情况有些不妙，我们楼栋现在开始搞专制了，让所有人都把手里的物资交出去，否则都会直接破门墙，以后就是统一分配物资了。王不凡虽然早就预见整个小区会发生火拼，但没想到会形成联盟。要是现在直接把林晚秋接过来，倒是比一次次送物资方便多了。到时候要真发生火拼再收留林晚秋只会更危险。王不凡当下就决定让林晚秋也搬去他的别墅。你可以搬过来住，但进了我的别墅，那一切都得听我的。您是老板，当然你说啥子都是啥。你现在就过来吧。好。在王不凡交代下，林晚秋什么也没有干，不过他还是把头发打乱了，还特意穿了一件肥大的裙子，免得被人看到他的身材。走到地下车库，每栋楼的人聚在一起，但凡有别的楼栋的人路，都会遭到敌视的目光。林晚秋一路快步而行，眼看距离王不凡的别墅越来越近，突然有人将他拦了下来，是一个叫周星的租户。林晚秋心中一慌，担心会被这男人拦下，前功尽弃，于是快速逃走。周星一开始只是想占点便宜，但林晚秋一跑，他自然就本能的追了上去。其他人看到后也追了过去。林晚秋冲到了地下室门口，用力拍醒门。就在这时，周星已经追到，一把就要去抓林晚秋。林晚秋自然连踹带踢，想要将周星逼退，争取到开门的时间。王不凡，快开门，快开门！哈哈，居然是个这么漂亮的女人，晚上陪我们玩玩吧！哈哈，还想投靠王不凡？带走！咔嚓一声，就在这时，地下室的大门打开了，一众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齐齐大喜。王不凡的别墅里有着大量的物资，趁这个机会冲进去，把别墅占了，那岂不是赚发大了？周星先大吼着弄死王不凡，一声枪响，压住了所有人的喧嚣。在众人的注视之下，周星仰天摔倒，额头上则是多了一个子弹孔，倒在了地上。还有谁？顿时，一众人不由自主的倒退。王不凡不语，随即拉着林晚秋进了门。过了一会，众人都在议论，说绝不能让王不凡拥有枪，这对整个小区都是严重的威胁。然而，大家只是说的热闹，真正去夺枪却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时，王不凡手机上弹出来一条消息：想不想要回你的女人？你有什么条件？我已经带着人在你别墅下面的车库里，你下来谈谈吧。想看戏吗？跟我来。全球极热末日第6天，一瓶纯净水，一块面包就可以让人大打出手，生死相搏。重生归来后，终于等到了复仇的一刻。左青青，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我要让你们加倍奉还。王不凡带着舞女去了别墅地下室，通过监控看到门口张氏拿着水果刀架在左青青脖子上，便打开地下室大门走了出去。舞女见到这幅场景都很是不解，此前左富贵一家3口都被关在铁笼里，又没有人喂他们吃喝，再加上高温，现在都是奄奄一息，估计都撑不到明天了。可现在王不凡居然表现出愿意舍枪而救左青青，这简直不合理到了极致。王不凡走到门口，张氏用水果刀抵住左青青，要求他拿枪交换。左青青看到王不凡的时候，不由激动的胸膛颤动。就2天时间，左青青已经被折腾得够呛，头发凌乱，身上则是布满了淤青。哥哥，救我！救我！张氏，放人！你敢开枪，你的女朋友就要没命了。不过我可以将她还给你，只需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就是你把枪给我。你让我考虑一下。快点，我只给你10分钟，不然就撕票。王不凡佯装犹豫，退回地下室后，他给居委会杨阿姨发去了消息。那天他打死周星后，杨阿姨就联系上了他，为了小区居民的安全，试图让他把枪交出来。王不凡表示会考虑，现在时机刚好。他告知情况后，杨阿姨深知枪落入张氏手中的危害，迅速动员了自己楼栋及其他楼栋共20多个势力的人等候。与此同时，他把枪收进一空间，在枪膛中卡了一块金属，只要开枪，子弹就会炸膛。过了一会，王不凡再次开门，杨阿姨也带着20多个势力的人全部过来。张氏面对突然出现的众人，又惊又怒。张氏，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行，枪给你了，快放人！抢枪！看住这女人，绝不能放跑了她！张氏冲上前就和人打了起来，王不凡则是退到了地下室的门口，从口袋中又取出一把枪，对着舞女亮了亮。这时他们恍然明白王不凡对那把枪做了手脚。他收起枪，默不作声，但心里非常清楚，一空间里可以打死人的枪有不少。他当初去漂亮国零元购的时候，可没有少光顾买卖枪支的点，别说手枪步枪了，就是重武器都有一大堆。他的军火库足以轻松灭掉整个小区，而这会在地下车库中。为了那一支枪，所有人打得不可开交。哈哈哈哈！都他妈得给老子退开！王不凡，我们约定好了，我把枪给你，你就放人。现在枪已经给你了，你要不守承诺吗？现在枪在老子手里，老子说什么就是什么。给我跪下来！男儿膝下有黄金，
我跪天跪地跪父母，绝不会给你这种人下跪。哦，你很勇敢吗？那就去死吧！火光爆闪，枪声刺耳，但张氏却发出惨叫，右手更是血淋淋的，手指好像都断了几根，掉在地上。那把枪已经严重变形了，张氏痛苦无比，血哒哒哒的滴在地上，让他额头上青筋直跳。众人看到那把枪炸膛了，知道张氏对他们没有威慑力，都纷纷离去。刚刚还热闹无比的车库，眨眼间就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张氏一伙人。王不凡和舞女也回到别墅，他看到张氏右手已经炸残，要是张氏再拿左青青威胁他就懒得再演戏了，可以收网了。隔壁阳台的灯突然亮了，只见于初桐走了出来，在王不凡的注视下，他居然给王不凡发起了视频，很精彩。你其实一点不爱那个女人吧，而是利用她戏耍了整个小区的人。没想到于小姐也是聪明过人啊！我们正在庆祝，不介意多一个人？我不会和别的女人分享男人，你真想追我的话，先和别的女人把关系断清楚，我才会考虑一下。我可不会因为一棵树而放弃了整片森林。虞美人，你的物资还够你吃几天？不用你担心，看来是不多了。嘿嘿，欢迎你随时投降，我会给你留一个房间。不过先来为大，后来为小，你只能当小六了。六妹还是早点投降吧，别晚了连六妹都当不上，变成七妹八妹。你们以为我和你们一样吗？于初桐挂断电话，露出一抹不屑之色，转身回了屋，脸上却不见刚刚的傲娇。其实他的物资也撑不了几天了，可当下没有别的办法，向王不凡求助好像是唯一的出路。他担忧着睡了过去，而王不凡则是与舞女春光无限。一夜过去，末是第7天，张氏痛了一个晚上，熬了一夜，再加上右手残废的冲击，让他一夜就憔悴了许多，而他的怒火也越来越高炽，甚至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带上这个贱人去王不凡那，这一回王不凡要是不把别墅交出来，就把这女人做了。不要！左青青被推搡着来到28号别墅下，王不凡看到张氏一行人在业主群里发去消息：各位，张氏挟持了我的女朋友，逼我交出别墅，与其便宜她，不如给你们。谁能帮我救出左青青，我愿意给她10箱水，还有100斤大米，20斤腌肉。众人看到消息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于是20多个势力便出动，大量的人拿着菜刀、晾衣杆从各个楼栋的负一楼中冲了出来，向着张氏一行杀了过去。张氏懵了，还没反应过来，大战就此爆发。不同于昨天的乱打一气，今天是几千人围殴数百人，哪怕现在天气热，大家又没有吃饱，体力大不如前，但10个人一轮拳头打过来，那也是足够让人喝上一壶的。更何况现在可不是赤手空拳，而是都带着武器。张氏当然最惨，2条腿都被砍断了，背上也挨了一刀，正汩汩涌着鲜血。他在地上爬动着，一副还要挣扎求生的样子。众人看到张氏已无还手之力，便向王不凡拿走了物资。这时左青青也被放走，在几千双眼睛的盯视下走向王不凡。哥哥，我太高兴了，你愿意为了我付出那么多。你错了，知道张氏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偏偏是那个时候呢？要是我真想救你的话，其实早就可以。呵呵，张氏之流在我面前根本就是蝼蚁，我是故意把你丢给他们，让他们以为你对我很重要，所以他们才会拼命折磨你，以为可以让我妥协。哎，每次在你和张氏面前演戏，我真是忍得好辛苦啊。左青青，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王不凡说出了真相，只是没说上辈子被左青青一家杀害的事实。重生是他最大的秘密，永远不可能告诉任何一个人。左青青愣在原地，王不凡说的一切对他的打击太大了。正当他以为可以苦尽甘来，从地狱爬上天堂时，王不凡却给了他重重的一脚，直接将他踢回了地狱，甚至还要掉得更深。左青青在原地一动不动，表情在短短几秒内经历了无数的变化。突然，他绽放出了笑容。不，这不是真的！哈哈，我是王不凡的老婆，我有数不清的物资，你们快点跪下来求我，我可以好心分给你们一些食物。左青青受刺激彻底疯掉，王不凡解决最后一个仇人后畅快不已。睡了许久，醒来后，他收到曾想对他仙人跳的李静发来的消息。她是个37岁单亲妈妈，和18岁的女儿李小小常以照片勾引男人，骗其开房付钱后下药偷钱。此前他们看到王不凡的物资想故技重施，没想到果断拒绝。这次李静打来视频，嘲讽王不凡为女人交出物资，还炫耀自己有食物。他看着李静，心想左青青已疯，张氏已死，既然李静主动找上门，便打算陪她好好玩玩，顺便用她试试异空间的新功能。全球末世第8天，人性的丑恶被无限放大。重生归来的我因搬空2级冰山和空间异能的特殊能力，有着数不尽的物资，这引得小区各势力老大蠢蠢欲动。危机四伏下，我却发现了异空间的新技能。王不凡与舞女用餐时收到曾企图对他仙人跳的李静发来的消息，李静嘲讽他因为左青青交出物资后肯定会变得落魄不堪，还炫耀自己有冷冻食品，但也只是最普通的冷冻食品，比如饺子之类。王不凡主动发去视频通话，将镜头对准满桌珍贵食材，如帝王蟹、鱼子酱等。李静看到后愣住。不妨啊，刚才是我不懂事，你别和我一般见识。你让我和小小去你那边住怎么样？你说什么我们都听你的。不要，你长太丑了，大妈，你年纪一大把，就别想着祸害我了。李静看到王不凡家的丰富物资后，他摇着丰硕的屁股开门走出去。只见在客厅中，一个30多岁的壮汉正坐着，名叫王强，是个刑满释放的无业人员。出狱后，
他父母掏空积蓄给他在这个小区买了套房子，结果他回来没2个月就把将房子抵押，供他挥霍，父母被他给活活气死。这些他都毫不在意。在天灾时凭借凶悍成为14栋领导者，得知王不凡家有大量海鲜和5个美女，他决定抢夺。此前跟着张世强攻王不凡别墅屡屡失败，这次他召集手下找来锁匠刘劲松，打算断掉他家中的电，然后撬锁进入。在酸雨天气里，王强等人艰难破开变电房，成功让王不凡所在的28号别墅停电。来到别墅门口，此时他正被柳晴和程牙伺候着吃水果。听到撬锁警报后，他淡定查看监控，然后在手机软件上操作了一下。王强等人以为停电就能顺利开锁，却不知王不凡早有防备。怎么了？有电，还有电，电闸都拉掉了，哪来的电？电！这家伙还有备用电源，备电的滋味爽不爽？王不凡，有本事就别躲在乌龟壳里！王强恼羞成怒，不断激将王不凡。他人在地下室，但空间之门却可以透墙开启。瞬间，咻，一支箭射了出来，一阵箭雨向王强一行人射去，顿时惨叫声一片。什么东西炸我？好疼！这箭从哪来的？管不了那么多了，快跑！众人就向着通道口跑，虽然黑灯瞎火的，处处碰壁，可他们并没有发现，其实王不凡已经停止了攻击，而是把空间之门开在了通道口。于是，一个个人就那么一头冲了进去。不过1分钟，通道中的叫声就戛然而止，安静的一笔。他微微一笑，心念一动，王强的意识还停留在几十秒之前。异空间没有时间概念，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经历了什么。反应过来，发现自己居然不在地下车库，而是在一个屋子内。王强环顾左右，他的手下消失不见，而王不凡却在他面前。看到他也是一个人，虽然心慌，但还是想恐吓他交出物资。嘿嘿，弄死你！这里的一切，包括女人，都是我的了。你没发现自己有什么不同吗？王强微微皱眉，他本能地摸索着自己的身体，突然不可思议地看着左手，变得跟猪爪似的。你对我做了什么？帮你改造一下，你不感谢我吗？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就不用知道了，你只需要告诉我是谁让你过来的。王强被吓得慌了神，看着自己的手，再看看王不凡，只觉得他绝对不是正常人，自己平时的无赖行为对他也没有用，于是不敢再与他对抗。是李靖，他在14栋902。王不凡手一挥，边上就凭空出现了一只铁笼子，与关押左家3口的同款。王强刚想抵抗就被他制服，顺势塞进了笼子里。接下来几天，王不凡要观察王强的变化，看看改造了人体结构还会不会有后遗症，之后便去找李靖算账。既然他挑唆王强向自己出手，他绝不可能轻易放过他。王不凡打开空间之门，然后把自己收进异空间，在王强眼前消失了。王强看到后眼睛瞪得昏晕。不过2、3秒的时间，王不凡就出现在902的室内。只见李小小正坐在沙发上刷着手机，卧室里则有电视的声音传出来。他轻轻咳嗽一下，李小小猛地抬头看向他，然后就惊呼起来。这时李靖腾地跑了出来。你怎么进来的？你们怂恿王强把我害死，我现在是来找你们报仇的。鬼啊！还我命来！李靖和李小小在阳台时，丁酸雨见到李靖脖子，他躲避时用力过猛翻下阳台。李小小去抓他，结果2人一同从9楼坠下，伴随着尖叫，几秒后摔落在地。这对企图对王不凡不利的母女以这种意外方式收场，有点出乎王不凡意料。本想着跟他们好好玩玩，不过他觉得人死恩怨也就此了结，便离开了李靖家。瞬移到车库，看到左家4人，左富贵等3人已死，左青青却对着尸体有说有笑。前世他被这一家4口残忍杀害，这一世他不可能当圣母，便转身离开，任由左青青自生自灭。回到别墅后，王强这个地痞流氓看到王不凡被吓得魂不附。你到底是不是人？刚刚那个黑洞是怎么回事？我当然是人，不过你嘛，心黑手辣，还真没有资格成为人。你还好意思说我？张氏那些手下不都是被你杀的？还有，你刚才是不是把李靖母女也杀了？我从不主动挑事，都是像你们这种蠢货惹到我的头上，我才会被迫反击。哈哈，你以为把我和李靖母女杀了，就可以保住你的秘密？哈哈，我没有你想的那么蠢。出发前我就告诉我兄弟，只要在约定的时间没有回去，他就会把你还拥有大量物资的消息散播出去。你现在看看大群里，是不是有许多人在讨论这件事了？王不凡发现群里果然有人发林晚秋和满桌大餐的视频截图，众人叫嚣让他分享食物，否则就群起而攻之。他对此不屑一顾，将王强留在地下室上了2楼。此时各势力老大在小群商议对付他的办法。3栋图雷提议拉闸断电，逼他因酷热走出别墅投降，得到众人认可，于是将王不凡拉进群里向他索要物资。把我拉进这个群做什么？呵呵，我们希望你可以配合我们，把所有物资交出来，到时候我们统一分配管理。你们怕不是还在做梦吧？王不凡，我承认你的别墅就跟乌龟壳似的，从外面很难攻入，但你要知道，现在最可怕的就是气温。如果我们把你家的电掐了，你觉得在烤箱里可以坚持多久？忘了说，我们还可以生火。车库那么多车，我们把机油收集一下，全部铺在你家的墙上，再放一把火，
嘿嘿，那可是名副其实的烤箱了。我记住你了，第一个就弄死你。那我真是期待你出来弄死我。涂磊等人见王不凡还是不为所动，当晚他们就成功给王不凡家断了。这一断电附近的几栋楼也跟着遭了殃。而这时的王不凡却让舞女都穿上旗袍，乘在阳台吃起了炭火火锅，桌上摆满各类美食。他拿出了几个盆，在盆里装满冰，每个人的脚边放一盆。隔壁于初桐因停电发现王不凡这边的野，现在空调不能用，室温还在50度左右的高温上，他们居然吃着火锅，脚边还有冰块。这时于初桐给他发去了语音通话。为什么整个小区都停电了？是不是跟你有关系？没错，有人要逼我走出去投降，便把变电房的闸都给拉了。于初桐气得胸口发抖，认为自己遭了池鱼之殃。他想要吃马，可嘴巴张了张，最终还是闭上了。你不用觉得停电是受我的牵连，哪怕没有我的关系。如今这种时候多的是男人想要把你逼出来，肆意玩弄你。你还有什么计划？不会就这么等死吧？你如果愿意过来，我不介意收留你。你看我这里可凉快着呢，吃火锅都不嫌热。六妹，快来吧。六妹。于初桐挂断电话，气呼呼的回了屋。因停电又热又渴，屋里也已经没有水，于是只能喝酒。他在醉酒与热醒中反复煎熬，很快就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但还是硬生生坚持了下来，想着不能这么轻易就死去，至少要看到王不凡的下场。末世第9天，王不凡去了地下室，想看看在王强身上实验的效果，结果发现王强居然已经死了。全球末世第9天，社会陷入混乱，生存环境恶劣，物资极度匮乏，不同势力为争夺资源展开激烈斗争。我却获得了异空间能力，还发现了新的技能。而涂雷、孙代等人为代表的其他势力一直对我的物资虎视眈眈，却不知更大的噩耗即将传来。王不凡来到地下室，看过监控才知道王强死于流血过多。监控里看着他的左手像是被突然炸掉。这时他明白，利用异空间改变身体结构后，虽然能暂时加长生命时长，但也只能持续24小时，而且还有巨大的副作用。他要考虑寻找新实验对象，验证能否延长手术效果。这时涂雷在群里艾特王不凡：怎么样？没有空调的感觉不好受吧？这你管不着啊，现在还是想想你自己吧。你现在也就嘴巴可以硬一下了，只是你还能够硬多久？太阳可是升起来了，温度又高了。王不凡，你能熬多久？王不凡在心里说道：这个涂雷嘴那么臭，肯定是要弄死的。还有参与这个计划的人都得一个个弄死，只是时间先后的问题。他们这群人不可能全身而退。他回到1楼，与宋青允他们一起吃早饭。吃过之后，宋青允红着脸走了过来，小声道：那个，我的亲戚走了。王不凡大喜，一把将宋青允抱起来，与他在卧室缠绵了一整天。晚上，他继续在阳台用无烟煤烧烤，正想着怎么找到新的人，再次实验异空间的新技能，一条消息就发到了他的手机上：王不凡，准备投降了吗？消息是孙代发过来的，他是移动的话事人，末世前是一个大公司的领导，内心扭曲，潜规则难下属乃是家常便饭。如果这次能把王不凡睡了，那他会非常有成就感，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特别积极。这时王不凡随手拍了一张照给他：你们居然还有心情吃烧烤？没有空调，你们那的室温至少50度，再生个火炉，你们特么是脑子有病吧？王不凡也把手机丢到一边，他决定今晚行动，弄死涂雷一行人，总不能一直忍气吞声当孙子。半夜，他使用瞬移技能，先到隔壁的18号别墅，又到8号别墅，然后才进入车库。他看了一眼28号别墅的地下室通道外，有整整12个人在守着。他悄然来到3栋的负1楼入口，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然后直去14楼，再来到1402涂雷家。王不凡推开主卧的门，灯光的蓦然亮起，涂雷和一个女人在床上睡觉。女人惊醒，王不凡拿着一把水果刀走到床边，吓得女人连忙屁滚尿流地逃到床下。哥，你不要伤害我，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就你长得这模样，也就老涂不介意了。你怎么会来这里？我说了，迟早要取你的狗命。怎么可能？有12个人在车库守着。这时，女人已经悄悄打开了抽屉，摸出了一把尖刀，向着涂雷丢了过去。涂雷伸手一接，就向着王不凡冲了过去。然而，他还没有冲到王不凡眼前，咻，整个人就凭空消失了。女人脸吓得惨白，尖叫一声就落荒而逃，但只是跑出一步也跟着凭空消失了。王不凡心想，又多了2个实验对象。涂雷和情妇失踪消息传出后，孙代等人因一直无法让王不凡交出物资投降，手下失去耐心，便决定放火烧他的别墅。他们把汽油泼到别墅墙上，孙代扔出点燃的香烟，瞬间火势熊熊。然而，王不凡的别墅墙体有特殊设计，里面藏着冰块，火焰加速冰块融化，而他又能用空间之门补充冰块，使得别墅内温度不升反降。宋青云等舞女对此十分好奇，想用条件诱惑王不凡说出其中秘密。就在他准备说话时，收到了于初桐发来的视频。原来于初桐家挨着他家别墅，被火烤得酷热难耐。他愤怒地质问王不凡，却发现他那边竟然很从容，完全没有被大火影响。
我要被你害死了。王不凡，你要记住，你欠我一条命。王不凡向窗外看去，看到外面熊熊烈火，自己在安全屋内不受任何影响，但于初桐与他的别墅是挨着，温度也在跟着升高。我不想这么死，我恨你，恨你。现在你愿意过来了吗？六妹，你还不投降？真想变成烤乳猪吗？于初桐受不了高温，下定决心还是要投奔他。跑到王不凡别墅后已经热晕了。王不凡看到监控后，一个瞬移来到他身边，然后取来纯净水，小口小口的喂他。这时于初桐也醒了过来，看见纯净水便贪婪的喝了起来。王不凡使坏，把瓶子硬是挪开，自己喝了一大口，却鼓起了腮帮子，并没有咽下去。于初桐自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便主动向着王不凡吻了过去，直到喝了2瓶水，他这才缓过劲来。六妹好呀。先去洗澡，还得感谢外面这些人，水都是热的，可以直接用了。你居然用清水洗澡？你不洗，我还嫌弃呢，一身的臭味。于初桐不再有之前的高傲模样，听了他的话去了卫生间。他洗了半个多小时，这才不舍得离开。这时外面的王不凡悠悠地说道：“把水放了。”这些水只是脏，又没有毒，只要过滤一下就可以喝。退一步讲，就是用洗衣服，甚至冲马桶也可以。让你放谁你就放呗，我们家不缺这点水。于初桐愣了一会，这才拔掉了浴缸的塞子，与王不凡上楼吃饭了。他的别墅内春意盎然，可外面的人却备受煎熬，哪怕是地下车库，白天也有45度以上的高温，现在更是因为放火的关系，温度已经达到了50度以上。其实和家里已经没什么区别了，而且燃烧之后，这里的气味特别冲，闻久了甚至会晕。艾特王不凡死了没有？没过一会，王不凡就发了张照片，正是他与六女一起吃饭的画面。照片中7人仿佛公司团建一般，对着相机露出笑容，比出了剪刀手。众老大只觉不可思议，难道他家里有发电机？应该是了，不然现在怎么制造冰块？那怎么办？我们难道要跟他耗到把发电机的能源用完？算了吧，我们不能再跟他耗下去了。孙老大，2天没能拿下王不凡，我不知道你那边什么情况，可我的手下快要造反了。你们也想放弃？好，你们放弃，我可不会放弃。不过丑话我先说在前面，我要是得到了王不凡的物资，你们一个也别想分享。之后群里的人一向王不凡发去消息，虽然说的话不一样，但意思千篇一律，就是今后不再针对他，以后井水不犯河水。王不凡并没有理会，从这些人联手对付自己开始，他就已经宣判了这帮人的死刑。只是一来他想慢慢玩，二来现在网络没有断，他怕大开杀戒的时候被人拍了视频丢到网上去，所以这些人可以慢慢收拾。时间一晃就来到了晚上，王不凡启用了发电机，整个别墅顿时一片通明。然而就在同一时间，整个城市却一片漆黑。可在这么一片黑暗之中，王不凡的别墅却格外显眼。顿时所有人自发的都不用谁发号施令，都聚到了车库。而孙代的人还想继续泼汽油维持火势时，也被强行制止了。这些红着眼睛的人都拿着铁锤、榔头等，他们要强行破入别墅。全球末日第10天，生存条件愈发恶劣。我用空间异能囤积了大量物资，让六女留在我身边，而我们居住的别墅成为其他势力觊觎的目标。小区里的人都红着眼，拿着铁锤、榔头，准备强行闯入王不凡。巨大的声响惊动了王不凡7人，他们拿手机查看，却发现没了信号，电停了，基站也无法工作。所以哪怕手机还有电，但除非是卫星电话，否则休想打电话发消息。灯亮着，大部分人心中的黑暗还会被压制，可一旦连这点光都没了，那整个社会会更加混乱。见六女都是瑟瑟发抖，王不凡不由笑了。他白天还在想，得等网络断了之后才让六女知道自己一些秘密，没想到的是电断的这么快。你们不是好奇我有多少物资吗？现在可以跟你们交个底，在2级冰山突然消失后，也不知道是地球磁场变化产生的影响，还是其他，我获得了一种能力。能力？说罢，他伸手一按，面前立刻多了一篮杨梅。一下子，六女同时站了起来，用震惊、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他和那篮杨梅，他们都是半张着嘴，完全说不出话来。我多了一个空间仓库，很大，而我发现2级冰山消失后，有预感可能会有大灾发生，于是我就开始改造别墅，打造安全屋。另一方面，我还大量囤积物资。你之前跟我说你去大漂亮那里零元购，你没在开玩笑？没错，我从漂亮国一路北上，沿途一直在零元购收集的物资嘛，多了不敢说，几百亿总有的吧。也亏得你有危机意识，不然哪怕你有了这么一个仓库，不做准备的话也毫无用处。宋青允六女先是震惊，然后他们的脸上渐渐露出了喜色，最后齐齐欢呼起来。直到10点多的时候，王不凡7人才重新坐上了饭桌，继续吃晚饭，但他还是没有说出重生于2级冰山是他收走的。此时他担心的是，国家肯定有大型避难所，当社会秩序崩溃后，这一个个庇护所会不会变成某些野心家的私人网？外面还在乒乒乓乓闯入，王不凡不耐烦了，果断开启别墅改装后的电网。有电，有电！众人见强行破门不成，好多人对着门外的监控就开始哀求起来。
王不凡，外面太热了，让我进去等一会，就一会。我已经1天多没有喝到水了，你给我点水好不好？王不凡，你让我住里面，以后我就给你当狗，你让我打谁，我就打谁。但因为被大火焚烧，这里的监控全部坏掉了，于是，一场闹剧持续到半夜，众人又困又饿又累。一夜过去，大家都回家了。让王不凡惊讶的是，居然又有人过来放火，一共4个人，戴着口罩，手里都提着瓶子，里面灌着刚刚收集来的汽油。别墅虽然不怕火烧，但他也没道理一直不反击，于是他就打开地下室的门走了出去。看到王不凡走出来，那4个人都是一愣。王不凡，弄死他，抢了他的别墅，上！拿命来炸！龙卷风摧毁在王不凡面前，他们几下就败下阵来，躺在地上直哼哼。他露出残忍的笑容，将几瓶汽油洒在了4人的身上。谁让你们来的？孙代，王不凡，你饶了我们吧，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刚才你们不是挺狠的吗？要把我弄死，抢了我的别墅吗？现在怂什么？我真是看不起你们！那4人吓得魂飞魄散，连忙想要跑，但打火机已经丢了，汽油可是易燃品，于是4人一个接着一个燃烧了起来。王不凡冷笑，今天晚上就把孙代宰了。次日下午，王不凡7人都坐在阳台上喝着茶，突然他的余光好像捕捉到了什么东西，不由扭头看去，然后视线急速往下滑落，砰！一声重响，从不远处传了过来。宋青允他们连忙站起身来看，只见在14栋的楼下面赫然躺着一具尸体，内脏应该全部破碎了，鲜血汩汩涌出，全身光着，不着丝缕，身上更是布满了一道道的伤害，显然饱经折磨。这是坚持不住，跳楼自杀了。没有人会这么自杀，肯定会穿上衣服，而且哪怕离这么远，还是可以看到他身上布满了印子，应该是。这仅仅只是开始，只要末世不结束，这样的场景还会持续上演。虽然6女完全不愁吃喝，但眼睁睁地看着末世的泯灭人性，还是让他们心生压抑。突然，王不凡的手机传来了报警声，他拿起一看，地下室的入口处有人，对方一共4个人，都是男的。他想了想，还是来到了监控室，打开扩音器。有何贵干？王不凡，何不出来叙一叙？我是孙代。出来叙叙就免了，有屁快放。俗话说，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你手里有物资，我手里有人，我们2个合作，可以将整个小区占为己有。你应该也看到了，就昨天开始停电，但今天小区里至少死了100人。嘿嘿，这世道已经完全乱了。你不是喜欢女人吗？巧的是，我喜欢的是男人。我们并没有冲突，你我合作，小区里的美女你随便挑，有本事你玩石飞都行。我嘛，呵呵，只对强壮的男人有兴趣。你考虑一下。孙代，你还真是个狠人。之前别人都放弃了，只有你还派人过来放火。怎么，4个手下被我干掉，把你吓着了，跑来这跟我谈合作了？我说了，没有永远的敌人。我原本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可惜。他打了一个响指，通道之外，一个女人便被推了过来，身上只有一套内衣，将雪白的肌肤全部暴露了出来。哪怕她的脸上充满了憔悴和恐惧，但依然可以看出她是个大美女。诺，这就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她老公已经被我收了。原本我们合作，你玩她，我玩她老公，多有意思。女人连忙用手捂着脖子，想要阻止鲜血涌出，但哪里按得住，很快就倒在地上，4肢抽搐一阵就不动。这一幕哪怕是孙代的手下都看得直冒寒气，但孙代却仿佛只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在手下的衣服上把小刀的血迹擦干，然后收了起来。不识抬举，走。孙代这个人心狠手辣，不除掉必有后患。王不凡的嘴角扬起一抹冷笑，心想着这人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快晚上12点时，他带上了夜视仪，进入了地下车库。他身形一晃，就进入了孙代的房子，然后在卧室看到他。王不凡走过去，对着孙代就是一记重拳，孙代就晕死过去了。王不凡没打算这么快杀他，因为他要用孙代做些实验。既然活物在异空间中只要不超过1分钟就不会，他把孙代丢进了异空间，每隔50秒左右就释放出来一次。如此，他轻轻松松就把孙代带回了别墅。王不凡来到1楼，系了根绳子在孙代的腰间，然后就将他丢了出去。王不凡等了3秒，便拉动绳子将孙代拖了回来。他的眼睛也被腐蚀坏了，他笑了笑，把孙代收进了异空间。几乎只是一瞬间，孙代变得完好如初。你对我做了什么？果然，我可以在异空间中治疗一切伤势，至少孙玉的伤可以。那么，太阳光中的射线呢？还有，这种治疗是永久性的，还是只能维持24小时？他一把拎起孙代去了地下室，把他关进了地下室的铁笼里，跟之前的王强一个待遇。一夜过去，末世第12天，当太阳出来后，他就去地下室把孙代带了出来。王不凡没有理会他，而是一脚将他踢出了门外，把孙代晒了几秒就收了回来，然后丢进空间治疗，最后又送去了地下室的笼子里。现在孙代身上的伤已经全部治好了，身体中的一些隐疾也被他拔出，
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正常人。再加上别墅里宜人的气温，从理论上来说，孙代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死掉，能够继续实验。王不凡想了想，既然已经把孙代拿下，剩下的那些势力头也应该好好惩罚一下。全球极热末日，电力中断，网络瘫痪，整个社会秩序崩塌。我凭借空间异能囤积了大量物资，和6女一同居住在别墅里，这使得别墅成为其他势力觊觎的目标。就在这时，又有外来者入侵，整个小区瞬间成了人间地狱。末世第12天，王不凡已经把孙代拿下，剩下的势力头既然对他出手，想要他的命，夺他的财产，岂能够轻易饶过？王不凡拿出一个喇叭，打开窗，把音量调到最大，喊道：“各位亲爱的邻居，现在悬赏几个人，只要将这几个人拿下，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带到我这里来，每个人可以换5香水、5斤肉和50斤大米。现在我宣读这些人的名字：冯丽丽、陈有龙、秦城、赵继虎。”他发出悬赏后，确实让整个启东城都轰动了。其实现在的食物不是最紧缺的，而是干净的水。5箱纯净水的奖赏一下子就让许多人心动，他们立刻拉帮结伙，偷聚到一起商量。如果王不凡真肯拿出这么多物资来，特么的，老子愿意去杀人。是啊，我还有老婆孩子要养，他们都快渴死了。就怕万一王不凡是在骗我们呢？这家伙的物资非常多，这点不用怀疑，就是会不会守诺。这个简单，我们直接把人带过去。如果王不凡信守承诺，我们就交人；反之，我们就把人放了，就当白期待一场。王不凡继续把注意力放在了孙代身上，他就守在铁笼边，观察着孙代的变化。孙代依然中气十足，没有半点要死的样子。所以，我只是恢复伤势，而不是改变身体结构，人就不会暴毙吗？王不凡思忖着，下一秒他就把孙代收进异空间。1秒不到，孙代就又重新出现在了铁笼里。他想张口说话，可嘴巴张开，却发不出声音。我舌头呢？我的舌头呢？孙代在铁笼中浑身颤抖，冷汗直冒。他留下食物和水，便离开了。不久，地下室门被敲响，5个大汉押着陈有龙前来，一人举起陈有龙的身份证示意。王不凡确认后，交换物资将陈有龙带入地下室。陈有龙被绑着，嘴里塞布，挣扎也无济于事，被王不凡轻易送进异空间，关进另一只铁笼。当晚非常热闹，陆续有人用活人或死人来换物资。王不凡一一兑现承诺，地下室笼子增至7个，20多个老大，仅7个活着，其余是尸体。王不凡没把尸体带进别墅，还有5人在逃。次日清晨，又送来3个老大的尸体，只剩赵继虎和冯丽丽。赵继虎威望高，带领楼栋的人常外出找物资，大家觉得跟着他有长期生存希望。冯丽丽则是因为手段高明，有8个男人愿为她拼命，旁人难以对她下手。这时的冯丽丽正心烦，突然旁边一条舔狗叫道：“有车开进来了！”什么？冯丽丽冲到窗边一看，果然一辆很特殊的车辆缓缓驶了进来。因为轮胎爆掉的关系，车子只能开得超慢。这辆车是冲着一栋楼开过去的，砰！一头直接撞进了单元楼，然后被生生卡停了下来。韩正元穿过玻璃跳了下来，在他的身后，一个个壮汉也跟着跳下来，大部分是光头，光着上身，可以看到他们的背上、胸口、手臂都有纹身。他们是一伙犯人。末世之后，监狱的管理当然也是一天比一天松散，直到今天晚上，在韩正元的带领下，这伙犯人成功实现了越狱。更危险的是，他们都抢到了枪，终于逃出了那个鬼地方。哈哈哈，这可是一个小区，以后就是我们的地盘了。兄弟们，把所有人都叫出来，让他们认一下新的老大。韩正元手一挥，总计24名犯人，每5人1子，去挨家挨户的敲起门来，不肯开门就直接砸，有反抗的人就开枪，砰砰砰，枪声不绝。而越来越多的人也被迫从家里走出来，去地下车库开会。半个小时之后，小区所有人都出现在了地下车库，包括冯丽丽、赵继虎，人都到齐了。大哥，还有一栋别墅没能进得去，需要点时间。那就不等了，各位，我们开个很简短的会议，主题非常简单，就是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们老大，你们只有乖乖听话的份，不然的话……他把手中的枪把玩一下，对着一个人就是一枪，将那人的脑袋崩成了西瓜似的。一瞬间，女人都发出尖叫，男人则是噤若寒蝉。现在大家都去把家里的食物和水都拿过来，谁要是敢藏起来，嘿嘿！又是一声枪响，一个无辜的人就成了尸体。小区里这帮人哪见过真正的穷凶极恶之徒，立刻便被吓住了，乖乖的回家去把食物和水搬下来。当他们再次到地下车库集合后，韩正元说道：“男的全部去1号到5号楼住，女的去10号到15号楼，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关门，否则……行了，男的先走。”韩正元看向女人们，把小区里的女人分为2批，相对年轻漂亮的女人住进了10号楼，冯丽丽则是被韩正元留在了身边，剩下的一批让手下全都解决掉，免得浪费食物和水。这时2名小弟跑了过来，有一幢别墅的门怎么也砸不开。小区的别墅里住着什么人，你知道吗？别墅的主人叫王不凡，把别墅改造的跟个钢铁堡垒似的，而且他还有大量的物资。对了，
还收了6个美女。他把王不凡这些天的所作所为说了一遍，当然只限于他所知道的。在他的描述之中，王不凡也只是武力值有些高，但基本是靠别墅这个乌龟壳来抵御入侵。韩正元不由怦然心动，在我这头狮子面前，什么乌龟壳都给你咬穿了。哥，攻破别墅之后，可以让我杀王不凡吗？你敢下手？那混蛋悬赏要我的命，老娘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行，那家伙就交给你处理。哥，你真好，让我来好好伺候你。这个晚上，整个10栋莫不充斥着女人的尖叫声、哭喊声，而从11栋开始呢，一个个女人被人拿枪逼着，不得不冲进了酸雨之中，然后一个个倒了下来。第二天早上的时候，11栋到15栋的门口处布满了尸骨，被酸雨腐蚀了一个晚上，尸体全部化成白骨。早上，韩正元让手下把小区里所有男人都召集起来，在车库集合，然后给了他们一个任务，把这里所有车的油箱拆下来。哥，你这是要干什么？那小子的乌龟壳不是很硬吗？我倒想看看能不能扛得住爆炸的威力。另一边的王不凡也得知了韩正元一行人昨晚现身，正因如此，他昨天才未去找冯丽丽和赵继武。韩正元等人的凶残行径令他反感，他们将男女划分，残忍杀害1000多妇孺，把人赶进酸雨，任其被腐蚀成白骨。况且韩正元持枪，其团队人多且都有武器，王不凡为了安全决定逐个击破。行动前，他来到地下室，7个实验品状态不同，孙代等7人中已死4人，死因都是身体构造变异，24小时后身体恢复，变形部位就会爆开。不过只要还有一口气，用异空间做手术治疗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他收走4具尸体，留下3个活人继续实验。接着调出监控，就看到韩正元一行人把11个油箱搬进地下室通道，沿途倾倒汽油，准备远程引爆。韩正元扔出烟头，瞬间汽油被点燃，如同一条火龙似的，向着那11只油箱的方向就烧了过去。全球极热末日，电力与网络瘫痪，社会秩序荡然无存。我凭借空间异能囤货，和6女住别墅，遭各方势力觊觎。此时，韩正元带领越狱犯人闯入小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将男女分开居住，还残忍杀害众多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小孩。小区顿时成了人间炼狱。韩正元引爆汽油后拔腿就跑，这时王不凡手里拿着灭火器从地下室的门口冲了进来，白色泡沫喷出中，燃烧的汽油立刻就被熄灭了。还没有等韩正元下达命令，只见王不凡挥动着双手，咻咻咻，一只油箱就砸了过来，哐哐哐，油箱砸到地上，汽油也跟着乱洒。他微微一笑，掏枪就射，这立刻引燃了洒在地上，然后砰一声巨响，油箱炸了，而这引发了连锁反应，砰砰砰，油箱一个接着一个引爆，在车库中引发了大爆炸。一时之间，热浪滚涌，让人火辣辣的生疼。王不凡却完全不受影响，他把空间之门贴着通道开启，冲击波袭来，自然被吸收进入异空间，无法对他造成一丝威胁。王不凡，哪位？我是韩正元，我们谈谈。行啊，谈谈。你跟着我，我让你当2把手，怎么样？或者我们较量一下，你要是赢了我，你就是老大。好，你来我这里，我和你1对1。单挑的地点当然得由我来定，总不能什么便宜都让你占了吧？好啊，你决定地点，我决定时间，今天晚上我来找你。王不凡，我可是很有诚意的。现在这世道乱了，有实力的人可以获得一切，你一个人能够压着我们这么多人，我可是非常欣赏你。呵呵，我也很欣赏你，不过我更欣赏你的脑袋。我用10箱水、10斤水果、10斤肉、100斤大米悬赏韩正元的人头，谁要是可以拿来，奖励立刻奉上。韩正元的脸一下子就沉了下去，这是明显要用利益让自己的队伍从内部瓦解。别的不说，队伍里的2把手跑龙妖就对自己的位置虎视眈眈，如果没有利益冲突还好，武辉也不会和他翻脸。可如果是10箱水还有一堆其他物资呢？韩正元真想骂娘。王不凡明明只说了一句话，却在他们的队伍中制造了一道不可修复的裂隙，这是赤裸裸的阳谋。王不凡，你特么想玩，老子玩死你！算了，不陪你们浪费口水了，我要回去吃饭了。哦，还有6个美女正等着我去宠幸，各位失陪了。这时韩正元的2把手跑龙妖的嘴角不禁勾起了一抹冷笑。韩正元指挥失策，这自然会极大的打击他的形象和威望，那么他想要夺权的难度自然就大降了。一旦确定了王不凡悬赏的含金量，他就可以暗中联合其他人，把韩正元推下大哥的宝座。韩正元等人回到了10号楼，就因为对付王不凡，结果现在却面临着内乱的危险。老大，我们现在怎么办？他杀了我们3个兄弟，耗子、3炮也快不行了，难道就这么算了？当然不会算了，那王不凡也只是一个人而已。那家伙把别墅改造的火烧不清，暴力不坏，那么我们找到他家的排气口，往里面灌烟，我不信他还能在里面待得住。跑龙妖，你带几个兄弟去找出别墅的通风口，然后拿根管子接上去，给他通通气。跑龙妖一愣，通风口肯定在室外，白天要顶着高温甚至杀死人的射线，晚上还有酸雨，哪不是一样危险无比？韩正元脸上带着笑容，心中则是冷笑，看来他需要换一个2当家了。
去找这个小区的人，让他们干好了。行，我这就去办。跑龙妖带着兄弟开始生火灌烟，本以为能让王不凡投降，可等了10几分钟，他别墅的门没开，却看到他和6个女人在别墅3楼阳台悠闲的摆碗准备吃饭，一点都不像是被烟困扰的样子，这让韩正元等人十分震惊。王不凡走到了窗边，手里还是拿着一杯可乐，喝了一口，他把窗打开一丝缝，然后道：没想到啊，你们还挺团结的，现在还没有把韩正元崩了。我这里那么多吃的喝的，看来只能我自己享受了。跑龙妖明显露出了异动之色，把韩正元弄死，他就可以上位当老大，而且还可以用韩正元的尸体换取好处，可说是一举两得。他不由把手摸向了枪。就在这时，一声枪响，韩正元冷冷地看着跑龙妖，而跑龙妖则是瞳孔迅速涣散，他的额头上赫然有一个血窟窿。非要找死！边上几个小弟都是噤若寒蝉，他们哪会想到老大和老二会突然窝里斗？这时他们可不敢有一丝丝的反抗之心。韩正元虽然解决了跑龙妖，脸上一副从容的模样，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可内心之中却是郁闷的一笔。一个小区中的普通业主，居然把别墅改造得这么坚固，甚至还有枪，这特么不是在开玩笑吗？他一挥手让手下撤退。此时的王不凡在心中也有了灭掉韩正元一行人的计划。凌晨1点多，王不凡出动，他通过瞬移来到8号别墅车库，借助夜视仪，悄无声息地解决了10号楼楼梯口的2个少尉，并收走尸体。进入楼内，他逐层搜索，直至爬上32层，终于找到了韩正元和冯丽丽。他打开了强光手电，照在韩正元的脸上。谁？王不凡，王不凡，你还真是胆大包天，居然敢摸到这里来，你不怕死吗？你弄得死我吗？枪在我手里，你除了求饶又能做什么？你确定这把枪可以用吗？枪响了，但是看着枪管子里喷出来的彩弹，韩正元脸上充满了见鬼般的表情。你什么时候把我的枪调包的？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王不凡微微一笑，手对着韩正元一指，空间之门直接对他脸上咻咻咻，4支箭凭空射出，分别射在他的4肢上，鲜血飞溅之中，韩正元也发出了惨叫。不要杀我，求你不要杀我！王不凡送出一颗子弹，冯丽丽顿时眉心中了一弹，仰头就倒。末世第16天，小区众人得知韩正元等人已死，又惊又喜，大家好奇是谁杀死了这帮歹徒。这时有个叫吴墨风的谎称自己是杀死韩正元等人的白眉大侠，还提出拿韩正元的尸体去王不凡那领赏。他看到小区业主抬着韩正元的尸体来要奖赏，通过监控与他们对话。人是你杀的？当然。韩正元是被4根箭射穿了4肢，你会射箭？我当然会了。行，你把弓箭拿来，对着尸体再来上几箭，我就给你对奖。王不凡，你是不是想要赖账？箭我用完了，弓箭也被扔了，复现不了。这做人啊，一定要有最基本的良心，不能被狗吃了。你们过来冒领奖励，岂不是对真正的英雄的伤害？别忘了，你们昨天还被关着，特么的，一群男人不知道反抗，一群女人则是沦为鸡，现在被解救了，也不感谢一下人家，就跑过来冒领不属于你们的东西，真特么不是东西。吴墨风没能拿到奖赏，心怀不轨的他拉上一票男人商量后，回来宣布让所有女人仍住在10号楼且不许关门，美其名曰资源共享，实际上是想满足自己的私欲，又让其他人出去寻找资源。小区再次陷入混乱。王不凡为了满足八卦，昨天在10号洞行动的时候，也在许多房间放下了窃听器，在无聊的时候听一听。突然他露出讶然之色，吴墨风居然死了。他没有韩正元和孙代的很近，跟着他也不会得到物资，手下的人根本没有理由再听从他的话，被4个人勒死了。可这4人却也没有当上老大，男人们4分5裂，又变成了8个势力。王不凡坐在阳台上看着外面，被了关太久，就会想要出去浪一浪。正考虑今晚要不要出去时，手机传来了报警声。他打开手机看了下，只见地下室的门口站着一个男人，一副鬼鬼祟祟的模样。谁？干什么？我叫黄宪，有重要的消息。说详细一点，我没时间浪费在你的身上。我以前是政府工程的承包商，负责修建了一处地下庇护所。听到庇护所的消息，王不凡打开了门。全球极热末日，小区沦为人间炼狱，而我凭借空间异能囤货和6女住在别墅。我用悬赏引发韩正元队伍内乱，并成功将其和冯丽丽杀死后，小区又分成8个势力。此时有人传来了庇护所的消息。王不凡用手机遥控打开了门，让黄宪进去。他打开冰箱，取出一罐可乐，却没有丢给黄宪，而是放在了茶几上。黄宪连连吞咽着口水，却不敢硬抢。先说庇护所的事情。政府在5年前就立项，悄悄地开始修建地下庇护所，是为了万一爆发 S3 战争准备的。所以庇护所建在地下60米处，可以有效地防止核爆。详细描述一下。黄宪咂着嘴，目光盯着那罐冰镇可乐。王不凡笑了笑，把可乐推了过去。黄宪这才敢拿起，连忙打开，咕嘟咕嘟的狂饮起来，彻底解渴后介绍起了庇护所的情况。庇护所最高的容纳人数为1000人，而休闲区则还包括网球场、游泳池等。养殖区里有鸡牛羊猪等，粪便会用来给种植园的植物施肥，而这些植物又能给养殖区的家畜家禽提供一部分的草料。
里面当然有发电机，还有足够维持整个庇护所运行半年的能源，再加上其他的物资储备。如果只是住进去10几20人，食物和净水是完全可以支撑几十年的。设计这座庇护所的时候，也压根没想让人一直生活在那里面。正常来说，哪怕发生了核爆，那半年时间也足够散发掉绝大部分的核辐射。现代化设备自然正常使用，让庇护所内的人离开，重建家园。这个庇护所原本是打算在5月9号交付的，结果天灾突然就来了，现在庇护所肯定空无一人。我们只要去了，那庇护所就是我们的了。这个庇护所又不是只有你知道，说不定现在已经被人占了。不可能，我是这个项目的承包商，既然工程还没有正式交付，那进入庇护所的权限就还在我的手里。不瞒你说，去庇护所要乘坐电梯，而要进电梯就先要打开门，而打开门的钥匙在我手里。你答应我的条件，我就带你过去。你有什么条件？第一，我需要在庇护所拥有一套房子，而且是甲级的。第二，我还要女人，美女，你得负责给我弄一个。我不会打你现在身边几个女人的主意，但你必须至少给我弄一个。还有，以后如果有投奔庇护所的女人，我们得共享。我给你一个选择，你告诉我庇护所的位置，我确认的真实存在之后，你把钥匙给我，我给一定数量的物资。不行，那就算了，请吧。王不凡，你再考虑一下，那可是庇护所啊。想通了就过来跟我谈谈，否则你就在这里热死饿死渴死吧。黄宪被推出了门，兀自一脸的不可思议。但庇护所对于王不凡来说，也就是消除了潜在的一丢丢风险而已。再多一点娱乐项目，更何况他搬空了2级的冰山，极热末日有了冰块就能够解决大部分问题了。既然黄宪想跟他好，那就耗着。一夜过去，末世第18天，当太阳快要升起时，只见一辆学校的巴士猛地冲进了小区，踩着油门向着地下车库的入口撞了过去。啪！因为车库限高，巴士车可开不进去，径直撞了上去。因为强大的冲击力，车头都是卡进车库一节。车上的人连忙从车头撞坏的玻璃窗爬了出去，一一进入了车库。王不凡迷迷糊糊醒来，看见隔壁阳台上居然出现了人。隔壁不止一个人，还有2个老外，一男一女，男的40来岁的样子，因为赤着上身，可以看到胸前、手臂上全是毛，还有一个洋妞30岁不到些，一头金发呈波浪状，长相是标准的欧美范。其他人都是中国人，2个女的，3个男的。王不凡因为隔了2道窗，而且王不凡这边的窗隔音超好，他其实听不到对方的叫声，而是只能看到表情和嘴巴的张动。你是王不凡？傅林，哈哈，真是你！真没想到我们居然会在这样的场合下相见。傅林，他是谁？他叫王不凡，是我高中同学，这是我老婆，叫徐玉。我们都是利物浦外国语中学的老师。对了，这是我大姨子，也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叫徐倩。这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也是高家的2公子高世海、高少，高氏集团的那个高家。那个王不凡，你有没有吃的？给我们吃点呗，我们都一夜没有吃喝了。你们是从学校过来的？天灾开始后，我们就待在学校的食堂里。虽然高少联系了家里，高总派出一队人来学校接我们，但路上太难走了，一直没有等到救援。昨天学校里突然来了一伙歹徒，居然还有枪要冲进食堂来。我们趁着半夜逃了出去，还抢到了一把枪，结果开到这附近，太阳就要升起来了，我们只好拐进来避一下阳光。王不凡，你给我们弄点吃的喝的，放心，我们会用高价收的。王不凡看着傅林想起读书的时候，他的眼里就只有权贵。王不凡这种普通人家的小孩当然是被他直接忽略。而大学毕业后，他也极力舔跪徐玉，不但成功娶到了她，还通过徐倩的关系进学校当了老师。因为是私立学校，他的月收入达到了2万多，虽然比老婆3万多的月收少了一些，但一家月入5万，放在国内可是相当好了。他在校友群里唯一会干的事情就是炫富，哪怕末世降临，他也在继续舔着老婆、大姨子，还有高世海这个富二代，希望可以借助他们的人脉关系，让自己重新过上好日子。老同学，你既然知道末世来了，而且2次遭到袭击，你还不明白吗？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一团糟，你眼中曾经的权贵已经跌落进泥淖之中，钱有个屁用！王不凡，别说这些，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你现在给我们食物和水，以后高少的人过来接我们，我们可以将你一起带上。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高少，我们现在毕竟没吃的喝的，算是有求于人，而且以高家的财大气粗，哪怕多养一个人都没有关系。关键是不能让你在这时渴着饿着，不是吗？行吧，只要这几天把我伺候好了，我就带他回家里。王不凡，正因为现在这时局太乱，我们才需要抱紧大腿啊！你在这里只能苟且一时，只有去了高家，你才能一直活下去，直到国家派来救援。食物和水我还真有，不过我只对美女有兴趣。你别给脸不要脸，快去拿吃的喝的来，我又饿又渴。老同学，高少都发怒了，你赶紧去拿食物和水来，并给高少赔个不是。
得跪下来，我可不习惯跟人平视说话。我欢迎美女和我做交易，玩一次给1块面包和1瓶水。你特么的！高诗海歇斯底里的叫着，跟个疯子似的。傅林在旁边则是尴尬死了。他认出王不凡后，本以为可以在高诗海和自己老婆面前露脸，只要能够从王不凡手里要到吃的喝的，他当然脸上有光。可王不凡不卖他面子，高诗海更是将他当成了狗，他当然脸上火辣辣的生疼。他不敢恨高诗海他们，而是暗骂他不识抬举，让他丢脸下不了台。不凡，吃饭了。你是于初桐，嫂子。你是高家老二。没错，我是高诗海嫂子，你怎么会和他在一起？末世前于家的实力可不弱于高家，甚至还要稍强一些。两家结成了联姻后，于初桐便是下嫁给他的哥哥高凌天。虽然两人只是订婚还没有结婚，但高诗海也得管于初桐叫嫂子。可现在于初桐居然出现在一个男人的屋子里，高诗海立刻目露凶光。全球极热末日，小区已然沦为人间炼狱。拥有空间异能的我，凭借囤积的物资，与6女一同住在别墅中。听到黄线带来庇护所的消息，心中升起一个新的计划。这时傅林的出现又让局面变得复杂起来。高诗海看着于初桐，虽然知道哥哥和于初桐是因为家族利益而联姻，不用去谈什么感情，私底下更可以各玩各的，但已经被他发现了，就像是在打高家的脸。你特么敢给我们高家戴绿帽子！我和你哥哥并没有结婚，你别叫我嫂子。而且现在发生了天灾，曾经的婚约自然作废，从此各过各的。嫂子，你和我哥的婚姻可是由我们两家共同宣布的，别说海都市了，就是放眼全国，也有不少人知道你现在悔婚，这不是在打我们高家的脸？你不下来吃饭吗？帮我拿上来。柳晴他们要是没吃的话，让他们都到楼上来吃。不一会，柳晴他们便带着早饭上来了，7人围坐在桌边，开始吃了起来。早餐十分丰盛，饺子、馄饨、面条、豆浆等等。这看得傅林几人完全惊呆了。他们虽然躲在食堂里，可吃的东西当然一天比一天简单，尤其是断电之后，食物坏得飞快，他们只能啃馒头这种不易坏的食物。已经好几天没有吃到肉了，现在看到这么丰盛的一桌菜，甚至面条、馄饨之类还在冒着热气，让他们不由得咽起口水来。林晚秋等人好奇问起是怎么回事，王不凡便把这些人的身份简单的说了一下。得知傅林还是王不凡的高中同学时，6女不由感慨起这个世界之小。你这个同学是标准的舔狗，舔老婆，舔上司，连学生都舔。读书时我就不喜欢他，因为我不爱做作业，他老是举报我，害我经常被老师批评。家里是不是又要添人了？那3个女人还没有资格住进来，顶多就是玩玩。我们来赌，他们3个谁会第一个来找王不凡怎么样？赌什么？谁猜中了就可以独享王不凡1天。行。柳晴、李小璐都选杨妞会第一个过来，因为杨妞开放嘛。林晚秋、宋清允、程雅选徐倩，他们认为这女人不过30岁就当上一所学校的校长，如果背后没有一个男人挺她，她何德何能可以坐上这个位置？只有于初桐选了徐玉。此时的隔壁高诗海暴跳如雷，向他的保镖赵富国说道：“你给我去隔壁崩了那个混蛋！第一，唯一的子弹花在此人的身上是否值得？第二，你们有没有想过，这小区里的人那么穷凶极恶，为什么没把王不凡打劫了呢？他有那么多的物资，而且一个屋子里居然有6个美女，换了谁能不觊觎？可他还是好端端的，这不诡异吗？”傅林，你这个同学到底是什么人？家境普通，学习成绩也很普通，如果不是命好，生在海都市，他连考上本科都够呛。你们锁好门，我去打听打听，去就回。半个小时都不到，赵伯父就回来了。他把打探到的情况说了出来，众人都仿佛在听故事似的，尤其是傅林，满脸的不敢相信，整个人都呆掉了。整个小区的物资也极度匮乏，所有人都得晚上出去寻找食物，不然就得饿肚子，也喝不到水。唯一拥有大量物资的，只有王不凡一个人。这时一道念头划过徐家姐妹和杨妞的脑海，他们倒是可以从王不凡那里得到食物和水，虽然会有一些代价，但他们不认为那叫卖身，而是各取所需。这时的王不凡吃过了早饭，就打起游戏来，正打得起劲，手机却传来了报警声。他拿起一看，只见地下室门口正站着一个人。他来到地下室，将门打开。王不凡，那个……咦，这里好凉快。有事？王不凡，你是不是不知道高家有多么恐怖？人家可是拥有一个市值达到几百亿的公司，拥有这样一个庞然大物，高家的能量之大，绝对超乎你的想象。然后呢？还什么然后？你赶紧向高少去道歉，他想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不要说我是在欺负你，相反，我是在救你的命啊！你看起来聪明，其实是个蠢货。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居然还想着拍一个富二代的马屁？傅林看着王不凡，心中生恼，顿时恶向胆边生。他既然已经进了屋子，而且面前也只有他一个人，那拿下王不凡后，这别墅岂不是归他所有？他身高178，也经常锻炼，有8块腹肌的，难道还打不赢？啪！傅林突然挨了一巴掌，让他一惊又一怒。老同学，你的眼神不对啊！不要打了，我错了。你想做狗是你的事情，别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愿意当狗。是。
行，你可以滚了。凡哥，你让我留下来，以后我就给你当狗。你让我吃屎，我绝不喝尿。连你老婆都没有资格住进来，更何况你。滚！傅林愤愤不平，回到隔壁，鬼鬼祟祟地把赵国富拉到一边，想跟他合作一起把别墅抢下来。但赵富国冷笑着，心想王不凡在这个小区其实很高调，人人都知道他有大量物资，可结果呢？这里的人都宁可跑出去冒险寻找物资，却不去打王不凡的主意。你以为别人都是傻子吗？赵国富没有再理会他，径自出门。没一会他就回来了，居然还带回了吃的喝的。哪来的？用枪逼小区里的人交出来的。就这么点？我也不能把他们的食物全部抢了，不然他们要是饿死了，还怎么出去找食物呢？不能何责而渔。徐家姐妹、杨妞等都是点头表示同意，可高诗海却还在骂骂咧咧，说小区里的人那么多，死一批就死一批，有什么大不了的？赵国富的眼中闪过一道凶光，但还是忍了下去。他现在还有一线希望，就是高家会派人过来把高诗海接回去，那么他也可以沾点光。否则的话，他干嘛要养着这些废物呢？顶多就是养这3个女人，让他偶尔可以爽爽。吃完，徐家姐妹上了2楼卧室，两人进了卧室，徐玉的肚子又立马叫了起来。刚才傅林将他吃剩下一半，特意留起来等过会再吃的食物给了高诗海，气得他离开了座位。姐，我们会不会饿死？不会。徐倩便在徐玉的耳边说了一句话，徐玉不由惊呼：不行！都这时候了，你还有什么好顾虑？3从4德，这都是什么时代的东西？就现在这条件，哪怕我们还在学校，高家的人都不一定能够找得过来，更何况我们还逃到了这里，又没办法进行联系，高家的人找得到我们吗？现在赵国富还肯跟我们分享食物，但再过2天，他肯定会滋生别的想法。徐玉不由失魂落魄，一时说不出话来。走。徐倩将妹妹拉了起来。徐玉虽然没有说话，但也没有反抗。任姐姐拉着走，两女来到1楼，径直就去了地下室。两女去了地下室，赵国富正在用刀削着一根椅子腿，只有1枚子弹了，他得准备一些其他的武器。不过，当两女的身影消失时，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然后瞥了一下傅林，笑容更盛。徐家姐妹摸黑而行，很快就来到了隔壁的地下室门口。砰砰砰！徐倩用力拍门，过了几秒，铁门打开，徐倩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然后一把拉住还驻足不动的妹妹，两人就一起进了地下室。好凉快，安吉尔。只见杨妞有些尴尬地站在那儿，对着他们笑了笑。几个小时之后，徐玉3人回到了隔壁，从地下室摸上来，又来到了1楼。一上去，傅林就堵住了自己老婆。看到徐玉头发好像洗过，还有衣服也换了，不由恶向的一边生，右手就扬了起来。特么的，徐玉，你居然敢给我戴绿帽子！全球极热末日，黄线带来庇护所消息后，让我心中有了新的计划。正要开始准备时，却没想到遇上了害死我父母的罪魁祸首。傅林想给徐玉一巴掌，没想到徐玉却先甩了他一记耳光。这时徐倩走了过来，说道：从现在开始，我妹妹和你各走各的，从此再没有关系。你不是好奇吗？我不妨实话告诉你，刚才我们3个都去找了王不凡。傅林都听得呆掉了，他确实是个马屁精，为了上进，他完全不要脸面，对谁都能舔，但再怎么没骨气的人，内心中总有那么一片逆鳞是不能触碰的。他伸手就向着老婆掐了过去，见妹妹被掐得满脸通红，徐倩和杨妞连忙上前帮忙，可傅林却出离了愤怒，砰砰连出2拳，将大姨子和杨妞打退，然后重新去掐徐玉的脖子。男老外看到自己老婆被打，他骂了一声放，拎着拳头对傅林就是一拳。傅林冲着男老外一边说，一边指着安吉尔：王不凡 play you woman。男老外叫罗伯特，见杨妞不敢回答，拎着拳头就要向老婆打过去。可他突然只觉胸口一痛，低头看，只见一节锋利的木棍竟是透体而出，然后木棍又被拔了出来。赵国富毫不留情的又是一棍子捅了出去，将傅林的太阳穴刺了个对穿。傅林根本没有一点反应，瞳孔便已经开始涣散。高诗海吓得跳脚，徐玉3女也不由得搂成一团，瑟瑟发抖。放心，我不会杀你们。下次去王不凡那的时候，把刚刚发生的事情向他说一下。赵国富擦干净棍子后，他就把傅林和罗伯特的尸体搬了出去，丢到了门外。晚上一场酸雨落下，尸体就成白骨了。徐玉3女连忙上楼，把门一关，这才心中稍定。高诗海噤若寒蝉，连大气也不敢喘。赵国富处理完尸体，往椅子里一坐，向高诗海道：高少，你家里的人什么时候可以过来？我不知道。这个回答让我不甚满意啊。不瞒你说，刚才杀了2个人后，我突然想通了好多事。你说现在末日都降临了，你高家的权势还会管用吗？不等高诗海回答，他就自己说道：我觉得没啥用了，毕竟受不到保护的财富就如同小孩抱着金砖，随随便便就会被人抢了。你最好祈祷你家里人在3天内找过来，否则我可不想在这样的末世中还养着一个废物。说罢，他就从地下室走了出去。既然王不凡对统治小区没兴趣，他也不再犹豫。这一天，8个势力的头被赵国富一个个杀死，他手里有枪，又足够凶残，自然而然就成了小区新的首领。徐玉3女连忙跑到王不凡家的地下室门口，用力拍个不停。
王不凡正准备吃晚饭，看到徐玉三女一起过来，便去了地下室，将三女放了进来。毕竟这三女对他来说还算新鲜。王不凡，让我们住在这吧，我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你们受什么刺激了？徐倩连忙把之前赵伯父的所作所为说了一遍，也没忘赵伯父嘱咐他们的话。在赵伯父看来，他帮自己保下了徐玉三女，也解决了傅林和老万，自然是卖了一个人情给自己。但王不凡心想，就算赵伯父拿三女威胁他，也没用，玩玩而已的交易对象。住在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你们也放心好了，赵伯父不会动你们，甚至他也会约束手下，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王不凡给了他们一些吃的，便将他们打发了出去。吃了晚饭后，王不凡来到1楼，进入地面车库，打开车库门后，他伸手一按，面前就多了一辆摩托车，又在一空间中改造了一件衣服，中间是隔层，可以置入冰块，那么冰块缓慢融化，自然就能吸走他身上的热量了。王不凡在家里憋了半个多月，也该出去走一走了。他骑上摩托，轰轰，引擎开始咆哮，然后摩托车就冲了出去，车库门在他的身后迅速合上，再将空间之门贴着头顶开启。哪怕车速上来后，酸雨会向着他飘过来，但限于角度，却根本碰不到他。10几分钟后，王不凡就来到了加油站。虽然他零元购了大量能源，但之前是基于只供应别墅的发电机而准备的，而且零元购加油站的难度可要比超市、大卖场大得多。如果他真要去黄线所说的庇护所，那一空间的能源是不够的。他停下摩托车，还没有收油呢，便见加油站附属商店的门打开了，一个男人拎着2把刀走了出来。把车留下，然后滚。作为这里的员工，你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不怕我投诉你吗？你特么在耍我？说你是咋过来的？你不是看到了吗？骑摩托车来的。废话，我当年看到你是骑摩托车过来的。我试问，外面明明下着酸雨，你是咋不让酸雨滴在身上呢？我骑的是摩托车，又不是汽车，怎么挡酸雨？不妨告诉你，我有特异功能，不怕酸雨。你特么在骗我！然后他瞬间凭空消失。王不凡摇摇头，来到加油站的储油区域，直接将油罐收走。92、95、98号汽车各半罐多，柴油则是1罐，应该是灾变前刚刚加满。王不凡把壮汉的尸体丢进储油区，然后进了商店。进去之后，他就发现里面还有一个女人，双手双脚都被绑着，长相还行，勉强够到70分，身材也一般般，不但有些下垂，而且小腹上还有赘肉，显然缺乏身材管理。只是这女人看着有些眼熟。王不凡随手从货架上拿起一把剪刀走过去，正当他吓得脸都白了的时候，王不凡用剪刀一剪，女人的束缚就被他剪断了。他重新将目光放到女人身上，倒不是对她感兴趣，就是感觉有些眼熟。那人呢？刚才出去的那人呢？那人已经死了。死了？好吧，我太倒霉了。天灾发生的时候刚好来这里加油，结果就被困在这里。刚开始还好，大家还很客气，可过了几天就……你是葛琦？你怎么知道我名字？我叫王不凡，王建国的儿子。王不凡，王建国。1年半前，江淮大盗。你是王建国的儿子？1年半前，他父母因为交通事故双双离世，而制造这起车祸的便是面前这个女人。只是1年前这女人打扮时髦，脸上一副高傲的表情，跟现在这邋遢模样可完全不同。所以王不凡一开始只是觉得对方脸熟，却没能认得出来。但王不凡深深地记得这女人满脸不在乎的表情，似乎撞死2个人也没什么，毫无忏悔之意。而在面对王不凡的指责时，他都没说一句对不起，只是让保险公司跟王不凡谈。葛琦当时只是闯了红灯，才酿成了意外，最终以对方赔钱了事，而且基本走的还是保险，他几乎都没有自掏腰包。王不凡万万没想到，这世界太小了，他居然遇见了杀父杀母的仇人。葛琦不由得瑟瑟发抖。对不起，真是对不起，我可以补偿你。原谅你是我爸妈的事情，我要做的就是送你去见我爸妈。不要，我跟你说实话，那天开车的不是我，我只是替人顶包的。呵呵，为了活命，你还真是信口雌黄。真的，那人叫吴泽涛，他喝了酒，我没有，所以发生事故后，他第一时间就跑了，我真的是为他顶包的。他是你老公？不是，他是我上司。出事那天，吴泽涛喝了不少酒，而当时我正在给他变魔术，结果就出事了。事发之后，吴泽涛就让我顶包，因为车是我的，他威胁我，如果我不给他顶包的话，我们2人的关系就会曝光，我不但会丢了工作，而且老公也会跟我离婚，我是被逼的，实在没办法。吴泽涛住在哪？九龙花园8栋808。说罢，王不凡一枪打死了葛琦。王不凡深深地吸了口气，只觉念头都通达了血脉。父母的亡故于他来说一直是宠爱，可现在葛琦却说，那可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而是酒驾，甚至是一对男女在车上变魔术造成的，让他的遗憾对于父母的思念全部化为愤怒和杀意。他毫不犹豫地骑上摩托车，引擎发动，发出巨大的声音，也正如他此时的心情一样，在咆哮着，摩托车窜了出去，犹若一道闪电在漆黑的城市中穿梭着。全球极热末日，就在准备去庇护所的计划时，
我从葛七口中得知害死我父母的真凶，我心中复仇的火焰越烧越旺，只想着能快点找到小丽这个仇人，必须让他也尝尝自己父母遭遇车祸时的绝望与愤怒。半小时之后，王不凡来到了九龙花园，他早早就把摩托车收了起来。如此一来，悄无声息，他直接从地下车库进入。刚刚进入车库，他就听到了连绵起伏的打呼声。一看车库里睡了好多人，许多人都把床给搬了下来，有的人直接打地铺。王不凡悄然行动，随便选了个人，将右手往对方身上一按，一空间包裹过去，对方就消失了。王不凡进了一个单元门，来到1楼，找了个房间进去，然后他把那人丢了出去，从1米多高的地方摔到地板上，还是让他疼醒了过来。忽然，一道强光就射到了他的脸上，差点让他的眼睛都亮瞎了。我问你答，明白没有？我们不是已经达成了停火协议了？你们居然还半夜偷袭，这是又想开战吗？王不凡一听就知道这个小区也陷入了争权夺利的乱斗之中，他懒得废话，直接送他一发子弹。我问你答，明白没有？明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郑俊。你们小区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小区现在分成2派，一派以曹飞扬为首，另一派就是以我们吴泽涛吴老大为首。前些时日我们两边为了女人和食物打得不可开交，现在达成了停火协议，各分一半区域，绝不会进入另一边的地盘。你们有枪吗？怎么可能？我们要有枪的话，早就把曹飞扬他们打成孙子了。想要吗？去把吴泽涛叫过来，这瓶水就是你的了。郑俊不由得吞咽起了口水，于是他黑灯瞎火地摸了回去，王不凡也跟在后面。老大，刚才有个人把我掳走了，还把我打伤了。你特么是在做梦？王不凡来到了吴泽涛的身边，伸手一按，便原地消失了。最后再送郑俊一颗子弹便离去，来到了一座楼2楼的房间里，然后他把吴泽涛丢了出来。王不凡取出手电筒，调成了散射模式，整个屋子顿时一片通明。吴泽涛自然发现自己不在地下车库，而面前则是站着一个陌生的男人。你是谁？王不凡面无表情，只是一刀捅了过去。王不凡拔刀再捅，连捅了7刀之后，他才悠悠道：只有我问你的份，没有你问我的资格，懂了吗？有话好好说，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认识葛琪吗？认识，他是我的下属。前年11月份，你是不是酒后驾驶撞死了一对夫妇，还让葛琪让你顶包了？没有，绝对没有。啊，我说，确实撞死了2个人，因为当时我喝了酒，撞死人是要入刑的，只好让葛琪帮我顶包。我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说出被你撞死的2个人叫什么，我就不杀你。吴泽涛完全不记得2名受害的名字，于是王不凡对着吴泽涛一刀砍过去。吴泽涛伸手一触，王不凡一个眼神便将吴泽涛收进了一空间，使他身上的伤不翼而飞了。反反复复折磨了吴泽涛4个小时之后，王不凡才终于把他杀了。1个小时之后，他回到自己别墅，满是疲惫的躺下。他梦到了父母，自己则回到了小时候，享受着父母的疼爱。可一辆车撞过来，却毁掉了这幸福的一家。王不凡猛地惊醒，已是泪流满面。吴泽涛、葛琪都死了，但父母却永远回不来了。王不凡重新躺了下去，再次醒来已经是第2天早上9点半了。王不凡看向隔壁，只见一个男人正站在阳台的窗边，对着他做起了手势。他便走了过去，把窗户打开。王不凡，终于和你说上话了。有事吗？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只是有些话得和你说清楚。请。我把这个小区接手了，现在所有人都归我管。不过，毕竟你是地主，我怎么也得和你通个气，知会一声。行，我知道了。我会约束手下，这3间别墅为禁区，不会踏足一步。王不凡，你很神秘，也很神奇，我不想与你为敌，希望我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和睦相处。我这个人最爱好和平了。那最好了，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来找我。赵国富笑道，便把窗户关上，转身离去。王不凡得意一笑，这时手机却突然传出了报警声。他拿起来一看，在地下室门口站着的正是黄宪。他来到地下室，把黄宪放了进来。王不凡，我可以不要庇护所的房间，不过你这套别墅得留给我，而且物资也要全部留下来。你先把庇护所的位置告诉我，我得去确认真伪，然后在我决定搬过去的时候，你把钥匙给我，我把别墅给你。行，我把位置告诉你。黄宪觉得他没有钥匙根本进不了庇护所，但他却不知道王不凡能够瞬移，足以穿过5米厚的墙。只要知道庇护所的位置，进去并不难。知道了庇护所，黄宪就被王不凡赶出了别墅。王不凡回到阳台上沉思，之前他就想有一种探查能力，而昨天晚上在找吴泽涛的时候，这种需求就更加迫切了。接下来他要去庇护所，如果能够拥有探查能力的话，无疑会更加安全，也可以节省许多功夫。想了好久之后，他有了一个方法，如果可以把异空间中的一部分投放出来，那么在这个区域之中，他就可以做到无所不查。王不凡先在异空间中切出一块1000立方的空间，然后再切3块等量大小，再投放到指定区域。他把这个区域投放在隔壁，这个异空间区域在短短0.01秒内就消失不见，重新回到了异空间中。但是这点时间终于让王不凡得以捕捉。王不凡不但清楚地看到了杨妞的一切细节，
不只是透视衣服，甚至是身体内部都能看到。到晚上吃饭，王不凡看了眼六女，笑道：“跟你们玩个游戏，你们都去取一样东西，用布包起来了，看我能不能猜出里面藏的是什么。”猜对了怎么样？猜错了又怎么样？要是猜错的话，你得陪我睡一个晚上。行。六女各回各屋去做准备了。几分钟后，他们再次来到阳台。王不凡看到他们手中的东西，一个个的指：玻璃杯、钥匙扣、手机。宋青允六女的嘴都变成了 O 型，双眼中也充满了不可思议。怎么做到的？快说，快说！秘密，这是秘密。王不凡与六女玩了一会后，让六女回了他们的房间，然后锁门，来到了地面车库。从昨天开始，王不凡就发现酸雨小了许多。一旦雨完全停下，那所有人都可以出来了。趁酸雨还在下，王不凡决定去地府看一下。他取出摩托车，随着隐形的咆哮声传出，他也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飞逝。1个多小时后，王不凡下了高架，来到一个极大的公园门口。王不凡看到这个公园还处于封闭状态，挂着的牌子是内部正在搞污，暂不对外开放。全球极热末日时，我在筹备前往庇护所时，从葛七口中得知父母死于吴泽涛酒后驾车肇事逃逸。我利用异空间能力捕击吴泽涛，又利用新能力探查庇护所，而没想到黄线的算计以及酸雨停滞后，末世即将迎来新的局面。王不凡收起摩托车，进入电梯，在地下车库的显示屏上输入黄线给的密码后，电梯越过负1楼，直达不存在于按键上的负2楼。走出电梯，小房间的门锁住了通往庇护所的路。他用空间雷达扫描，瞬移到墙后，眼前出现巨大空间，节能灯照亮区域，这里竟是一片地下别墅区。我开个1000人后宫团，呵呵，开玩笑。我的体能哪怕是人类的巅峰，但毕竟也不是铁妖金肾，1000个真太多了。不过有了这么一个庇护所，我是不是可以考虑生一堆孩子了？王不凡又去了第2层，这里是休闲区，一个巨大的游泳池就映入眼帘，一望碧水，看的人就心里舒服。另外还有网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也有若干张健身跑道、健身器材，还有一个小型的电影院。他继续去第3层，这里养着大量的家畜家禽，但并不臭，因为每个区域都用玻璃罩隔开着，还有空气净化系统。第4层是种植园，少量的果树，一大片金色麦田，还是立体式的，一共有9层，充分利用了空间。另外就是蔬菜地了。第5层是整个庇护所最重要的地方，人工智能的机房就在此处，储备的能源也在这里，所以这既是整个庇护所的大脑，也是心脏。王不凡要做的就是获取人工智能的控制权。10分钟后，他录入指纹、密码、声音和面部。欢迎您的到来，主人。王不凡面露高兴走出电梯，来到那扇锁着的大门之前。开启。是，主人。过了几分钟，王不凡出现在公园中，他取出摩托车，引擎发动，他把空间之门开在头顶，吸收着稀稀落落的酸雨，如闪电般奔驰在城市之中。一路经过时，发现有许多人在各个商店里搜找物资。酸雨小了，更多人赶跑出来寻找物资了，也预示着一场场战斗将不可避免。到家后便关上门，躺床上睡了起来。一夜过去，末世第21天，黄线就来敲门了。王不凡将他放了进来。怎么样？你昨天去找庇护所了吗？现在出去一趟，又不是以前去逛街，需要做太多的准备了，怎么可能说走就走？我真没有骗你，庇护所真有大量物资，你用这幢别墅跟我换，其实是大赚。我还没有证实庇护所的真伪，万一你骗我呢？王不凡把黄线请了出去。黄线虽然不悦，但哪能匹敌王不凡的力气，自然只有被扫地出门的份。这时王不凡心想黄线对他隐瞒电梯密码的事，他当然也不会对黄线坦诚。心想今天晚上如果酸雨停了，我倒是挺期待你去找庇护所的。到时候发现自己的钥匙不管用，脸上又是怎样的表情呢？晚上他来到3楼的阳台，看着最后一缕阳光消失，当黑夜笼罩整个城市时，他不由一愣。没有雨声，夜风十分炎热，却诡异的没有雨点落下。酸雨一停，意味着晚上人们就敢肆无忌惮的出去。不过夜晚的气温升高了，宋青允、程牙、李小璐认为事态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于初桐、林晚秋、柳晴则持反对意见，认为人们可以出门后反倒会加剧杀戮，因为强大的势力现在可以肆无忌惮的出来作恶。你们还忘了一件事，不管是高温也好，酸雨也好，已经把整个生态圈破坏的支离破碎，现在的医疗条件也近乎归零了。不过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们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吃饭。当美味佳肴摆上来时，六女也就忘了刚才的烦恼，开开心心的吃了起来。隔壁徐玉3女看得直流口水，但看得越多越饿，她们只好回到房间赶紧睡觉。今天晚上好热，前天晚上开始就热了，只是今天更热。如果可以住在王不凡那就好了。臭男人，完了我们还不让我们睡在那里。这一夜雨停了，半夜时分，一个叫金月泽的带着一群人进入了启东城。老大，从测量的痕迹来看，学校那帮人最后是进了这个小区。抓些人问问情况。没多久，他们就抓来了2个人。大哥们，不要杀我，我跟你们混。你们知道一个叫赵国富的人吗？末世第22天，王不凡被强制惊醒，
他爬了起来，来到阳台，但是灭看不到，只能听到密集的枪声四起。见隔壁3楼的阳台上，徐玉3女都是望眼欲穿。看到王不凡的身影在玻璃后出现时，他们立刻激动的手舞足蹈，然后嘴里说着，手中则是比划着，激动无比。怎么了？你没有听到半夜的枪声还有惨叫声吗？求求你，让我们住到你那里去，无论你要对我们怎么样，我们都答应你。不用担心，要是有坏人来了，我会处理。王不凡铁石心肠，索性把窗关上。没过多久，他就听到了3女的尖叫声。他动用空间雷达，覆盖了整个隔壁。有2个男人闯进了别墅，每个人手里都有枪。在那0.01秒的时间内，只见这2人脸上都带着淫笑，而徐玉3女则是尽可能的往阳台的角落里死。他开启空间之门，因为已经将隔壁的情况掌握得清清楚楚，2颗子弹射出，分别射向那2个男人。噗噗噗，2道鲜血溅闪，一个男人的后脑勺直接被打爆，另一个男人则是手腕中枪，啪的一声，枪就掉到了地上。王不凡一个瞬移来到隔壁，然后走了过去。他走过去，先把枪收了，然后再把没死的那男人拎了起来。你们把另一具尸体处理一下，我要审一下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王不凡就提着人走了，来到自己别墅，开门进去，走正常流程。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严烨。你们老大叫什么？为什么要来这里？我们老大叫金月泽，他要找一个叫赵国富的人。之前是不是你们攻入一个外国语学校，逼得赵国富他们逃跑的？那你们找到赵国富了吗？没有。在王不凡的逼问下，他一五一十说得清楚。昨天他们开始寻找赵国富，但很快就把其他人惊醒，于是就爆发了战斗。他们杀了好几个人，把小区里的人都镇压住，但赵国富却趁这个机会逃走了。于是他们都是2人一组，在到处寻找赵国富。所以他们2个找到了隔壁别墅，没找到赵国富，却发现了3个美女。本来打算爽一下的话，结果还没有怎么样就一死一伤。这时金月泽带着手下来到了地下车库，金月泽手下试图撬开锁破门，却立刻发现不行。老大，这家伙的门墙都是改装过的，得用大型切割设备才能破开。去敲门。王不凡当然通过监控看到，他把通道中的灯打开，然后通过扩音器道：“让老金过来。”你不敢出来吗？你特意下来找我，想说什么？赵国富在不在你这里？你跟他有仇吗？你把他交给我，小区里的女人随便你挑，甚至我会给你2把枪。既然你已经打探过我的情况，难道不知道我不缺女人吗？我不妨告诉你，赵国富是我一定要杀的人。你如果要包庇他的话，你也会一起死。你别墅里物资再多，又能够坚持多久？你在威胁我？我劝你立刻把赵国富交给我，不然你就给他陪葬吧。王不凡笑了笑，心想：赵国富啊，赵国富，你可是欠了我一个天大的人情。空间之门打开，子弹扫射，噗噗噗噗，立刻一个个人身上血花溅起，有的还能发出惨叫，有的则是直接断气，死伤一片。王不凡直接一梭子子弹在金月泽里无一生还。王不凡回到别墅之内，打开阳台的窗，用喇叭道：“老赵，没死的话出来收尸。”全球极热末日，我通过密码和空间雷达进入地下庇护所，并掌控了人工智能。忽然觉得自己握住了末日里的半张底牌，正当准备搬去庇护所时，却陷入与赵伯父有关的势力暗中。1个小时之后，只见赵伯父出现地下室门口。赵伯父之前对于王不凡强大的认知都来自于猜测，他认定王不凡就是杀死韩正元一行人的白眉大侠。如今王不凡帮他把金月泽一伙人全部宰了，赵伯父认为是王不凡帮了自己，对王不凡更加敬畏。金月泽非要杀你，你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难道你玩了他老婆？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跟着一伙人称兄道弟，金月泽就是这伙人的头。一开始只是收些保护费什么的，但后来他竟计划抢银行，我没有参与，甚至还去报了警。结果金月泽他们行动当天就被一锅端了，金月泽还因此坐了10几年的牢。出狱后他就想办法找到我，说不会就这么算的。我这个人读的书虽然不多，但是非好歹还是分得清的。我欠你一条命，你有需要的时候，我随时可以把命交给你。说罢，他转身离去。王不凡自然不会放在心上，他本来就没有想要救赵国富，只是金月泽他们非要自己找死，当然也不求赵国富会如何回报自己，转个身就把这件事丢到了脑后，准备尽快搬到庇护所去。晚上，王不凡7人正在阳台上享用晚餐，气温又比昨天高了一些。突然数道强光出现在小区门口，王不凡看到一辆辆摩托车驶进了小区，引擎的咆哮声震天动地。另一边，这伙摩托车手很快就找到了赵国富，其中一人说道：“把高少交出来。”高家的人怎么称呼？罗平。我是赵国富，高石海确实在我这里，不过你们想要将他带走的话，得付出一些代价。你说？我需要大量的食物和水。没问题，不过我得先确认高少是否安全。赵国富就打了一个响指，没一会，高石海就被推了出来。罗平看向赵国富：“你要多少食物和水？2000斤大米或等量的食物，1000升饮用水。”你稍等。罗平走了出去，竟取出了一支卫星电话，
然后就开始打电话。几分钟后，他就笑着走了回来。半个小时还不到，外面就响起了摩托车的轰鸣声。再过一会，几辆摩托车就开了起来，每一辆上面都放着袋子、箱子之类。当这些人把袋子、箱子拿下来，一打开后，一袋袋大米、一箱箱水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放人吧，刀少，谢了。全部杀掉。顿时，那些摩托车手同时掏出枪，对着赵伯父众人就开始抡。砰砰砰，枪声沸腾。赵伯父指着腰间，伸手摸过去，再抬起一看，手上赫然全是鲜血。只是10几秒钟而已，赵伯父一边就死了几十个人。罗平一定要把赵国父给我拿下！这混蛋居然如此对我，我要让他尝尽折磨后再弄死他。不只是赵国父，还有一个混蛋王不凡。赵国父，我家二少要和你谈谈，还不滚出来！罗平向着赵伯父藏身的柱子走了过去，柱子后面空空荡荡的，早就没了赵伯父的影子。一滴滴血往前延伸，5名摩托车手就立刻顺着血迹追了出去。几分钟后，这群人就来到了18号别墅前面。高诗海灵机一动，指着18号别墅道：“这里面有3个女人，都跟王不凡有一腿，把他们拿下，用他们来威胁王不凡。”这伙人进了18号别墅，在3楼逮到了徐玉3女。罗平把窗打开，向着隔壁喊道：“王不凡是吧？你的女人在我手里，不现身说个话吗？他们只是我玩玩的对象，你觉得可以用他们来威胁我？你们给我骂王不凡这个混蛋，谁要是让我不满意了，我就崩了他；而谁要是让我高兴，我就把谁带回高家。那王不凡不是东西，玩了我们，还把我们丢在这，不管不问，我们当然选择跟着高少了。好，你们2个过来跪好了。还有你。I am Wang Bufan's woman. Even if I die, I will not do such disgusting things for you. 哦，你们给我剥光他的衣服，按住手脚。就在这时，小区某个角落响起了枪声，让众人都是一愣，然后枪没一会又归于寂静。罗平瞳孔猛地涣散，一颗子弹竟从后方射出，直接射穿了他的脑袋，身体则是滑倒在地，鲜血淌了一地。有人害怕的失去了理智，却什么都没有打中。神秘人的杀戮却没有停止。阳台上，一人接着一人倒了下去。很快，屋里就只剩下高诗海、徐家姐妹、安吉儿。高诗海突然痛哼一声，一发子弹打在他的手腕上，炸出了血花，而他也无法握得住枪，脱手掉到了地上。高诗海只觉全身都是恐惧，他歇斯底里的吼道：“谁是谁？你到底是谁？”呵呵，你刚才不是很横的吗？你王不凡，你一定要原谅我们，我们真是被逼的。好，我原谅你们。你到底是人还是鬼？高诗海歇斯底里的叫道。王不凡笑了笑，可还没有等2秒，他们的脑门上便多了一个血窟窿，仰天而倒。王不凡也赏了高诗海一发子弹，将这个富二代送走，然后搂着洋妞弹性十足、手感细腻的小蛮腰，带他往别墅走去。来到1楼时，王不凡习惯性的使用空间雷子探查外面的情况，却意外捕捉到了一个人——赵伯父。他居然没死，不过这人的状态极差，小腹中了1枪，子弹还在体内，流血不止，但他却一手按着伤口，一手握着枪，正埋伏在门外。看到王不凡出来，连忙把手枪丢了出去，以示他对王不凡并无敌意。王不凡想了想，还是把赵伯父拎了起来，又回到了18号别墅。他伸手按在赵伯父的身上，一空间立刻包围过去，赵伯父身上的2颗子弹便被取了出来。此时赵伯父身体中的细胞异常活跃，甚至是不正常，好像在向着某种古怪的方向演化。突然，罗平内部卫星电话响了，王不凡接通了电话，里面传来一个颇有威严的男人声音：“接回我儿子了吗？”不好意思，罗平暂时接不了电话，恐怕以后也不行。你是谁？别伤害我儿子，有什么条件尽管提，我都会满足你。我要刘子云，你可以给我弄来吗？刘子云是国内目前大火的女明星，主演了一部超高收视率的电视剧，本身也是美的冒泡，而且据说还是不靠修图的天然美女，一下子涨粉几千万。老高显然没想到王不凡会提出这么不靠谱的要求，他哼了一声：“我可以给你物资，不管是食物还是清水，你只要开口，我都可以满足你。”行啊，我要1亿吨牛肉。你先让石海跟我说几句话，我得确认他的安全。除非你会鬼语，不然可没办法跟你儿子说得上话了。电话那头突然没了声音，但过了几秒之后，便听老高咬牙切齿地道：“好，你竟敢伤我儿子！不管你是谁，我告诉你，你死定了！”王不凡听到对面摔东西的声音，然后电话就挂掉了。他看看时间，老高即使派人过来，也应该是晚上了。他去看赵伯父的情况，因为赵伯父昏迷不醒，他直接把空间之门开在赵伯父的胃里，把食物送了进去。仅仅半个小时，赵伯父居然就把胃里的食物全部消化完了。时间来到傍晚，赵伯父突然全身开始了剧烈的颤抖。赵伯父睁开了双眼，他猛地坐直起来，手不由自主地摸了摸小腹和腿，但疼痛已经消失了，顿时就露出了震惊之色。
全球极热末日，我靠密码和空间雷达进入地下庇护所，还掌控了人工智能，正打算搬过去，却卷入了和赵国富有关的势力纷争。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居然还有异能者的存在。赵国富睁开了双眼，他猛地坐直起来，手不由自主地摸了摸小腹和腿，伤口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腥肉。好了，他连忙去找吃的，但手放到门把手上，竟把门把手给拧了下来。赵国富一愣，隔壁王不凡吹了声口哨：“老赵，王不凡，又是你救了我。不过我现在是什么情况？为什么力气这么大？还有，我好像好饿。我到底昏迷了多久？”王不凡比出2根指头，2个月，不，2天。我被子弹打中，2天伤就好了。这不是好事吗？现在你力大无穷，生存能力自然大增。我先去找点吃的。赵国富的变化应该是由细胞突变引起的。那么，如果我也把自身的细胞转化成他的样子，是不是可以变得和他一样？下一刻，王不凡就进入异空间，改造开始。他将自身的细胞按照赵国富的模样进行改造。他在异空间中是神一般的存在，所以哪怕人体中有1G的细胞又如何，瞬间就完成了改造。现在的他爆发力在5吨左右，也就是可以轻易抱起一辆小汽车。就不知道24小时后是飞出人还是暴毙呢？过了一会，便见赵国富背着一只极大的袋子飞奔回来。王不凡，这些东西给你。我知道这跟你2次的救命之恩比起来根本微不足道，但也是我的一片心意。突然，引擎的咆哮声传来，赵国富不由看向王不凡。高家的尾巴。昨天老高打电话问我要他的儿子，我说他永远见不到了，好像他挺生气的。来得正好，我正好试试现在的实力。来到室外后，赵国富面临的对手是高家老大高凌天，他身材修长，还戴了一副金丝眼镜，身上则是一套沙滩裤。但别看他既不高大也不魁梧，可他散发的气质便足以让普通人难以呼吸。2人一见面便对拳挥了，一拳拳与赵国富硬冲却丝毫不落下风。2人每次对攻一起都有恐惧的地方，震得人耳膜生疼。有意思，真有意思。像赵国富这样的人居然还有。高家来了好多人，这么打下去的话，最后输的肯定是赵国富。王不凡咻的一下窜了出去，到高家一个个手的身后，空间之力包裹在全身上，被击中的人立刻发生力，战斗还在继续。眼见高凌天想撤退，赵国富就冲了上来，将高凌天给揍了。老赵，需要帮忙吗？需要，我一个人可是不干这么大的队伍。王不凡拿起枪指，高凌天的后背就被砍住人头。别杀我，不要杀我！赵国富一走下去，不，高凌天的脑袋就碎得跟西瓜似的。王不凡用空间雷达一扫，确认了高凌天真得断气了。但为什么高凌天会比赵国富强呢？他将高凌天的尸体拎了起来，丢进异空间，日后慢慢研究。接着走到高家唯一的活口面前，别鬼嚎了，我问你答。你问，你们之前住在哪的？还有，你们那里有多少人？火力情况如何？老高叫高善元，他们之前都住在高家自家经营的酒店，叫皇城酒店，包括高善元、高凌天，他们都把酒店当家，长期住在顶层的总统套房里。酸雨停了之后，我们跟着高凌天去了警局，弄到了大量的枪支弹药。现在酒店应该还有50人左右，都有枪。去不去高家走一趟？哈哈，当然要去了。大哥，我能走了吗？你跟我走。王不凡把人带去18号别墅，然后送进异空间进行改造，以高凌天身体内的细胞排列为模板。但是他又把这人手臂、腿上的骨头全部打碎，再放了出来。他要试试人为制造进化者后，过了24小时是什么情况。突然，高凌天的卫星电话响了起来。凌天，人抓到了吗？真是遗憾，没有。我儿子呢？其实你不用具体问哪个儿子，因为他们的结局都一样。你在胡说八道！我家老大是异能者，是超人，你怎么可能杀得了他？你是在故意激怒我。行，你就先自欺欺人一回，我等会就让你们父子3人团聚。皇城酒店，高善元呆坐着，神情阴冷。老板，要是大少爷被人杀了，我们是不是该考虑离开了？谁说老大死了？再敢胡说八道，老子崩了你！去把柳志东的老婆抓过来。要是我家老大真的死了，就让这女人给我生，再安排人在这一层守着。要是有人敢上门，射成马蜂窝。是。王不凡2人都骑上2辆车飞驰在城市之中，半个多小时之内，他们来到一座豪华酒店的下面。皇城酒店高49层，属于5星级酒店，而且还是2年前才建成营业的，所以很新，也无比的豪华。从底下往上看，几乎所有楼层都是一片漆黑，但是顶楼却亮着光。2人进入酒店，大堂中根本没有人，电梯也停用了。不过逃生楼梯一共有2处。要深入虎穴了，我们分头行动，在顶楼汇合。2人各走一处楼梯，但王不凡走进去之后就直接使用瞬移，来到总统套房门前，一伙人正守在门口，每个人手中都拿着枪。王不凡一拳下去，一人的脑袋被直接打爆，一颗颗子弹无声无息的射出，噗噗噗，10几个人同时额头中枪，几乎瞬间全部倒地。王不凡推开门，看到里面的情况，脸上不由露出古怪之色。
一个30岁不到点的男人被五花大绑着躺在地上，身上还有一道道伤口，而制造这一切则是名50岁左右的男人，手里还握着一把刀子，床上则是坐着一名美丽少妇，满脸的哀求之色。老高，这是什么情况啊？我的人这么快就被你干掉了？呵呵，你玩的这么变态吗？你觉得他如何？颜值我给94分，身材嘛95分吧。这男人叫柳志东，是她的老公，也是我的合作对象。本来是来考察，准备给我公司投资的，结果，嘿嘿，末日来了。我对他老婆可一直很有兴趣，不过他老子是国内商界的顶尖大佬，在官方也有极深的关系，我还是有些忌惮的，便一直没有下手。直到今天，你把我家老大杀了，我总不能断后吧，便想让他给我生崽。你还真是坦诚。这么极品的女人，我也可以送给你，用她的命换我的命，怎么样？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只好一刀割断她的喉咙。高善元一把将美丽少妇拽了起来，推着她向王不凡走了过去，眼看越走越近，突然高善元一把将少妇推开，竟是挥刀向着王不凡扑了过去。这一刻，他乃像是半百之人，凶猛如虎，又快又狠。高善元的脸上满是森然，左手中赫然多了一把枪。哈哈，没想到我也是异能者吧？去死吧！全球极热末日，我靠密码和空间雷达闯进地下庇护所，还控制了人工智能。老赵在我的改造下，力量比正常人。当我们去往航城酒店，没想到这世界竟还有异能者。高善元说出自己是异能者后，毫不犹豫地向王不凡开枪，却没有一颗子弹打中他。高善元被一股强烈的危机感笼罩，可他根本来不及有任何动作。只见王不凡锁定高善元凝聚空间之力，空间绞杀。下一瞬间，高善元只感觉自己的身体被强大的力量所扭曲着，扑哧一声变成了尘埃。王不凡脸带微笑，毫不觉得意外。之前用空间雷达扫过，他就已经知道高善元是进化者了，体内的细胞强度、数量、密度都要超过常人10来倍，跟高凌天差不多，所以这对父子应该是同一时间成为进化者的。高善元以为欺骗到了王不凡，可以杀他一个不备，结果把自己葬送于此棚，一声重响，赵国富也破门而入。当他来到卧室，看到王不凡的时候，先是松了口气，然后道：“还没有找到高善元，我再去找找。”已经解决了，不用找了。好，快点放开我，我爸是柳传奇。柳公子好大的威风，可我最讨厌别人对我吆五喝六的，一不小心把你踩死了咋办？柳志东躺在地上，因为视野受限，他根本没有看到高善元凭空消失的一幕，所以他对王不凡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忌惮或敬畏，还仗着自己老子的身份在嚣张吼叫。你特么的是不是不知道我爸是谁？他的脾气如此之臭，你是怎么受得了他的？美丽少妇不答，眼神中充满了恐惧。柳志东没有看到，但他可是亲眼目睹了高善元的是怎么被嘎掉，自然将王不凡视为魔鬼了。混蛋，快松开你的脚，跪下来向我道歉！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把他送给你，你不要杀我。柳志东，你还是人吗？你是我老婆，为我牺牲一下又怎么了？而且我特么都没有碰过你，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你不会是同性恋吧？这么漂亮的老婆都不碰？结婚前玩的太野，中招了，现在正在治疗，打算治好了就要孩子，结果末世就降临了。太太怎么称呼？她叫张琳琳，之前是小百花越剧团的，还是台柱子，上过春晚，我追了好久才追到手的。有没有恨不得杀了她的感觉？她都可以将你随意送人，你还对她抱有什么希望吗？再说了，现在是末世，你杀了她如何？先不说不可能被人知道，哪怕知道又如何？在他的蛊惑之荫下，张琳琳的手不由得颤抖起来。谁遇到这么混账的老公，应该都会想要削了他吧？只是他还没有完全适应末世的氛围。在今天之前，他们夫妇还是高善元的座上宾，可随着高凌天的死，高善元就态度大变，居然要把他抢过去，让他替高家生儿育女。事实上是到了这时候，他才真正有了对于末世的认知。但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他就要接受杀人也无所谓的礼物，他当然做不到了。柳志东则是吓坏了，连忙向王不凡道：“你不能这样，我已经让他都跟你了，你不能杀我。”张琳琳终于没忍住，赏了柳志东一记耳光，可柳志东却呆呆看着他，嘴里不断的吐着鲜血，竟直接倒地而亡。张琳琳觉得不可思议，她就是抽了柳志东一耳光，为什么柳志东居然就死了呢？老公，柳志东，是你干的。放在末世前，我高低告你一个诽谤，不过现在嘛，无所谓了。张琳琳丝毫没有感觉到心安，相反，她充满了恐惧。王不凡根本没有碰到柳志东，而且柳志东身上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所以如果说是他下的杀手，那么这人居然能杀人于无形之中。他瑟瑟地看着王不凡，娇躯打着颤。不用这么害怕，我这个人向来平易近人的。走，回家睡觉去。这让张琳琳娇躯一颤，她当然知道自己的长得有多美，魅力又有多大。以前还在剧团的时候，每天开着豪车等她下班的富二代、富一代可多了去，男人们看向她的眼神莫不充满着侵略。现在可是末世了，自己是有夫之妇的身份，又能吓退人吗？不但吓退不了，甚至还可能让某些人更加兴奋。想到可能要遭受的苦难命运，她不由脸都白了。放心，我这个人绝不会用强，那多没意思。
我只是带你去我家里做下客，身为一个好客的主人，怎么可能对客人有什么企图呢？明天晚上等天黑可以出去了，你想离开的话，我绝不会阻拦。王不凡与赵伯父两人骑上摩托车，他扭头对身后道：“你可要报警了，没有戴头盔，要是摔下去的话，死相可是很难看的。现在应该不会有交警查了吧？不然高低罚200块。”引擎发动，两辆摩托车便风驰电掣起，一路无事。他们行了10几分钟后，突然骑在前方的赵伯父突然人仰马翻，人车分离，分别向着一处地方甩飞出去。王不凡的反应极快，连忙踩刹车，外加改变方向，摩托车贴地而行，与地面摩擦，产生了大量的火花。张玲玲则是死死地搂着他的腰，身体全部贴在他的身上。一群人道路两边冲了出来，每个人的手中都拿着菜刀、铁锤作为武器。哟，有女人，大美女啊！好，今天的运气真不错，砍死那男的。赵伯父则是大步走过来，哪怕是在高速的状态下摔了出去，以他惊人的体魄，居然只是有那么一些的擦伤，便是骨头都没有断掉一根。他怒火万丈，这帮龟孙子居然在路上设了绳子，毁我爱居，都给我去死吧！他如虎入狼，掀起了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几分钟后，赵国富就搞定收工。不过他的摩托车已经报废了，只能走回去了。于是王不凡重新发动摩托车，带着张玲玲先回到了启东城。他把摩托车停进了地面车库，而当车库门开启的瞬间，一股凉爽之意顿时扑面而来。对此张玲玲倒是没有太大的惊喜。酒店也配有发电机，所以晚上空调可以运转，确实不是很热。至少在今天之前，高善元都没有和他们夫妇翻脸，所以他每天晚上还是可以享受空调的。去洗个澡，然后睡觉。熬夜可是女人的天敌，要给你面膜吗？不洗吗？那就去睡觉。张玲玲咬了一下牙，就开始解起了扣子来。王不凡并没有猴急的吃下这顿大餐，相反，他还主动离开了，让张玲玲危险讶然。这男人明明不是什么好人，可这时候居然忍得住。王不凡走了出去，进入异空间观察起隔壁实验体的情况。他骨头明明被打断了，可现在居然在续接的状态之下，别人伤筋断骨100天，他估计3天就能完全恢复。所以细胞如此排列强化之后，将获得超级力量、超级速度、超级反应、超级防御和超级恢复。就看明天了，这家伙到底是恢复成原来的模样，还是每一颗细胞都爆碎，死于非命。全球极热末日，我凭借密码和空间雷达成功闯入地下庇护所。老赵经我改造后，力量比常人强10倍，解决了异能者高善元和高凌天后，我决定正式搬入庇护所，开始末世的新生活。末世第25天，张玲玲在陌生的环境下怎么可能睡得太死？早已经醒来了，只是房门锁着，她出不去，却可以听到外面猪女的声音，让她微微松了口气，至少不会被好几个男人轮番占有。同时又有些好奇，这些女人难道全是被王不凡掳回来的？门打开之后，她不禁有些忐忑。柳晴第一个看到，立刻跑了过来，对着张玲玲上下打量。宋清雨、于初同猪女也走了过来，同样啧啧称奇。这世上美女不少，但每到像张玲玲这种级别的就不多了。你这是从哪里拐来的大美人？真漂亮，可不比锦花和老六逊色。你们带她熟悉一下。张玲玲如在梦中，被猪女拉着问东问西。而随着宋清允几女说起他们这些天的经历后，张玲玲简直不敢相信，王不凡掌握了无数的物资，包括但不限于食物。这下她的意志动摇了。下午4点多的时候，黄线来访了。王不凡，你到底什么时候去庇护所？不急，再等几天。你再不去，我们的交易就作废。那就作废好了。黄线想着，要是王不凡与他完成交易，他再去占王不凡的别墅。可王不凡却进不去庇护所，只能灰溜溜的跑回来。到时候他就可以接手他的那些美女。最后他把别墅里的物资用完了，再去庇护所也不迟。反正要是在他手里，可现在他真得等不起了，准备晚上就去庇护所，骂骂咧咧的离开了。当太阳完全下山后，王不凡就笑着对张玲玲道：“参观结束，你现在要做出选择了，留下还是离开？留下的话，哈哈，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你应该清楚吧？你有10秒钟的时间做出选择，不然我默认你选择离开。”王不凡倒计时，张玲玲则是咬着嘴唇，哪怕她心里已经有了决定，但要亲口说出来还是难以启齿。她有些气愤地看着王不凡：“原来你不想留下来？行，我这个人从不勉强他人，那就再见吧。”你非要这么羞辱我吗？我留下来，我想要留下来。行，吃晚饭吧。王不凡决定今晚就搬去庇护所。他找到赵伯父，把一部卫星电话递给对方，保持联系。我正打算搬去皇城酒店，那里晚上可以吹空调，我只要能够获得足够的能源就行。有了这个，我就不用担心联系不到你了。王不凡，谢谢你，我欠你的太多，煽情的话我就不说了，也不会说，我只放下一句话，以后你只要有用的到我的地方，只要打个电话我立刻就到，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皱一下眉头，我特么就是王八蛋。王不凡当然会和赵伯父保持联系，至少过一段时间会用空间雷达看一下赵伯父的身体情况，更新模板，万一这家伙可以越来越强，他得同步升级。之后瞬移到了隔壁，亲眼观察实验体的变化。
看到他突然变得虚弱无比，发现死人的细胞全部变回了昨天的正常样子，但是他只是从无比强大的状态变回原来的模样，所以只是变得虚弱，并没有细胞爆了而挂掉。所以，我真可以制造一支24小时的强大军队。试想一下，100个人都像赵国父那么强大，拥有超强的力量、速度、反应力、防御力和恢复力，再给他们配上热武器，那么这么一支百人队伍可以干掉多少人的军队？实验结束，他回到自己家，大声叫道：“起床了，起床了，走，带你们去个地方。”八女莫不讶然，跟着他走出别墅。他在路上放出一辆房车，看到这一幕，宋青允诸女都难免震惊。哪怕他们已经知道王不凡有个空间仓库，但是之前他拿出来的都是些小玩意，比如食物之类，可一辆房太夸张。八女跟着他上了汽车，他们便向着庇护所的方向行去。一路过去可不太平，堵塞道路的报废汽车是没了，但取而代之的是绳子，还有故意撒下的铁钉。汽车倒是可以无视绳子，但遇到铁钉就不行了，肯定爆胎、发生侧翻之类。那么埋伏在路边的人就可以一拥而上，进行杀人、抢劫。王不凡这辆房车的轮胎是特制的，越野性能超强，而且轮胎气厚，普通钉子的长度根本无法将轮胎扎穿，所以房车一路如履平地。行了一阵，他意外看到了一个人，黄宪。王不凡故意放缓车速，还按了按喇叭。他摇下车窗，对着黄宪问道：“老黄，去哪呀？”“我去找物资，总不能饿死吧？”“哦，那再见了。”“等我进了庇护所，总有一天你把别墅里的物资用完，找过来的时候，看我怎么羞辱你。”王不凡又开了一段路，终于来到了庇护所上面的公园。“下来吧。”“你半夜带我们来公园玩？”“跟我来吧。”王不凡带着大家进入并不存在的负2层室，八女就开始叽叽喳喳起来，难掩好奇。然后他把与黄宪做交易的经过说了一下，双方尔虞我诈，结果当然是他技高一筹，老黄输得一败涂地。这下面是一个庇护所。黄宪就是刚才我们在路上遇到的那个。没错。当老黄辛辛苦苦终于赶到，结果却被无情的铁门党阻死，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走过来也就7、8小时的事情吧，他应该天一黑就出发了，想在第2天早晨之前赶到，所以不用几个小时，我们就可以见到老黄了。这时，便听人工智能的声音响起：“主人，欢迎回家，是否开启大门？”“开启。”“各位美女，欢迎来到新世界。”八女啧啧称奇，这真是庇护所，不应该称为一个社区吗？眼前这一片社区真得是建立在地底之下，里应该可以容纳得下几千人吧？你们可以去挑自己住的地方，随便你们是想一个人住一套房，又或是几个人共住一套，反正人少房间多，想怎么住就怎么住。他当然早就选好了，就是最中间那套4层高的中式庭院，古色古香，还带着一个庭院，有假山、凉亭、池塘，甚至还养着几条观赏用的锦鲤。宋青允他们一番考虑之后，最后都是选了王不凡附近的屋子，八女都没有选择合住，而是一人一套房。选好房后，便陆续来到王不凡的别墅闲聊起来。等所有人都齐了，王不凡一笑：“跟我来。”电梯门打开，8人走了出去。跑道、网球馆，天哪，还有游泳池！现在极度缺水，但这里却有游泳池。如果不是王不凡异空间中近乎无限的淡水供应，这个游泳池注定没法用。王不凡从异空间中取出一件泳装，来挑吧。看着八女在自己面前展现出美好的身材，他也扎进了避暑之中，顿时扬起了一大片波浪。几个小时之后，人工智能突然响起：“主人，有未经授权人员来到庇护所入口。”全球极热末日第25天，我靠密码和空间雷达搬进地下庇护所，一直存在的异能也在这时慢慢发生变化。人工智能将一幅画面在第2层的顶层投放出来，黄宪正站在那道合金门前，不断的拿钥匙插进去又拔出来，脸上全是不敢相信的表情。请示经授权人员立刻离开，这里属于禁区，否则将出动警卫人员进行逮捕或驱逐。我是这里的管理人员，这是钥匙，看清楚没有？这是钥匙。请未经授权人员立刻离开。帮我接通声音。是，主人。爷，这不是老黄吗？你不是去找物资了吗？怎么找到了这里？你不是说要过几天才去庇护所吗？为什么在这里？混蛋！你特么的混蛋！快还我的庇护所！黄宪歇斯底里，几近疯狂。这一路过来虽然只有8、9个小时，但是他至少被3拨人追赶，好不容易赶到这里。先是自己的钥匙突然不管用，又看到庇护所居然被王不凡占领，黄宪大吵大闹，形如小丑。但他之前包藏祸心，进入庇护所明明需要密码，他却隐瞒这个极关键的信息，想要借此让宋青允他们改为投靠自己。要是当初王不凡与他达成交易，用别墅换取钥匙，现在歇斯底里的就是他们。黄宪嚎了一阵，终于还是接受了现实，他立刻扑通一下跪了下来，一边磕头一边道：“王不凡，求求你，行好，让我进去吧。庇护所那么大，我一个人不可能吃掉多少东西的。再怎么说，也是我把这个庇护所的消息告诉你的。你现在进了庇护所，可不能忘恩负义。”老黄，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要和你说道了。
你怎么没有告诉我？进入第2部电梯之后还需要密码才能启动？我忘了，我真的只是忘了。老华，你真以为我是傻子吗？黄宪听王不凡这么说，知道他不肯放自己进入庇护所，再次破口大骂起来。而王不凡只是对着系统手一挥，突然黄宪眼前一黑，数十道枪口对准他，哒。他回过神来，这个庇护所的所在肯定有不少政府人员知道。现在酸雨又停了，肯定还会有人跑过来闹事的。不过庇护所的防御性可是比他那套别墅还要高，这是基于抵御核弹而设计的。如果3、2下就被攻破的话，那也白瞎了这么大的工程。第2天，王不凡他们就在亭子里坐下，一边欣赏着假山池水鲜花，一边则是品尝着美食。之前天天都要上班排练，太想躺平了，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这么好的地方，只让9个人享受，真是太浪费了。我愿敞开大门，欢迎更多的美女入住，为人类的复兴保留火种。早饭吃完后，王不凡便把注意力放在了这个庇护所上面。首先，进入的通道只有一个，庇护所预留了一个出口，但并没有打通，需要启动机器挖出去，总计需要15天的时间。万一真被堵在了里面，那得赶紧趁着空气、食物消耗完之前把出口给挖通。因为这是建立在地底下，而且还是5层结构的关系，每层地面也就只能做到5米厚度，这意味着生活区的房子都不可能把地基挖得很深。每一套房子只是简单的堆叠在地上，用一辆马力强劲的汽车甚至可以拖走。晚上他离开庇护所，进入幸福社区一栋楼内，摩托车声响起，然后一道光就照了过来，车手纷纷下车，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比如复合弓、斧头之类，头上则是带着探照灯。这帮人如狼似虎，冲进了小区，一人拿着喇叭，大声喊道：所有人都给老子出来，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如果到时候还有人没下来，嘿嘿，那被我们抓到的话，直接砍死。好几分钟后，只见一大群人从一栋楼里走了出来。王不凡在小区这帮人中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孔世豪是王不凡的同事。滚！不要逼我杀人！嘿，好大的口气，信不信老子一箭射死你？特么的，给老子跪下来！孔世豪只是冷冷地看着他，自寻死路。为首的男人毫不犹豫地拉开弓，就是一箭射了出去。复合弓射出来的箭原本就很快，但孔世豪伸手一指，稳稳地抓住了那只射出去的箭。那为首的人显然吓到了，他忙不迭地又架上了一支箭。这时孔世豪便向着他冲了来，扬手就是一拳。这为首的入侵者被生生打飞出去，人在空中，嘴里已经在喷血。当他落地的时候，已经没了呼吸。那帮摩托车手都是大惊，顿时撒丫子就跑。王不凡暗暗点头，孔世豪居然是进化者。王不凡走了出来。孔世豪，王不凡，怎么是你？出来寻找物资，路过这里刚好撞见那帮骑摩托车的人，便躲了进来。没想到他们这么凶残，也没想到你这么猛。王不凡边说边将空间雷达发动，孔世豪的人体模板就到手，比赵国富略强，但比高凌天略弱。不过3者的差距都极小，毕竟末世至今还不到1个月。哪怕高凌天第一个成为进化者，但这么点时间也不可能进化的太离谱，所以孔世豪发生进化的时间还要早于赵国富。这可以跟赵国富一样，放养着，以后时不时就来更新一下模板，看看他与赵国富的进化方向是否一致。听到王不凡的夸赞，孔世豪还是挺得意的，他笑道：要不你就索性住在这吧，毕竟小区那么大，也不差多住你一个人。我家里还养着2个女人，我住进来了，他们就要饿死了，要不然就跟着别的男人，我可不想头上被戴绿帽子。理解，你才养了2个女人，我可是养了6个，代价嘛，就是像刚才那样，我出手杀了他们，这些女人才会跟着我。对啊，你怎么会有那么强的力量？哈哈，秘密，这就是秘密了。王不凡自然也不会追问，他的目的已经达到，过几天再故作找老同事聚之类的理由，更新一下孔世豪的人物模板。于是借口离开，孔世豪也答应下来。一夜探索下来，他赶在太阳升起前回了庇护所。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自己的身体素质还在进一步的提升，这让他猜测进化者拥有异能后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还会继续进化。但他却有些担心，因为他的空间能力没有什么变化，可其他进化者的能力却在飙涨，那他的优势就会慢慢的消失，甚至会从优势变成劣势。相比于力量和速度的提升，异能的变化却几乎没有。不过我还可以使用其他进化者的模板，只要我更新及时，别人强则我强，还是没有问题。夜幕降临，头顶模拟太阳光照的穹顶灯已经熄灭，一盏盏路灯则是亮了起来。王不凡9人在花园中享受着美食，这时人工智能发出了提示：主人，有未经授权人员进入到庇护所门口。投放出来。在王不凡斜侧前，一面墙立刻化身为屏幕，显示出了一堆人来，他们已经下到了2楼，却被庇护所的那块合金大门拦住了去路。但看他们的模样，显然早有准备，居然在门的4周安放炸药。启动防御机制。外面好几个人正在安装 C4，但放着，啪啪啪，一阵电光炸水花，他们就哆嗦着倒地，身上还有焦香味传出。庇护所的放电等级跟王不凡之前那套别墅可完全不同，这可是防止可能发生的核战争而建立的。这4人被电后好像是烤熟了一般。这伙人中，一名长发飘飘的男人说道，20多岁的模样，手臂上全是纹身，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被人暗算了。全球极热末日第26天，我凭密码和空间雷达搬进地下庇护所，异能也在悄悄变化。在幸福社区，我目睹同事孔世豪徒手抓住社工，一拳打死为首的入侵者，才发现他也是进化者。我虽担心自己空间能力没变化，但能用其他进化者模板，倒也不再有所顾虑。这时我发现竟有人在庇护所大门四周安放炸药，我立刻启动防御机制。庇护所外的这伙人中，有个长发飘飘的男人，20多岁的模样，手臂上全是纹身，他的眉头皱了起来。一人凑上来说道：“海哥，我们被骗了。程贤那家伙应该不敢骗我们，极有可能下面的庇护所已经被人占了，所以才能启动防御机制。怎么会有电？这可是国家建的庇护所，怎么可能会没有发电机？那怎么办？你们进入了限制区域，请在1分钟内离开，否则后果自负。”哦哟，还威胁起我们来了！来呀，有本事弄死老子！长发青年则是悄然躲到了人群之中，他怕有一支机枪突然从哪个角落里突突突的一通射击。可就在这时，合金门却打开了，他们面面相觑，然后就一起冲了进去。刚冲到门口，后面的人却赫然发现前面的人不见了，凭空消失，诡异的让人汗毛直竖。王不凡打开电梯门，走了出来。刚才他就是躲在电梯里面打开了空间之门，一下子就干掉了一半的入侵者。长发青年看到王不凡时，反倒镇定了下来，大声问道：“那些人呢？你都弄到哪里去了？”“当然是去极乐世界了，现在再送你们上路。”“看死他！”长发青年吼了一声，顿时退出5步后，转身就跑。枪声在他的身后响起，但不过几秒钟罢了，就归于了平静。他止步，扭头一看，却吓得差点魂飞魄散。他的小弟全部躺在了血泊之中，而王不凡正悠闲地向着他走过来。一时之间，他全身都被恐惧笼罩，不由瞬间跪下，全身都在冒汗，让他的脸色惨白无比。跑啊，怎么不跑了？哥，你想要什么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绝不会迟疑一下。你叫什么？哥，我叫江海。怎么知道这里的？我是跟苗和伟苗老大混的。在他的描述中，苗和伟也是一名进化者，跟赵伯父他们一样，属于力量、速度都超越普通人10几倍的那种。有了这么强大的实力，苗和伟当然在末世中混得风生水起，成了他们那个小区的头头。而他们小区之中有一个人在末世前是工程队的，恰好还参与了这个庇护所的建设，在末世中活不下去了，便把这个庇护所的消息卖给了苗和伟。不过那人并没有开启大门的钥匙，所以也完全没有想过要自己独占庇护所，只是用这个消息换了几顿吃的。王不凡哦了一下，随手就将江海的头拧爆了。所以苗和伟发现派出的人没有回去，无论是猜他们被杀了，又或是霸占了庇护所不肯回去，肯定还会派人过来查看，要么自己亲自过来。王不凡心想，把现场处理一下，尸体全部收进一桶间，等下一起扔掉，血迹嘛就只能用水来冲洗，不然会散发臭味，进进出出就太恶心了。开始今晚的旅程，他在黑夜中奔驰，中途他发现黑夜中有好多摩托车都向着一个方向而去，不是一批，而是好几批，所以那个方向上或许有一个强大的势力。他心中一动，便跟了过去。眼前是一个酒店，招牌已经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新的，但上面写的字则是歪歪扭扭。龙王殿。王不凡观察了一下，进去的人很多，而出来的人也同样多，甚至还爆发了战斗。还有面包车开过来，停下之后压着好几个年轻女性下来，推进了酒店之中。这个地方应该成为了交易市场，而估计任何东西，包括人，都是可供交易的商品。王不凡刚走进酒店大门，一名小弟屁颠屁颠的迎了上来，周围还有16人，但没有一个是进化者，但都手握刀枪。哥，看你的样子是第一回来吧？这都可以看得出来。嘿嘿，当跑腿的，眼力是最重要的。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们这龙王殿就是我们家老大龙哥创立的，这是一个大型市场，无论你要什么物资，都可以在这里买到，比如枪械、美女，甚至是大明星。就今天，等下会拍卖一个大明星，就是以前非常火，后来被人拍了不雅照才退到3线的那个赵妹。起拍价是1000龙币。龙币是什么？就是我们龙哥发行的货币，在我们这里进行买卖，都只能用龙币进行交易。王不凡讶然，这个龙哥相当于掌握了铸币权，岂不是躺着就可以把钱撑了？这个龙哥掌握铸币权，可以躺赚，但如果没有强大的实力支持，这个地方肯定早让人抢过去。哥，你想在这里购物的话，就得先去兑换龙币，要么在这里摆摊，出售物资换取龙币。这里严禁以货易货，发现后嘿嘿杀无赦。我先转转，如果看到合适的东西，我再去兑换龙币。那小弟连连应是，丝毫没有嫌弃王不凡的意思。他的眼睛毒得很，现在可是末世，谁不是满脸菜色，憔悴不堪？但王不凡呢？虽然天气热，大家都是能穿多少穿多少，末世后什么名牌服饰都可以零元购，而且只要能够遮羞就行了，谁还管什么大牌不大牌的？但王不凡的精气神太好了，一看就是没受过苦，在末世中还没有受过苦，这说明他有大量物资，不愁吃喝，所以王不凡这种自然就是新时代的富豪。
而在龙王殿中，客人兑换多少龙币，介绍去的小弟就可以得到2%的抽水。所以王不凡的富裕程度可完全跟他的收入有关。在这个小弟的陪同下，王不凡逛了起来。1楼的大堂现在完全成了摆摊的集市，好多人在叫卖着，热闹非凡。哥，我们这里是不收摊位费的，不过你如果看中了某个摊位，却已经有人占了，那也可以出龙币，由我们进行赶人，为你把摊位腾出来。我们这里什么都能卖，但是大米和纯净水不行，只能兑换龙币，也可以用龙币指定兑换回大米或水，当然要收一些手续费的。那什么东西最值钱？当然是美女，尤其是以前的女明星、女网红，当然有富婆也会买男明星的。我们已经接到几份委托了，不过我们龙王殿现在也只开张了6天，美女仅限海都市的，但只要时间长了，嘿嘿，就是老外的明星也一定可以弄过来。还有香烟，现在也成了奢侈品。王不凡想着不用多久，肯定有人会向龙哥发起挑战，把这门生意给抢了，要么就是在别的地方再开一个类似的龙王殿、凤凰宫，那两者之间肯定也会爆发战争，以一方的全灭收场，铸币霸权肯定只能掌握在一个人或一个势力的手里。哥，1楼没什么好货，好东西都在2楼，包括拍卖场，不过上2楼需要验资，不足1000龙币上不了。王不凡想了想，他也确实有些好奇，便道：行，我去车里取点货。王不凡走出酒店，引入暗中，从一空间中取出一只黑色的垃圾袋，往里面塞了3条华子，人来人往，依然热闹无比。突然，一个声音响起，带着无比的惊讶：王不凡，你是王不凡？全球极热末日第26天，解决了前来袭击的江海一伙人后，我发现在末世还存在着一个交易市场，与外面的混乱不同，这里居然井然有序。王不凡看了过去，叫他的是一个女人，穿着一件旗袍，却毫无凹凸感。他稍一思索就想了起来，郭子辉是他的大学同学，但不是一个班的，是个长相还可以的小美女。之前还倒追过王不凡，倒不是他迷上了王不凡，而是看上了他的本地户口。他想要通过嫁人的方式拥有海都户籍，王不凡并没有接受，因为当时他暗恋着班里的一个女生，而随着父母的意外过世，他也封闭自我，性格大变，不然也不会被左轻轻扑。明知道他是伏地魔也不知道放手，被左家吸了近1年的血，前世的他甚至还死在了左家人的手里。郭子辉并非一个人，而是还有一个男伴，手就勾在他的腰之上，还时不时往下滑。你认识？大学同学，追过我，不过我看不上。哈哈，原来是只癞蛤蟆啊！这可是龙王殿，龙王看上的当然都是宝贝了。他拎个垃圾袋想做什么？可能是酒店里的小弟吧。王不凡摸了摸鼻子，心道：既然你颠倒黑白，那我可要揭你老底了。只是他还没有开口，刚才那名小弟就迎了上来。郭子辉两人一见，笃定王不凡根本没有值钱的东西可以兑换。哥，你拿的东西了吗？来，我带你去兑换。亲爱的，我们跟上去看这家伙是怎么出丑的。郭子辉同行的男伴叫舒行，之前是某个小区的保安队长，末世弄到了枪，成为了他那个小区的头目，而郭子辉就是小区里的租户，主动对他投怀送抱的，他也算是一夜翻身。而刚刚实现阶级的跃升，他对于展露威风可热衷的很，尤其是那些曾经的富人，现在只能像条狗一样在自己面前摇尾乞怜，每每都能让他飘飘欲仙。两人跟在王不凡后面，就想看着他出丑。王不凡，穷逼就穷逼呗，非还要丢人现眼，何必呢？下垂的那么厉害，就不要这么小，都快甩出来了。你现在尽管嘴上不干净，等出去之后，老子弄死你！这时，小弟也把垃圾袋打开，目光一扫，整个人都激动起来。是烟，而且还是华子。香烟虽然不是食物，但烟民太多了，尤其是现在末世，压力太大，来支烟吞云吐雾，疏解一下压力，那滋味真是太美妙了。所以香烟其实也有着类似硬通货的属性。3条华子市价是3000龙币，直接兑换则是2400。龙王殿可以直接赚600，而他则可以赚2%，也就是48龙币。千万不要小看啊！现在这里吃住1天的花费也就1龙币而已。他连忙将3条烟取了出来，让兑换处的人先验验真伪，接着里面的人就数出24张大钞给了那名小弟。哥，您收好。去2楼看看。您跟我来。整个过程中，郭子辉和舒行都是一声都没吭，主要是被打脸打得太疼，一时没缓过劲来。可看到王不凡走远了，郭子辉连忙娇声道：亲爱的，我也想去2楼。去个屁！郭子辉碰了壁，不由脸色难看，他不由得仰望一下2楼，脸上满是憧憬。末世前他是普通人，可末世之后他也还是普通人。王不凡拾阶而上，很快就来到了2楼。跟1楼的喧嚣相比，2楼就要安静多了，而且还播放着音乐，冷气打得也很足，卖的东西也高档多了，比如茅台，之前就是酒中的奢侈品，现在也一样，一瓶要卖10龙币，甚至还有手雷卖。他们进了一间很大的屋子，这里原本应该是会议室，但现在则是被改成了拍卖场。王不凡找了张椅子坐下，小弟则是站在一边，他用空间雷达一扫，其中居然有7个人是进化者。只等了5分钟左右，讲台上的人就宣布拍卖开始。祖辈，这位大明星相信大家都认识吧？哪怕没有看过他演的电影电视剧，也看过他的小电影，
现在只要花点钱就可以坐拥一位曾经的大明星。张妹，1000龙币，有没有哪位大哥想要进屋藏酒？王不凡看了一眼，大明星已经没了往昔的光鲜夺目，容色暗淡，化妆了也难掩他的憔悴。大家都不是傻子，用1000龙币买一个快40岁的老阿姨，谁干啊？800龙币，600龙币，恨不得连600龙币都卖不掉，带到楼上去。祖辈，以后想玩这位大明星的话，可以去楼上的新方圆，包天只需要2个龙币。接下来就是其他女人了，但没有明星光环的加持，她们哪怕更加年轻，但起拍价也不过20龙币。倒是让几个人轮番出手，将这些女人一一收下。最后一件拍卖品则是干冰，却可以迅速降温，哪怕在白天也能发挥效果。但是也就那么一会时间，用这个来降温真是奢侈的不能再奢侈。起拍价是100龙币，王不凡本以为没有人会买，却不料居然还引来了5个人的争抢，最终以190龙币成交，让王不凡大跌眼镜。结束后，王不凡在1楼转了下，买了100龙币的汽油。小弟一路笑容满面的送王不凡出了酒店。当他转身回去的时候，只见舒行搂着郭子慧，带着几个小弟从黑暗中走了出来。把龙币和汽油留下，然后跪下来向我求饶，我可以考虑不杀你。快跪下来，爬过来舔我的鞋。我女人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王不凡眼睛一合，空间之力悄然展开，舒行只觉右手一痛，而郭子慧则是感觉左腿传来剧。舒行的右手五指连着枪被扭成了麻花一团，而郭子慧的腿则是折成了一个夸张的角度。他看向舒行那几个小弟，这些人莫不瑟瑟发抖的连退几步。王不凡分明就是传说中的进化者，这2个人就归你们了，随便你们怎么处理。那几个小弟面面相觑，突然就变得凶狠起来，拖着舒行和郭子慧就进了黑暗之中。不一会，舒行的惨叫声就戛然而止，而郭子慧的惨叫却始终不止。王不凡引入暗中，把汽油桶收进了异空间，取出卫星电话就打给了赵伯父。王不凡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下，听到居然有人还开了一个交易市场，赵伯父不由震惊了。我操，这比抢银行还赚！抢银行要被枪毙，现在印钱可不会，不过得有强大的实力支持才行，不然就是给他人做嫁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我明天再去看看，确定一下这伙人的实力再说。行，我等你消息。王不凡把电话挂掉，回到庇护所。不一会天就亮了，看着8个美人，尤其是宋青允4女，那可都是极品，哪一个不比赵妹漂亮？身材更好，而且还年轻太多。时间来到中午时分，王不凡准备出动。他确定好路线之后，便在头顶张开空间之门，将照过来的阳光统统吸走。进入了候车区域时，他讶然发现这里居然横七竖八睡了不少人，一共100来号人，以男人居多，80多个男人养20多个女人，估计这也是极限了。而物资只会越用越少，不用多久这里就会开始减值。是谁？路过的，你们继续睡，不用管我。我操，太嚣张了，弄死他！王不凡不想弄出太大动静，便瞬移进了龙王殿，一层层的寻找起来。到了倒数第2层，这一层有2个进化者，他们的细胞强度与高凌天差不多，也就是跟他一个水准。这2人当然是在睡觉，身边还各躺着一个女人。昨天晚上看到的大明星便赫然在其中一人的床上，身上又多了几团淤青。再上一层有3个人，分别是1男2女，都在睡觉。男人是个30岁左右的胖子，照理在这个季节不动都会全身冒汗，但现在的温度太高了，反倒让汗水一出现就被蒸发，总算没有那么油腻，不然身下的床垫子都要湿成一片。但是这个胖子赫然是进化者，而且他的细胞排布不一样，这是王不凡发现的第一例不同的进化者模板。全球极热末日第26天，我意外发现末世中竟存在一个井然有序的交易市场——龙王殿。探查清楚龙哥这伙人的实力，我准备拿下龙王殿，在末世吸收更多进化者模板和能源。王不凡出了龙王殿，来到了隔壁一座办公楼。他进入异空间，把自己体内的细胞按龙哥的方式重组排列，然后在同一空间中出来。尝试了10几分钟后，他的身上突然生出了好多的骨刺，心念一动，这些骨刺就向着四面八方射了出去。噗噗噗噗！只见这些骨刺深深地扎进了家具、墙壁之中。如果是木质，骨刺直接全部没了进去；而如果是金属，那也可以没入半寸左右。这破坏力极其惊人。连射7波之后，他就感觉到了强烈的虚弱和饥饿，无法再生出第8套骨刺。以龙哥现在的身体状态，连发7波骨刺就是他的极限了。难怪他是老大，这种骨刺的杀伤力甚至还在子弹之上，哪怕以赵国富目前的防御也无法硬吃，在近距离挨上一波的话，他被秒杀的可能性至少有90%。可惜你遇到的对手是我。到8点左右，赵伯父打来了电话，他从办公楼里走出去，不远处，赵伯父正靠在一辆摩托车的边上，嘴里还叼着一根烟。他们来到通往2楼的楼梯口。王不凡昨天兑换了2400龙币，只用了100，跟赵伯父平分一下，每个人的身家也超过1000龙币，所以他们很快就被放行。来到了2楼，2人来到了赌场，还有穿着清冷的美女荷官，足以刺激男人的肾上腺素大量分泌，更加上头。100龙币压大，买定离手。嗨126小，还是大。美女荷官在心中暗笑，这3颗头子的内部有机械装备，可以用遥控器随意摆出任何点数，而现在正是2、2、3，他根本不必去改变结果。买定离手。嗨2、2、1。
有出千的。王不凡这把赢了，接着第3把他压8百，然后变成了1600。第4把他还没有下注，2名男子就走了过来，分别站在王不凡的一左一右。一人笑道：“哥，我们去包厢里面玩玩。”不，我就喜欢在这玩。哥，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部长演的通戏。虽然龙王殿可以无限印钞，但也不能太超发了，不然王不凡拿着这些钱去乱买一通，那些卖家拿着龙币过来兑换，龙王殿也没有足够的物资对付。而且他每次赢了后都是将赌注翻倍，而且全部压大。那再让他赢几把的话，哪怕将整个龙王殿都赔给王不凡也不够啊！这时，一个叫孟立东的进化者迎面走来。东哥，今天赌场暂停营业，不相干的人都给我滚！老兄怎么称呼？我姓展，单名一个龙字。展龙哥，你特么的，你出千！王不凡拿起一颗骰子，用力一捏，啪，这颗骰子就生生捏爆，可里面却露出了一颗金属球，却不是完全的圆形，而是有许多棱角，只是看上去比较圆而已。他向赵国富使了一个眼色，赵国富会猛的就是一套欧拉拳打过去，又快又猛，绝非普通人可以打得住。突然一声怒吼传来：“谁他妈来这里找死？”龙哥！孟立东这一叫，就让王不凡失去了玩耍的想法。杀意陡生，赵国富中击在孟立东，顿时将对方打成了坠下，身体急速弯曲了下来。只觉五脏六肺都被打碎了，全部要混合着鲜血喷出来。就在这时，王不凡补上了要他命的一拳，打在了孟立东的下巴上，恐怖的力量打得孟立东直接竖飞了起来。咔嚓，清脆的骨头碎断声响起，只见孟立东的脖子被拉长了足有10公分，颈骨断裂，直接毙命。王不凡再不逃，就把孟立东的尸体踢到了这两人的面前。两位还真是心狠手辣，这么快就打死了我的兄弟，那么你们可要血债血偿！咻！欧阳龙根本不给任何人有反应的时间，立刻就发动了突袭。王不凡早就知道欧阳龙的手段，在骨刺打出之前，就在面前开启了空间之门护住自己和赵国富。欧阳龙开始新一轮的爆射，可王不凡二人居然连点伤都没有，连续4轮骨刺齐射。这里看热闹的进化者有不少人被波及到受伤，赌场中来不及撤走的手下还有荷官，则是早在第1轮骨刺攻击中死掉了。继续啊！你们居然也是进化者！李晓上。老大，你先用大招把他们干得差不多了，我才能出手，不然2打1我不是对手啊！特么的，这时候你还跟我推三阻四，玩什么心眼？快上，不然的话，我们只会被他们逐个击破。你以为他们把老子弄死之后会放过你？王不凡并没有给力，周身空间之力涌动，锁定李晓。空间枷锁。李晓只觉得自己正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动弹不得。这是你特么逼我的！欧阳龙第4波补刺发动之后，他立刻又发动了第5波、第6波，仅留下最后一波补刺用以防身。你只能再用一次能力了吧？你怎么知道？你现在投降的话，我可以饶你一命。好，我认。灾字还没有出口，只见赵国富闪电般上，一套欧拉拳，骨头碎断的声音传出，他的头骨被生生打碎，里面的脑浆自然也成了豆腐脑一般。王不凡与赵国富相视一笑，他说让欧阳龙投降不杀，赵国富就立刻会意。待欧阳龙收起骨刺，果断轰出致命一击。这下龙哥连带还死了好几个进化者，这一战的威慑力应该不小，足以让一些怀有野心的家伙在短时间内不敢再打这里的主意。大哥放过我吧，我是被欧阳龙逼迫的。酒店里的人能用的尽量用，省得我们再去招人。明白，你不想出面，我们一个在明，一个在暗。从现在开始，我是这里新的主人，谁有意见，以后叫我赵爷。赵国富淡淡说道，看着至少几10名小弟用仰望、敬畏的目光看着自己，他心中不由升起一种天下皆在我手的满足感。众人散去后，王不凡则与赵国富关上门商议一些细节。这个市场一切沿用以前的模式，包括龙币，但现在龙币就已经超发的厉害，至少是库存物资的300%。如果现在持有龙币的人都来兑换，那只有关门大吉的份。无妨，我明天运一批物资过来，把这个窟窿填上。在消耗方面你得抓一下，不能这么铺张。我明白。最后，他们对龙王殿的现有制度做出了一些改变。从此之后，酒店不再强迫女人，也禁止任何人口买办。另外，酒店方面大力收汽油、柴油、毕生油可以换1升水。王不凡现在什么都不缺，唯一收集的不够海量的便是能源了。按庇护所的消耗程度，也就只能用10年把龙王殿打下来，能源消耗将会是一个重大问题。这时王不凡有了强烈的危机感。全球末日第28天，我和赵国富把龙王殿打下来后，收汽油、柴油成为重中之重。按庇护所的消耗程度，现在的存储量也就只能用10年，这成为我们接下来的主要目标。回到庇护所，王不凡将欧阳龙的模板为他所用。单说防御力的话，肯定是空间之门更强，什么攻击都能收。而骨刺的强则是在被动防御上，万一攻击是在他没有防备的时候，又或是空间之门并没有对准的方向打过来，那骨刺的能力就比较强了。末世第29天，王不凡把车开到了龙王殿。老赵，让人过来卸货。卧槽，还有雪茄，古巴产的，一根至少也得卖个10龙币吧。赵国富也是感慨不已，王不凡可1分钱都没有赚到，
却先拿出了如此多的物资。在其他人看来，王不凡只是龙王殿一个运货的小弟，他也并不在意，只想看看今天可以收到多少能源。赵伯父专门设立了一个能源兑换处，只收汽油、柴油、锂电池等，这种东西是不允许在龙王殿与别人交易，只要拿出来卖，就只能卖给龙王殿。突然，一个讶然的声音响起，王不凡扭头看了过去。王不凡，是你啊？孔世豪，他的前同事，末世后成为了进化者，控制着一个小区，也是他放养的人物模板之一。他下意识地用了一下空间雷达，不由危险讶然，因为孔世豪的身体状态居然和赵伯父差不多了。你怎么跑这里来了？哦，我现在在这里工作。听说刚才这里还运来了一批物资。是的，还有一箱雪茄。老公，你说要带我来购物的。你嫂子原配啊，叫文珊珊。文珊珊高傲地瞥了王不凡一眼，用鼻子发出轻轻的哼声，就当是打过招呼了。王不凡，你比我们熟，带我们转转，放心，少不了你的小费。他带着孔世豪夫妇在酒店里转了起来，让两人大开眼界。他们是昨天才知道有这个地方，今天便来看看，结果让他们大为震撼。王不凡顺便去能源区看了看，一共收了600升汽油和柴油，对这样的收益他还算满意。回到庇护所后，诸女听他说着龙王殿的热闹，他们当然也心痒了，纷纷向他撒起娇来。行了啊，你们抽签，抽到谁，今天晚上就带谁出去。今天晚上带柳晴，明天你们继续抽签。当夜幕降临，王不凡便带着柳晴出发。开了一半左右的路后，柳晴突然道：“我给你生个孩子吧。”随着搬到庇护所，柳晴的危机感愈发强烈了。毕竟王不凡身边已经有余出统、宋清雨、林晚秋、张琳琳4个极品，相比之下他就要逊色一些。而且他也知道3年上班期间给他穿了太多次的小鞋，这家伙可从来没有原谅自己过。他知道王不凡应该只是把自己当成了玩物，完全没有感情可言。他不由讶然看着他，不知道为什么柳晴会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不过他现在要控制让不让人生孩子太简单了，有了异空间的参与，他完全可以做到百发百发，又或是万无一中。好啊！柳晴顿时大喜，整个人都好像容光焕发了。如果真可以第一个为王不凡生下后代，那他在庇护所的位置就真得稳了，再不用担心会有扫地出门的一天。10几分钟后，两人下车进了酒店。王不凡，王不凡，刘主任，你怎么会在这里？原来是小孔，我是王不凡的女人，跟着主人出门有什么不对吗？主人，你们……因为他救了我。孔世豪突然心中一动，就在末世之前，一堆治安员进了公司，询问了许多关于柳晴的事情，而有小道消息说，柳晴好像盗取了公司很多钱，在那个时候柳晴就失踪了，再没有出现。孔世豪嫉妒死了，曾经的上司，公司的女神王不凡凭什么拥有如此尤物？可如今他是进化者，是一个势力的老大，他想要得到女人还不容易吗？他勾着王不凡的肩说着：“跟你商量个事，我给你100龙币，你把柳晴让给我怎么样？而且你还只是个普通人，守不住这样的尤物，不是给你戴绿帽，就是出门就让人抢了。你老婆卖吗？我出10龙币，只玩1个晚上。”王不凡，你他妈敢羞辱我！走，我们去楼上转转。见两人要离开，孔世豪哪里还顾得上其他？他绝不可能放过柳晴的。在公司几年，他对这女人真是朝思暮想，做梦都想玩。他立刻追了上去，向柳晴道：“柳晴，以后跟着我怎么样？我可是进化者，掌管着一个小区，手底下有100多人。你跟了我之后，吃喝完全不用担心。这样的老公要了干嘛？不如跟着我主人。嘻嘻。”王不凡摇摇头，带着柳晴往楼上走。孔世豪见状，连忙跟上，他怕晚了一步，这么迷人的妖精就被别的男人抢去。现在的女人无论多么漂亮，也只是男人的附属品，所以只要把王不凡弄死，柳晴敢不乖乖听话吗？孔世豪不由胆气一壮，升起更大的野心，不如直接把这个龙王殿抢下来。这个想法一起，就在他的心里熊熊燃烧，怎么也遏制不住。他们停在4楼，全是一间间客房，安静异常。孔世豪往前走了一步，身形竟诡异的消失不见，但很快又凭空出现。他的手搭在了王不凡的肩上，然后就是用力一拧，他要折断王不凡的脖子。以他的力量，折断他的脖子简单的就好像拧断一根牙签，几乎不费吹灰之力。然而他一用力却发现不对劲，王不凡的脖子就像钢板似的，他根本拧不动。王不凡一脚将孔世豪踢飞，重重的撞在过道的墙上，然后再反弹回来，一口血顿时就喷了出来。怎么可能？你也是进化者？我是进化者，不过你是吗？孔世豪不由一惊，他爬了起来，对着墙就是一拳，砰！但墙壁并没有如想象中多了一个大窟窿，反倒震得他的拳头火辣辣的生疼。我的力量呢？我的力量呢？是你干的是不是？刚才孔世豪消失了一会，就是被他收进异空间改造了一下。他可以把普通人改造成进化者，当然也可以把进化者改造成普通人，反正就是细胞强度和排布的事情。有了模板，自然就能轻松办到。王不凡，我错了，求求你把我变回去。王不凡没有理他，而是向文珊珊道：“10龙币1个晚上，这生意做不？”做。王不凡已经搂着文珊珊的细腰进了房，
房门却无情地将孔世豪隔绝在了外面。他用力敲了起来，脸色狰狞无比。1个多小时后，门打开，孔世豪扑了上去，用力扼住文珊珊的咽喉。文珊珊连忙反抗，但哪怕孔世豪变成了普通人，男人的力气也要强于女人。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力量也越来越弱。世豪猛地松手，看到已经没了呼吸的老婆，不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我是王不凡，在全球末日中，我与赵国富打下龙王殿后，我通过异空间改造进化的细胞强度与排布，使其能力消失的异空重构技能进一步。原本需将目标短暂纳入异空间才能完成的结构虫，如今仅凭意念就能在触碰到目标的瞬间启动。这种力量的进化让我意识到，龙王殿的夺下不仅是一座据点，更是让异空间蜕变为造物主之手的关键节点。孔世豪看到已经没了呼吸的老婆，不由瘫在地上，痛苦的无以名状。王不凡刚刚走出来，失笑道：“你老婆又没有对不起你，我们只是做了1个多小时，都没有碰她一根手指，你也不想想，你老婆都多少天没有洗澡了，我可能下得去手吗？”王不凡，孔世豪愣在原地，他老婆岂不是白死？他的恨意只增不减。此时孔世豪咬牙切齿，双眼如欲喷火。王不凡淡淡一笑，心念动转，一发子弹立刻没入孔世豪的脑门中。他将孔世豪夫妇的尸体收进异空间，顺便带上这2天收到的汽油、柴油一起回到庇护所。第1天收的最少，这2天他一共收到了2000多升油。不过以后收油应该会越来越困难，因为这是消耗品。各个加油站被掏空之后，只能去炼油厂了。晚上，王不凡带着于初桐去了龙王殿，赌场吸引了于初桐的注意，王不凡便找了个房间坐下，拿起平板计算机观察龙王殿内能源兑换的情况。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他就被人打断了。哎，凡爷，您换新平板了，旧的呢？卖了。我发现转转最近配合国补发放了大额回收补贴，正好我的旧平板一直想卖，又懒得处理，就干脆约了转转上门回收。没想到我那台 iPad Pro 还卖了4000多，而且转转连耳机、手表这种智能穿戴都能回收。行，一会我也去看看。总之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老大，嫂子跟一个人起了冲突。他立刻来到了2楼赌场之中，于初桐正与一个女人对峙，他双手抱臂睥睨着对方。另一个女人也是20多岁，长相不错，可以打个85分的样子，留着短发，上身是一个抹胸，下面是一条热裤，一副小太妹的模样，跟于初桐一脸冷漠不同。这女人则是笑盈盈的看着于初桐，好像在欣赏他似的。怎么了？我无论玩什么，他都非要凑过来。你是他男人。王不凡下意识的释放空间雷达，然后不由讶然，这女人居然也是进化者，而且还是全新的进化模板。不错。我要他跟我走，你给不给？居然是个拉拉，难怪他一直跟着于初桐，原来是看上了于美女。王不凡看懂后就笑了。不给。你在这里应该也算是说得上话的人吧？差不多吧。我们换个安静点的地方谈谈。你不怕我把你吃了？就凭你。王不凡带着他来到了4楼，短发美女大大咧咧的坐，颇有无赖之相，好像自己才是这里的主人。我叫柯娇娇，住在京华苑那边。前些天我们几个老大就和欧阳龙说好了，他会拿出龙王殿50%的股份给我们。现在欧阳龙被你弄死了，我们这50%的股份只能向你要了。欧阳龙答应你们的事情与我何干？欧阳龙可不是善茬，可怜他都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你不想一下其中的原因吗？无非是你们比较牛，欧阳龙怕打不过你们，又或是拼得2败俱伤，所以才让你们分了一杯羹。所以你打算和我们为敌吗？你把它让给我，我甚至可以不要我那份股份，按照约定，我可是能够拿10%的，一下子让你省了这么多，这份礼够大了吧？拿我的东西当礼物送给我，你还真是大方。我可以给你换一条思路，以后就给我当个通房丫头。于初桐固然俏脸通红，瞪了他一眼，柯娇娇更是气得胸膛都要爆炸了。他目露凶光，房间温度顿时升高，在他的手心中猛地出现一团火球，向着王不凡射了过去。王不凡早有准备，在面前打开了一扇空间之门，火球飞出不到1米，他就诡异的消失不见了。王不凡看到后便懂了，这女人的进化方向是意识火焰，咻，他则是飞窜而出，一拳就向柯娇娇的颈部打过去。柯娇娇见火球消失，自然露出一抹震惊之色，这手段太诡异了，让他都有些头皮发麻。但他显然颇有战斗经验，第一时间就轻喝一声，浑身竟是燃烧起了火焰，变成了一个火焰美人。王不凡停下手中动作，拉开距离后撤一步，警惕注视着他。诡异的是，他那件抹胸和热裤居然没有被火焰烧掉。然后他的脸上露出一抹挑衅之色。来啊，这火焰可是能够达到1000度的高温，保证将你当场火化。哦，是吗？王不凡笑了笑，空间之门张开，一大片水就喷而出，水冲在柯娇娇的身上，立刻被高温直接气化。下一刻，他连忙想要重新激活自己的能力，可王不凡已经一拳打在他的小腹上，他痛得弯腰，差点把5脏6肺都给吐出来，人也不由得后退。王不凡已经把柯娇娇的人物模板记下，又将她立刻收进空间之门重新改造了一下。于初桐看到柯娇娇仿佛闪现了一下，甚至觉得是自己的眼睛花了。柯娇娇捂着小腹，这一拳打得她直接没了半条命。王不凡从容无比，仿佛只是掸了一下灰尘而已。你
你们这些老大一共有几个人？又各有什么能力？手底下有多少人？别以为你是女人，我就不会杀你。我告诉你了，你会放过我吗？不会。柯娇娇刚想说话，却不由大骇，她的能力没了。你对我做了什么？你的能力是火焰，而我的能力恰好是让所有进化者的能力无效化，所以我的能力一发动，你就是一个普通人。大不了同归于尽，我绝不会说的。那我只好严刑逼供了。让我想想，你既然喜欢女人，那肯定就讨厌男人喽。恰好我就是个男人，而且是一个强壮无比的男人。你有福了。王不凡只是吓唬一下，柯娇娇就立马投降了。于他来说，火焰异能还是挺特别的，有可能还会发挥奇效。所以如果柯娇娇老老实实的，他愿意收服对方，以后就可以不断更新这套人物模板了。柯娇娇交代起来。我们之前是5家联盟，每一家的老大都是进化者，之前也确实和欧阳龙达成了协议，因为两边发生过冲突，但只是小小的打了一场，不想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所以欧阳龙则不得不拿出龙王殿50%的好处来摆平他们。当然了，我们也不能白拿钱不付出，如果龙王殿遇到外敌入侵，我们也是有义务帮忙的，只是之前你们的速度太快了，联盟还没来及增援，龙王殿便已经被你们拿下。王不凡点点头，心中思忖片刻。我给你一个选择，就是以后在这里当个3把手，我同样给你10%的份额。我接受。王不凡笑了笑，转身离去，把赵伯父叫了过来。他把柯娇娇一伙人的事情说了出来，让赵伯父不由一凛。 5名进化者，还好已经被你摆平了一个，但还有4个。无妨，我研究出了一种药剂，可以让人在24小时内拥有进化者的实力。这也是为什么我要你培养听话、忠心的手下。虽然现在急了点，但姑且先用着吧。你去找10个人来，我把他们暂时变成进化者，你带着他们去一趟，把剩下4个进化者都解决了。我这就去。20多分钟后，赵伯父带着10个人过来，他们已经知道了自己会成为进化者，不由得神情激动。这在末世意味着权力，有了权力就不愁吃喝。当然，赵伯父也说了，王不凡手里的药剂只能让他们的能力维持24小时，但只要他们卖力，是不是可以持续得到王不凡的关照，继续获取这样的药剂呢？王不凡看了他们一眼，淡淡道：“赵国父已经跟你们都说过了吧？那我就不废话了，努力干活，只要你们能够证明自己的忠心，以后就还可以得到成为进化者的机会。现在一个个进来。”王不凡弄了点生理盐水，对着一个个人进行注射，顺手进行。于是一个个进化者就出现了，以最初的赵伯父为人物模板。这10人莫不震撼又惊喜，他们现在除了感觉到恶之外，便是恐怖无比的力量。凡爷，我们愿意为你赴汤蹈火。他们对王不凡的敬畏也达到了极致。等吃饱之后，便在赵伯父的带领下去办事。王不凡则是进入异空间，在自己体内重新排版细胞，不久后变成了柯娇娇类型的火焰进化者。自此之后，王不凡的能力便到了更高的段位。回到了庇护所，人工智能的声音突然响起：“主人，凌晨3点的时候，有位授权者来到庇护所门口，停留了5分钟后离去。全球极热末日，我重排体内进化细胞，成为了火焰类型的进化者，能力达到了更高的段位。与此同时，突然出现的一个女人成为了庇护所新的加入者。”王不凡下令人工智能调出监控，一段监控画面被投影到了墙上，一共是5个人，鬼鬼祟祟的乘电梯来到了负2层，却被合金门挡住了去路。他们试着打开，但很快就离开了。应该是苗和伟的人吧？他和黄宪参与建设庇护所，肯定有人告诉他庇护所已经被我所占，还是得找个机会把苗和伟解决了。晚上，王不凡去了龙王殿，想看看收了多少汽油和柴油。刚走进去，外面便传来了嘈杂声，一行人走了进来，共有11人，其中9个都是凶神恶煞，还有另外2个人，分别是一男一女，都是30岁出头点的样子。2人的双手都被塑料束带绑着，男的长相非常英俊，身高在175左右，女的比之于出头，宋青允之流都是毫不逊色。突然，有人捂鼻，差点呕出来。好臭！哪来的臭味？真臭！附近的人也纷纷捂鼻，而他们找了一圈后，把目光停在了那位美女身上。这臭味竟是从她身上发出来的。再仔细看，她的衣服甚至皮肤上都抹着肮脏之物。那9个人中，以一个30岁左右的壮汉为首。有没有富婆想要买这个男人的？看看这长相，十足十的美男子。现在便宜卖了，谁出100龙币就可以带走。这位大哥，我们龙王殿严禁买卖人口。好，找死吗？龙王殿又如何？老子是降龙罗汉，是龙也得在老子面前趴的。王不凡走过来，一众小弟连忙纷纷叫道，壮汉则是睥睨着王不凡，嗤了一声：“你是这里的负责人？”“行，那我就问你，我能不能在这里卖人？”龙王殿内禁止人口买卖，而对于破坏规矩的人，从来都只有死路一条。壮汉却并不生硬，反倒大笑起来，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可笑着笑着，他却戛然而止，然后就是一拳对着王不凡挥了过去。王不凡同样的一拳与壮汉对拼了一次。当2人的拳头砸到一起时，整个赌场都响起了一声爆响。
震得好多人的耳朵失聪，只剩下嗡嗡嗡的响声。他用空间雷达看到这壮汉们的进化模板，是个体术型，强度甚至还要超过赵国。壮汉意识到自己与王不凡的力量相当，又哈哈大笑起来。老弟，不打不相识，我叫蒋立朝，给你个面子，既然这里不让卖人，我就出去卖好了。坏了规矩，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人？那你想要如何？留下一只手。老子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你非要咄咄逼人，要么留下一只手，要么死。老子今天就好端端的从这道门中走出去，看谁能够阻止。王不凡脚下一动，就向着蒋立朝冲了过去。哈！只是2拳之后，蒋立朝猛地发现自己的力量竟是衰弱到不可思议，被王不凡一拳推出拉扯。混沌启示，烟变。王不凡第1拳是用左手打的，第2拳则是右手，而右手在与蒋立朝接触的一瞬间，他就用异空间包裹了上去，在一瞬间完成收人、改造、释放3个步骤。蒋立朝的腿骨、脊骨、手臂的骨头都是一节节的炸碎，沾着血如同天女散花。这么恐怖的力量一直传递到他的脑袋上，直接让他的脑子成了一片浆糊。解决完后，他回到赌场，那对被抓的夫妻看到他过来，自然都是瑟瑟发抖。坐，两位怎么称呼？我叫谭亚生，他是我内人陈兰。我以前是海都大学的古文学教授，末世降临后，我们一直躲在家里没有出去，可坚持了1个月，还是把物资耗尽了。为了活下去，我出门去寻找食物和水，结果物资没找到，反倒把歹人引回了家。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要怎么活下去？谭亚生不由犯起愁来，他第一次出门寻找食物就把歹人给引到了家里，让他一下子就失去了信心。而且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平时连家务都没有做过，让他去搜集物资也确实难为他。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以后你们就在这里工作，我提供给你们1日3餐。不过我们要做什么？你会记账吗？没有专门学过，但我想我可以胜任。你跟我来，我也给你安排一下工作。刚走出房间，陈兰用冰冷的声音说道：我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主意。哦，什么主意？你只是在安抚我老公，目的是我。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而是跟了我出来？难道……你做梦！我老公特别单纯，他一门心思全在学术上，我尊敬他，仰慕他，不想破坏他对于人性的信心，才没有当着他的面揭穿你的真面目。至于我现在这样，你下得了手吗？戴个氧气面罩不就好了吗？你先去洗干净，这么臭把我的酒店都污染了。陈兰出来后，王不凡带着她到了庇护所，想着让她看到后自愿留下来。诸女看到陈兰的时候都露出惊艳之色，陈兰有一种妖娆入骨的风情，女人看到后都怦然心动。而陈兰看到这庞大的庇护所时，也张大了嘴巴。在海都市的地底下，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地方，这里大大小小加起来至少有300间，还有充足的食物、新鲜的水果，好像用不完的水源，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等下你随便找一套房子，只要没上锁的都可以住。给你们介绍一下，她是兰姨。出头，兰姨，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们早就认识？兰姨家和我母亲家的关系一向很好，虽然没比我大几岁，但辈分摆在那，我得叫她一声姨。他们2人脸上莫不露出尴尬之色。于初桐和陈兰出现在这里，那便只能意味着对方与王不凡有更深的关系。王不凡笑了笑，现在都已经是末世了，还管那么多干嘛？活下去才是王道。见王不凡这么说，宋青允几女当然也跟着劝了起来。被众人这么开导，于初桐和陈兰虽然还是脸红的厉害，但已经开始慢慢接受了。另一边的龙王殿，暗中有一群人走了出来。金老大，我们摸清楚了，王不凡每天凌晨3点到5点必然会离开。这时候，龙王殿就只剩下2名进化者了。这是拿下龙王殿的好机会。之前龙王殿不是一口气出动了11名进化者吗？呵呵，早已经探查清楚了，那11名进化者中，其实只有1人是真的，其他的全是注射了药剂才临时成为进化者的，只能持续1天。药剂是王不凡提供的，那么只要把王不凡杀了，龙王殿的进化药剂就断了供应，我们只需要佯攻几次，逼他们把药剂用了，到时候我们就是6打2。不错，我们拿下王不凡之后，说不定可以得到制造进化药剂的方法，到时候那5名进化者也跟着兴奋起来。王不凡自然不会知道有人已经盯上了他，而是在监控屏幕里看到了另外一群，至少有20个，以一个30多岁的男人为首。这人身材瘦削，但双眼却给人一种毒蛇的感觉。难道是苗和伟找上门来了？我是王不凡，在全球极热末日当中，随着我拿下龙王殿后，收集的人物模板也越来越多，但紧接着遇到的新进化者对龙王殿有所图谋。苗和伟知道这个庇护所可是建立在地下60多米处，恒温根本不可能出现50度甚至60度的高温，而且还有大量的物资，甚至有一个小型生态系统，足以维持整整1000人生活半年之久。他无论如何都要打下这个庇护所，进可攻，退可守，这是在末世中最好的据点。电梯在1楼停了一会儿，接着开始下行。苗和伟抬了抬手，
众人纷纷掏出枪对准了电梯口。叮的一声，电梯来到2楼，王不凡走出来。不想死的话，就把庇护所让出来。就凭你们，干掉他！乾坤剑法，收！这些人的武器全被他收入了一空间。你究竟是什么类型的进化者？碎影星坠。王不凡心念一动，上百颗附着空间之力的黑色流星雨倾坠。哒哒哒哒哒，苗和伟那些小弟莫不齐齐吃了个满大，他们的脑门或是胸口鲜血喷飞，死于非命。但苗和伟毕竟是进化者，他的视力反应也远超常人，至少做出了避闪的动作。他猛地爆发全力，向着王不凡冲了过去。王不凡面带从容，一拳向着苗和伟打了过去。哈！苗和伟重重的撞到墙，强烈的撞击之下，噗！他只觉内脏好像都爆碎了一般，连连吐血。从这一拳的力量来看，王不凡分明是体术型进化者。怎么可能？难道你拥有2种能力？虚练。死！王不凡汇聚空间之力一步，凝练出一颗小型极具空间质量的黑洞，向着苗和伟射了过去。苗和伟极力躲闪，但这颗黑色球体质量太大，吸引着苗和伟，直接没入他的胸膛开了一个洞。在这弱肉强食的末世里，如今的王不凡就是站在顶端的猎食者。他们到死都不明白，庇护所的主人从始至终都只能是王不凡，任何敢挑战他的人都只有死路一条。打扫完战场，他来到龙王殿，只见谭亚生走了过来。王不凡，什么事？我夫人呢？你不知道她去哪里了？今天早上我想联系她，可对讲机那边一直没有人回答。你不是早就习惯和你老婆分居两地的吗？谭亚生顿时就有些脸红，如着说不上话。昨天晚上被王不凡派去的女人启发之后，在那方面开了窍，开始想念自己老婆了。我有点私事要和我夫人说，那你自己上去找她吧。谭亚生点了点头。等谭亚生离去后，王不凡就拿出对讲机说了几句。于是当谭亚生来到10几楼的时候，便见一个妹子迎了上来，一把将他拖拽进了边上的房间里。拐了人家老婆，当然也得适当的给些补偿。谭亚生虽然是个书生文人，但也不是傻子，几次都找不到老婆，就应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樊爷，有个自称叫荆轲的人想要见你，说他是进化者，想在我们这谋个差事。龙王殿如今欣欣向荣，当初只有王不凡、赵伯父2位进化者的时候，就把龙业3人给放进，现在达到4人的规模，还有王不凡提供的进化药剂。接下来，龙王殿可能不断的扩张，开更多的分店，整个海都可能都会成为龙王殿的天下。王不凡来了点兴趣，倒不是他对收进化者当小弟有兴趣，而是对扩充自己的人物模板库感兴趣。虽然大部分进化者都是体术型，可万一有例外也是好事。没一会，那小弟就引着一名中年男子走了过来。身高在175左右，长相很普通，但一双眼睛却非常有神，皮肤上竟隐隐闪动着淡银色的光芒。咦，还真不是体术型的。体术型的进化者他真是见得多了，细胞排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清清楚楚，但这个明显不是，而且也不是骨刺型，也不是火焰型，而是一种全新的。樊老大，我是荆轲，你想加入龙王殿？有这个想法，不过我还得确认一下这个龙王殿容不容得下我。荆轲真正意指的是想跟龙王殿的几名进化者过招，王不凡也想看看他的能力，自己琢磨肯定没有看人家直接展示出来的方便，就通知了赵伯父。他到了得知荆轲想要投奔了龙王殿，不由惊喜。赵伯父希望能用的进化者越多越好，他是个极有野心的人，现在社会秩序崩溃，他又拥有强大的实力，当然不愿只守着龙王殿这1亩3分地，而是希望能够开疆扩土，当然希望进化者手下越来越多。得知荆轲还要反向考察，赵伯父就笑了。好，我们过招，来吧。这家伙的能力到底是什么？赵伯父正常发挥就有几千斤的恐怖力量，而如果再特意蓄力的话，那爆发出来的力量更加恐怖。荆轲也不敢大意，身上原本就有淡淡的光芒，现在则是更加明亮，仿佛披了一层月亮的清辉。可明明残月无力，别人身上可没有这样的银色光芒。哈！赵伯父一脚踩在地上，猛地爆发出惊人的高速，向着荆轲冲了过去。一击之下，荆轲立刻被打得滑退出去10米多。但让王不凡、赵伯父吃惊的是，只见荆轲缓缓放下双手，居然若无其事。哈哈，再来！荆轲对着赵伯父冲击过来的方向挥出一拳，但手臂却在这个过程中化成了一团银色的电。卧槽，液态金属机器人吗？如果用上骨刺能力或是火焰能力，又能克制荆轲吗？荆轲展开了反击，他挥剑狂砍，被他的剑击中，墙上、石头上、地面上莫不出现深达半尺左右的裂。赵伯父自然更加不敢被这样的武器。他仗着速度更快，绕着荆轲转，伺机发动攻击。但荆轲其实并不存在真正的防御漏洞，因为赵伯父的拳头打上去，他就是层层层的退解，却难以对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继续打下去，赵伯父有着体术型进化能力高的优势，再战下去，荆轲自知会坚持不住，便主动止战。休息一下之后，他又向王不凡挑战，想要见识一下王不凡的实力。樊老大，我想知道与你的差距有多大？其实我和老赵的实力差不多。王不凡便陪对方玩了一下，没有过多暴露实力。他用的是赵国父的人物模板，也是靠消耗战让荆轲只能举手投降。
樊老大、赵老大，我决定了，加入龙王殿。我还有一些兄弟，希望两位老大可以收留他们。没问题。那我就先离开了，明天带着我的弟兄们过来投奔两位老大。王不凡这人如果忠心的话，倒是个可用之人。他的能力非常适合攻坚，顶在前面当肉盾。王不凡只是笑了笑，他不可能因为对方主动投奔而产生信任。别说荆轲，就是赵伯父也一样没有赢得王不凡的信任，包括宋青允、诸女在内也一样。他只相信自己，其他人于他来说都是工具人，只是作用各不相同罢了。不会信任他人，那自然不可能会被背叛了。王不凡出了龙王殿，发动摩托车，向着庇护所赶回去。行了5分钟左右，他的目光与角突然捕捉到王不凡根本来不及躲避，脚下发力，横身而起，然后就地打滚。摩托车则是撞到了一堵墙上，发出一声巨响，化成了一团火光燃烧起来。啪啪啪！只见6个人分别从不同的位置走出来，有人还在鼓掌。不愧是龙王殿的老大，这反应真快。不过樊老大如果只有这点本事的话，呵呵，恐怕今天就得交代在这里了。荆轲，王不凡看向这个不久之前还表示要向自己臣服的男人，没有愤怒，也没有意外。荆轲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要杀死王不凡，龙王殿也将成为他们的囊中物。全球极热末日，我占据了地下60多米的恒温庇护所，这里有物资和小型生态系统，能供1000人生活半年，还拥有能够购换物资的龙王殿。随着进化者越来越多，我却意外发现了能够增强异能的神秘石头。王不凡他对人心本就不抱希望，所以荆轲的2面3刀根本没有让他吃惊。他看着荆轲淡淡一笑，所以你之前故意说要投奔，目的是为了刺探我的实力？不错，你确定探清楚我的实力了吗？弄死他！这时除了荆轲之外，另5名进化者已经向王不凡冲了过去。荆轲并没有出手，他还有隐而未用的底牌，要留着给他致命一击。巨力震击，疾风腿，狂暴冲锋。王不凡在这大乱斗中精心躲开他们的攻击，心念一动便发力，空间召唤开。他开启空间之门，一根根钢筋向着那5名进化者。他知道进化者的肌肉密实，子弹只能钻进去1寸。钢筋的速度确实没有子弹快，但数量多，钢筋的质量也比子弹大，意味着一旦被击中，钢筋的破坏力可远在子弹之上。能量爆破，这人释放出一股强大的肉体能量，挡住飞来的钢筋，并且震开。王不凡没有再给他们围攻自己的机会，稳住身形，铁引涡流。他引发空间中的引力乱流，将周围的物体和生物吸进漩涡中心，进行控制或毁灭。他绝对不是体术型。这是什么鬼能力？空间是空间能力。他们纷纷抄起路边的石头，甚至广告牌，向着处于中心的王不凡丢了过去。可刚丢到他身前，就离奇的消失了。王不凡加大空间之力的输出，周围5人便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引之力拖拽了过去。碎空切割，他将空间切割，对着5人造成无法抵御的高纬度斩击。他们有的甚至还来不及后悔，就变成了尘埃。王不凡停下，转身向着荆轲看去。他张开空间之门，大量的钢筋向着荆轲飞射过去。荆轲不得不扎了个马步，大吼一声中，全身都变成了淡银色，双手再次化成银剑，对着飞来的钢筋就是一个劈击。你咄咄逼人，我跟你拼了！他大吼一声，向着王不凡斩过去。天外飞剑，2道银光一闪，这2把银剑竟是从他的身体上脱离，向着王不凡飞射而去。这是荆轲的绝招，2把银剑被他以全身所有力量催动出来，速度堪比子弹，而且远超子弹的重量。2道银光划过，飞至王不凡5米身前，却诡异的消失不见。这时王不凡一跺脚，寰宇之路技能开启，一个实现远距离传送的技能，荆轲瞬间被拉至到王不凡身后。我没有猜错的话，你的绝招用过后，身体会陷入脱力的状态吧？不但力量大减，而且防御力也几乎为0。荆轲意识到王不凡的空间能力不够，现在他也处于虚弱状态，哪怕随便来一个普通人，只要有枪就可以将他崩了。他颤声说道：王不凡，我认栽了，我真心愿意归降你，以后你让我往东，我绝不会往西。王不凡看着荆轲，他绝不会给背叛者一条活路。空间绞杀，荆轲的头直接被绞成粉尘。最后他按在荆轲身上，将他收进异空间，回到庇护所研究他的新进化模板。荆轲这种异能一旦发动，可以让大部分身体都变成银色的金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能力不断的进化，应该可以达到全身金属化。可惜他已经死了，这个模板也更新不了了。王不凡正思索着，于初桐突然跑过来找他。啥事？那天我买了几块石头不见了，想问问你有没有看见？你确定没有滚到哪个角落？我都放在房间了，而且总不可能每块石头都滚到沙发、柜子底下吧？王不凡用了一下空间雷达，确实，整个屋子里并没有看到这些石头。王不凡突然一愣，他已经用过几百次空间雷达，所以每次使用之后，他都可以清楚地感知接下来还能使用几次。对于力量的消耗已经熟悉无比。正是如此，他才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他刚刚用了一记最大范围的空间雷达后，剩余的使用次数居然不是103次，而是147次。他打开异空间仔细观察起来，突然发现在荆轲周围也有几块石头。难道是因为这些石头，这才导致荆轲的能力与普通进化者不同？而现在我的空间雷达能力也随之变强，这些石头真有提升能力的用处。王不凡心念一动，在异空间切出了30米边长的立方体空间，然后层层叠加。放在之前，它只能叠加4层，现在居然有10层。空间之门的最远释放距离也从5米增加到了5.2米。王不凡变得激动起来，这种石头的出现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变数。要是最普通的进化者拿到这石头，也有一夜崛起的可能。他带着鱼出头，立刻去了龙王殿，迫不及待想要再多收些石头。王不凡，就是那个人。带我过去。摊主很年轻，18、19岁的模样，末世前可能刚上大学，但左颊被打得又红又肿。王不凡用空间雷达确认了他不是进化者，便开口问道：“你那天卖了几块石头给他？”东西已经卖给你们了，我可不会退的。我不是要退货，我们对这种石头很喜欢，想要多弄一点搭个假山什么的。你从哪里弄来的？如果还有的话，我大量收。我也是偶然之间找到的，之前卖了几天都没有卖掉，家里倒是还有2块。他昨天卖你多少龙币一块石头？一共5块石头，才花了1龙币。我给你10龙币，明天你把石头带过来，以后你再找到这种石头也都可以卖给我，我都按1块石头5龙币收。年轻男子不由啧舌，1龙币已让一个人满足1天3顿的饮食，于是连忙答应。对了，你叫什么？贺以刚，今年大2。王不凡没有再问，带着鱼出童离开了。他让2个小弟盯着贺以刚，如果他收摊的话，便立刻通知自己。2个小时后，凡爷，目标准备离开了。王不凡立刻跟在后面。只见贺以刚钻进了一个黑漆漆的小区里，进了一栋楼，上到3楼。另一边，一个叫做宋展的人带着手下在大门口守着。他是这附近一个势力的老大。听手下说，这里住着一对年轻男女，女人长得很是漂亮，便起了歹心，恰恰就是贺以刚和他的学姐。老大，我们摸清楚了，那2人就在4栋。走，跟老子抓人去！砰砰砰！他们踢开一扇扇门，然后拿着手电筒到处寻找。楼上，贺以刚和年轻女子听到后，年轻女人脸色惊变，不由责怪道：“你怎么还让人跟上了？”是我大意，我们赶紧躲起来。他把带回来的水全部藏到了床底下，然后他们一人一个衣柜躲了起来。然后声乐仿佛推命符一般，10几分钟后，终于轮到他们所在的这间。他们打开了衣柜，开始一件件衣服往外丢。突然，一道黑影向着他扑了过去。找到人了，找到人了！继续找，这小子想牺牲自己把我们引走。哈哈，找到了！宋展色迷迷地看着这个女人。就在这时，一个懒洋洋的声音突然响起：“小贺同学，需要帮忙吗？”樊老大，全球极热末世，我拥有地下恒温庇护所和空间异能。偶然之间发现一种石头可能具有增强异能的作用。为了收集更多这种石头，我与年轻摊主贺以刚达成交易，并给了他进化者的能力。就在我想要继续探索神秘进化石的秘密时，又出现了新的势力挑战。宋展等人听到声音，立刻掏枪指向王不凡，他也掏出一把枪，对准了宋展。宋展脸皮抽搐了一下，没想到他居然也有枪。2人同时射击，宋展的子弹没入到早已开启且随时戒备的异空间当中，而王不凡正中宋展的心脏。一众人互相看看，连忙纷纷跪下来求饶。王不凡懒得与这些普通人纠缠，挥挥手让他们离开。这帮人连忙溜之大吉。王不凡这才看向贺以刚：“小贺同学，石头呢？”“你等一下，我拿给你。”“老大，这就是你要的石头。”王不凡接过，这玩意很沉，密度可以对标黄金，比铁都要重。另外就是鲜艳。王不凡仔细看，2块石头，一块通红，一个通绿。王不凡把2块石头装在袋子里，然后问道：“你是在哪捡到这种石头的？”“在一个公园里，我其实也不知道这有什么用，就是觉得好看，想带去龙王殿碰碰运气，结果还真卖掉了。”10龙币，说好的，拿去吧。以后再找到这种石头，全部给我弄过来，把手伸过来。进化药剂听说过没有？打一支只能持续24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你的力量、速度、恢复力等都会暴涨，身上这点伤很快就会愈合。这就是进化者的力量。事后他回到庇护所，他开始用空间雷达研究那2块石头。王不凡讶然，因为他没有看到石头的内部，在他的感知之中，这2块石头就是2团黑色的影子，只能看到轮廓，却无法深入其中。以前只要用空间雷达扫一下，就可以立刻得知一切细节，甚至可以将物体拆解到细胞级别。但现在仿佛 X 光遇到了铅板，完全无法穿刺。他收了1块石头进异空间，在异空间中，石头在以极快的速度瓦解，1块变成亿万颗颗粒，跟细胞差不多大，接着继续瓦解，达到原子级别。他能明显感应到有一股股能量融合进了异空间，而空间之门与空间雷达的技能又变强了。好东西，真是好东西！这石头是只能由我吸收吗？让赵国富试试。不，除非这种石头我多到吸收不了，
否则我可不舍得让赵国富尝试，万一他真能吸收呢？不能全靠贺以刚，毕竟他才一个人。我的能力越强，空间雷达探查的范围就越大，使用的次数越多，那找起进化石来就越是容易。晚饭过后，王不凡去了龙王殿，一路上把车开得很慢，不断的使用空间雷达找进化石，但没有什么发现。走进龙王殿后，赵国富走了过来，神情有些凝重。王不凡，怎么了？我刚收到消息，有个地方也开了一家跟我们差不多的交易场所，叫广兴会，不知道会对我们的生意造成怎样的冲击。这广兴会是什么人建立的？暂时还不清楚，毕竟我也是刚刚收到的消息。那就先派人去摸一下底。王不凡对出现的一家新交易所并没有什么兴趣，他要这龙王殿的目的：第一，收集能源；第二，顺点捞点美女；第三，就是获取进化石。所以这新的交易所对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影响。不过现在龙王殿不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让赵国富去探点。赵国富走后，王不凡便在龙王殿四周转了起来。可惜的是，十几分钟寻找下来，他毫无收获。只见贺以刚跑了过来，身上还背着一个袋子，一脸的兴奋之色。老大，我又捡到几块石头。你在哪里找到的？就是之前发现这石头的地方。上次我只是随便捡了几块回来，并没有仔细找。这回好好找了一圈，总共找到这么多。贺以刚把袋子放在桌子上，王不凡打开一看，里面居然有7块鲜艳的石头，大小不等，小的如鸡蛋，大的却和人的脑袋差不多。干得好，你把找到石头的地方在地图上标出来。不过老大，我已经非常仔细的找过了，肯定没有这种石头了。王不凡只是一笑，也许还有遗漏的，毕竟贺以刚是用眼睛找，而他则是用空间雷达。退一步讲，哪怕那里已经没了进化石，那他也想知道为什么那里会出现进化石。你的进化药剂已经到时限了，我再给你来一支，以后你就待在这里吧，继续帮我寻找这种石头。你的工资是每天1龙币，找到这种石头的话，那每一块奖励5龙币。老大，我会好好干的。王不凡期待着夜幕的降临，他来到一处公园。贺以刚说进化石就散落在公园各地，他把空间雷达向着地底下探查而去，哪怕是10米深，也没有探查到一丁点的阴影。直到能力用尽，他还是没有收获。王不凡叹了口气，进化石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不可能凭空就变出来吧？他接着往前走，来到了一个小区，抬头一看是精品家园，不由微微一愣。他有个初中女同学就住在这里。这个小区不是特别大，一共就7栋楼。发现这小区还有人，他就跟上前去。他打出一道空间雷达，却不惊讶然，这些人进到单元楼之后居然不见了。王不凡立刻往下走，来到了地下车库，发现这有一个地下空间。从一个地洞往下看，这个空间建在地底下50米处，而且还非常大，隔出了一个个房间，还有10几个通风口，都装上了排气扇。这个地下空间绝对不可能是末世之前挖出来的。这么短的时间，在没有大型机械的帮助之下，单靠简单的工具和纯人力，怎么可以完成这么巨大的工？王不凡用空间雷达观察，发现一个从没有见过的新类型，一个25岁左右的女人。虽然容貌、身材、气质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王不凡还是第一时间认了出来。钟红红。王不凡看到钟红红对着前面，地面破开，一块石头就那么突兀的冒了出来，再一挥手，地面立刻裂开了一条缝，足有1尺宽，2米来长。控土能力。王不凡想了想，要不要和钟红红打个招呼，但还是摇了摇头。真得看到这个曾经喜欢过的女生时，王不凡发现自己完全没有什么激动，更没有嫉妒。他放不下的只是对于青春的缅怀，而不是钟红红。正要离去，却见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进入了小区之中。王不凡看着这人应该是小区的住民，因为他直接去了通往地下空间的那个。可当他的身影进入大楼时，一群人却在黑暗中现出了身来，一个个都是带着冷笑。原来躲在这里，把这伙人找出来，竟敢打死我弟弟，哼，全都等死！王不凡原本要离去的，现在却不由停下了脚步。面前出现4个进化者，其中3个是体术型，实力比赵国富稍逊，第4人则又是全新的类型。全球极热末日，进化石放入异空间后，竟会急速瓦解成原子级颗粒，释放的能量还能增强我的空间异能和雷达技能。与此同时，赵国富传来广兴会的消息，让我感到一丝被威胁的气息。王不凡藏在暗处，对这些人丢出空间雷达。第4个人的势力明显强于其他人，他不由恍然，难怪这些人落后了那么多，还是可以追得如此之准，根本不担心前面的人跑没影了。在白天，这种能力足以在2公里甚至3公里之外精准的锁定目标，大部分狙击枪都没有这样的射程。这种鹰眼能力在晚上可能看不到2、3公里那么远，但500米左右完全不成问题。再配合狙击枪，对方都不知道对手在哪，就被爆头了。这时候他们来到洞口，众小弟说道：“强哥找到了金马。”里面可能有埋伏，没必要扔手雷下去，直接把通道给炸了。我们就在这里守株待兔，他们一定会出现的。他们一人取出一颗手，拔掉保险之后，就往入口里丢。几秒之后，砰一声闷响，便是地面都微微一颤，然后地下入口就塌陷了。王不凡在一边看热闹，心道这群人在守株待兔。不过地下空间却有10几个通气口，哪一条都只需要稍加开辟就可以变成正常的通道。很快半个小时就过去了。王不凡心中念：
你们守在这里等人冒头，那注定只有失望。不知道钟红红他们会不会出来迎战？钱哥，难道都被闷死了？有可能，这个入口已被堵死，下面那些人肯定缺氧了。我们是不是把入口清一下，然后进里面确认一下？算了，没必要把精力花在这上面，趁还有点时间，再去搜索一下物资，在天亮之前回去。他们走出大楼，刚准备回去，却听枪声连奏，顿时有好几人应声而倒。卧槽，偷袭！钟红红他们重新打出来的通道开地下空间，但并没有回去，而是在小区大门口伏击了钱哥一行。一开始确实占到了便宜，但他们显然没想到对方还有一个狙击手类型的进攻，对方立刻开始反攻。那鹰眼进化者连连开枪，每开一枪就换一个位置。在如此漆黑的夜色中，只有他打别人的份，别人却连看到他都做不到。别开枪，隐蔽起来。凤姐，对面好像有狙击手，而且还可以在这么黑暗的地方看到我们，这下怎么办？如果现在撤退的话，那无疑给了那名狙击手更好的出手机会，我们只会伤亡更大。好，等到太阳出来，再全部都撤。就在这时，一声枪响传来，却让众人一愣，因为枪声既不是从他们这边，也不是钱哥那边发出来的。钟红红很惊讶，因为那颗子弹是射向钱哥他们的，他隐约可以看到子弹带起的火光。枪声连奏，而钱哥那边则是惨叫声连响。王不凡手握狙击枪，在窗口肆无忌惮的出手，他在身前张开了空间之门，就算有鹰眼，也只有他打人的份。王不凡锁定了那名鹰眼进化者，枪口迸发出一抹火光，便见一颗子弹以超音速飞射出去。然而他却看到了诡异的一幕，那鹰眼进化者居然也开出一枪，然后子弹正居然让他射出的这颗子弹打偏了。卧槽，这也行？子弹的飞行过程可能就0.2、0.3秒，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拔枪射击就极难做到，而且射出去的子弹又不是静止的，所以还得把运动轨迹算进去。不过王不凡立刻看到那鹰眼进化者整个人都散发着虚弱、疲惫的感觉，仿佛刚才那一枪让他耗尽了所有精力。所以这个能力还有某种爆发性，代价则是事后虚弱。砰砰！王不凡如此嚣张的攻击，则是迎来了钱哥他们的疯狂反击，几十颗子弹便向着他飞袭而去。王不凡根本不在意，他心念一动，一颗冒着火焰尾巴的东西便飞了出去，一声巨响，火焰熊熊，其中一人直接被震飞了出去，身上则是插满了弹片。底下的人先是一愣，然后便听钱哥叫道：“不好，是 RPG！ 撤！”他们狼狈撤退，钟红红一方则是趁机补击，枪声连连，又让几个人倒地而亡。钟红红一方自然欢呼雀跃，而钟红红和另一名进化者则是走到王不凡所在的楼下。朋友，能否下来见个面，让我们当面道谢？当他走出楼，被昏暗的月光照到，钟红红和另一名进化者才看清了王不凡的模样。咦，你看着有点眼熟。钟红红同学，好久不见。王不凡，你是王不凡？你好，我是红红的老公叶谷正。在末世之前，他其实才是倒追叶谷正的。结婚之后，他也是叶谷正的姨父。叶谷正的学历高，收入高，他呢，中专毕业出来就找工作，干的是销售，收入平平。可末世开始后，他居然成了进化者，也依靠能力为小区的人打造了一个地下住所，深得大家的爱戴，声望极高。那钱哥叫钱力，还有个弟弟叫钱雄伟。有一次，他们与钱力一方因为搜集物资而碰手，钱雄伟就对他们中的一名女性成员言语不干净，还想抢人，双方因此爆发冲突。我出来寻找物资，恰好路过这里，结果看到那帮人鬼鬼祟祟的，便留了个心眼，结果就看到你们了。你现在在哪混？龙王殿，我得先回去了。欢迎你们来龙王殿玩，你们要兑换物资的话，我不收你们手续费。王不凡离去，钟红红一众人把进入地下区域的通道重新打开，他们便回了地下。回到地下后，众人都围了过来，打探起王不凡的事情来。龙王殿可不得了，我听说他们可以一口气拿出来10名进化者，现在应该是海斗森家最丰厚的实力吧。王不凡驾车回家，刚有点睡意，人工智能的声音却响了起来。主人，赵国父来电。王不凡，我派去广兴会探查情况的人出事了。怎么了？刚才有一架无人机飞了过来，丢下了那探子的人头。我们这次如果不反击的话，敌人就会觉得我们软弱，而且手下知道后，凝聚力也会大大降低，甚至现在来我们这里的人也会跑去广兴会。那你对广兴会有什么了解？那里一共有多少进化者？都是什么类型的？现在还没有，我打算明天亲自去一趟。你就别去了，之前我们树大招风，不管你还是我，长什么模样应该都让人家摸得清清楚。你若是去了，呵呵，那就是自投罗网了。先等2天吧，我来想办法。王不凡挂掉电话，计划着要如何对付这个广兴会。现在进化者的类型越来越多，不乏暗杀型的，如果直接杀过去的话，别人来一波伏击，后果则是被直接爆头。不过可以像之前对付龙王殿那样，先侦查一波。赵国父会被人认出来，但我不会用异空间可以短暂的改变模样，高矮面貌都可以调节，今晚就出动。广兴会距离庇护所可不近，1个多小时之后，王不凡来到了地方。
看着这里的人气也挺高的，门口灯火通明，也是由酒店改造而成的，但没有龙王殿那么高，一共就18层。王不凡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他现在的形象是一个中年大叔，保证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他的本来面目。他走进去，在交易区转了一圈，了解了才知道这里只能用食物或者水兑换星币，一斤食物或1升水兑换1星币，而且这里居然也有净化石，只是净化石并不是摊位上的货物，而是被摊主坐在了屁股底下。王不凡走上前，随便买了几样东西，指着净化石道：“这石头倒是挺鲜艳的，我买了你好几样东西，这送给我吧。”送是可以，不过你得再买几样东西。王不凡无心纠缠，随便选了3样东西就要结账，赶紧把净化石弄到手。可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在背后响起：“李主任，全球极热末日，净化石的能量增强了我的空间异能和雷达技能。为了扳倒广星会，我去了他们所在地，想查探清楚。可一个小女孩的出现，让我不再轻视广星会的存在。”王不凡佯装的模样是随便按当初启东城一个人的模样伪装的，依稀记得确实姓李。他听到后扭头看去，只见对方是一个30多岁的男子。王不凡刚想付钱，可那中年男子却道：“慢，我出7星币，这包东西归我了。”王不凡看着这中年男子，他不知道这男人和所谓的李主任有什么私人恩怨。中年男子挑衅的看了王不凡一眼：“李主任，没想到你也有今天，你居然还没有死。我跟你有这么大的怨仇吗？在你李主任的眼里，当初没有把项目给我，而是给了你的妹夫，当然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可对于我来说，我为了这个项目可是倾家荡产，把房子都抵押了。结果倒好，你收了我的好处，结果却不把项目给我。你知道把我害得有多惨吗？”中年男子就是一巴掌抽过来，王不凡伸手抓了过去，啪！他握住了中年男人的手腕。这男人刚要爆发全力，却猛地就从原地消失了，净化石也一起进入空间。王不凡看着异空间内部，净化石迅速瓦解，化为能量被他吸收。他本不想纠缠，但若要与他抢净化石，那也就只有被收的份。王不凡继续在广星会转悠，几个小弟突然卖力地喊了起来：“拍卖马上开始！今天好货比较多，由我们的老大雷哥亲自主持。哈哈，欢迎各位今天过来捧场，我是雷浩，让大家久等了。昨天我们拿下了一个富人区，里面的住户哪一个都有几十亿的资产，这帮王八蛋居然还有食物，还有水，老子当然不会跟他们客气，先杀了一批，把年轻漂亮的人都带了过来，哪怕某位老兄有什么特殊爱好，我们也可以满足。人类社会真是说崩就崩，1个多月前还是文明祥和的，但现在呢？”王不凡起身离开了拍卖室，进了广星会2楼。他连上几层，然后不停地使用空间雷达，但凡有进化者出现，他就会记录其人物模板。来到9楼，他再使用一次空间雷达，就把剩下9层楼的情况进阶整合。他在顶楼发现一个新的进化者，又是一个全新的类型，但这名进化者却只是一个小女孩，最多5岁。之前遇到的进化者莫不是成年人，现在突然看到一个这么小的进化者，让他有些意外。获得广星会所有情况后，他知道雷浩的能力可以控制金属，其他人就只是普通的进化者。而那个小女孩的能力，王不凡用雷达感应后却没有任何反应。半个小时之后，他只觉喉咙里有些痒，不由得咳了起来，咳了好几下，猛地吐出一样异味。这是一颗果子。我特么，这异能就是制造果子？什么鬼玩意？王不凡把果子捡了起来，这其实只是看着像果子，其实不是，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找个小白鼠。你给我吃了什么？王不凡用空间雷达观察着，突然那人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细胞变得强大，排列方式也出现了巨变，成了体树型进化者。这岂不是和我的异空间改造一样吗？不一样，我是需要有人物模板进行改造。这一颗果子好像可以让人进化一般。现在要确定这种进化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王不凡带着实验者回到庇护所，2个小时后，王不凡居然又吐出一颗进化果。雷浩的能力王不凡可以化解，但是那小姑娘的能力却是个变数，一个惊人的变数，每隔2小时就可以制造出一个进化者来。那广星会现在的进化者达到了何等恐怖的数量？王不凡摇摇头，他不相信进化果是永久性的，他想看到实验者的变化。漫长的夜晚过去，实验体突然剧烈挣扎起来，不过3分钟，这家伙就死了。所以进化果不是永久性的，只能持续不到24小时。服用进化果后，进化者能力也是最低级的，但也不排除这种能力不断的提升之后，会不会让衍生出来的进化者变得更强，持续时间也随着增加。这个小姑娘我得抢过来。老赵，今晚打老虎。晚上将肚子填饱之后，王不凡便离开庇护所去了龙王殿。人已经挑好了。王不凡点点头。昨天那个实验体一共产出了11枚进化果，他给10个人每人1颗进化果，待他们服下之后，一个个很快就获得了异能。还有一个变成了别的类型，是火焰型，和柯娇娇有点像，但在等级上却不如柯娇娇。所以进化果催生出来的能力居然还是随机的。我们出发吗？这点人不够，再去叫点人过来。
对方有那个小女孩，理论上一天可以制造出12颗进化果，而每颗进化果又能保存24小时，且制造出来的进化者也能持续24小时。所以从极限角度来说，广兴会可以同时出现24个进化者。既然要发起进攻，那当然要以碾压之势进行横扫。随后王不凡大手一挥，出发！此次去广兴会不只要扳倒他，还一定要把那能够制造进化果的小女孩弄到手。进化者的能力会随着时间不断的增强，而这个小女孩的能力未来会变得难以想象。王不凡对手下交代了广兴会情况后，他们34个人开着5辆车，趁夜而行。1个多小时后，他们来到了广兴会。王不凡引入人群，由赵伯父率众而行。他们在门口10多米处停了下来。赵伯父双手抱胸，淡淡道：“让雷浩滚出来见我。”这位大哥怎么称呼？龙王殿赵国父。不久之后，便见雷浩亲自领衔，也带着一大堆人出现了。哈哈哈，赵老大，幸会幸会，你大驾光临，可有什么指教？你杀了我的人，还问我有什么指教？原来赵老大是为了这个来的。哎，我其实也想给赵老大一个面子的，但你那个手下太没有规矩了，在我这里白吃白喝白玩。原本看在赵老大的份上，我也不想与他一般见识，没想到这家伙狗仗人势，居然还打我女人的主意。那没办法，我也只好将他宰了。赵老大，我为你清理门户，你也不需要谢谢我，给我个10万8万斤大米就行了。你还倒打一耙？那又如何？雷浩笑得嚣张，肆无忌惮。好一会之后，他突然一收笑容，同样脸色阴沉。特么的，要打就打，说这些狗屁话干嘛？赵国父，我知道你们能够制造进化者，但谁又不会呢？出来，让赵老大见识见识。顿时，他身后第一排的10个人就走了，纷纷大吼一声，对着地面就是重重一脚踩。砰砰砰，地砖顿时被踩出了一个个坑来，也扬起了漫天的灰尘。赵老大，如何？我这个人向来以和为贵，以德服人。只要赵老大你跪下来给我磕个头，认我当老大，以后广兴会2把手的位置就让你坐。才20个进化者，给雷老大看看你们的实力。除了那火焰系进化者外，众人齐齐大吼一声，学着对面的也是重重一脚踩了下去。砰砰砰，地面巨颤，灰尘漫扬。雷浩完全笑不出来了，相反，他双眼中闪动着杀意。他搞这么一出是为了震慑赵国父，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结果被震慑的居然成了他。既然如此，擒贼先擒王。雷浩轻吼一声，死！全球极热末日，我为扳倒广兴会伪装查探，但却发现了进化果的源头竟是一位小女孩。为了将进化果的作用一探究竟，我必须要将那小女孩带回去。雷浩大吼一声，咻咻咻！只见四面八方有大量的菜刀向着雷浩飞舞出去，然后雷浩再对着赵国父一指，这些刀就向着赵国父射了过去。王不凡在暗处伸出了手，顿时这些呼啸而来的金属齐齐停住。就是现在，赵国父轻喝一声，便向着雷浩杀了过去。眼见赵国父率人杀了过来，雷浩连忙招呼自己的小弟迎击而上，自己则是倒退。说到身体素质，别看他人高马大，魁梧无比，却完全拼不过体术型，所以他完全没有肉搏的打算，把自身异能最大化运用才是王道。然而赵伯父并没有被他的小弟纠缠住，而是向着他追杀了过来。赵伯父，你欺人太甚！雷浩怒吼道，他不顾一切的催发异能，身上顿时有大量的血雾喷发出来，但咻咻咻，大量的刀子顿时向着飞射。赵伯父袭到雷浩身前，挥起拳头就砸过来。砰！赵伯父一拳打过去，雷浩的脑袋顿时爆碎，死得彻彻底底。雷浩一死，广兴会的其他进化者全部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他们不知道那小女孩的存在，进化果都是雷浩发给他们的，所以雷浩一死，他们自然以为永远得不到进化果。我们投降！我们投降！王不凡没有理会这些，他向着18层。现在的势力无论多强，其实都是乌合之众，根本没有凝聚力可言。广兴会如此，其实龙王殿也如此。现在找到会制造进化果的小女孩才是最重要的。王不凡推门而入，小姑娘正在玩平板，听到门开的声音，不由吓得一哆嗦，连平板都掉到了地上。她动也不敢动一下，只是瑟瑟发抖，颤声道：“不要打小柔，小柔很听话，小柔一直很听话的。”卧槽！雷浩这牲口是虐待了这个小姑娘吗？你叫小柔？大哥哥，你快点离开，这里有一个很凶的叔叔，他会用鞭子抽你，用棍子打你，好疼好疼的。放心吧，那个坏人被我赶跑了，不会再来伤害你了。真的？真的？你饿了吗？小姑娘点头。王不凡走出房间，回来的时候手里也多了一个托盘，里面放满了零食和水果，然后放在小姑娘的面前。小姑娘立刻吃了起来，但吃得太快还噎着了。王不凡便递了一瓶水过去。你姓什么？我姓江，大名叫江柔。你家里人呢？爸爸被人打死了，妈妈带着我逃，可有一次妈妈出去寻找食物的时候，我就被人抓了，那些人还要吃我，结果我嗑了一颗果子出来，他们觉得奇怪就没有吃我。再后来就是那个很凶的叔叔把我关在这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那里有好多漂亮姐姐会照顾你，我帮你寻找妈妈，好不好？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谢谢大哥哥，我妈妈叫蒋梦远。江柔填饱肚子后，王不凡拉着江柔的手下楼而去。他发动跑车，向着庇护所的方向飙去。江柔看到庇护所，仿佛世外桃源，可外面却是人间地狱，杀人、淫虐、吃人，随处可见。短短41天而已，整个世界就完全倒退回了原始时代。安顿好江柔后，王不凡开始了他的实验。他从外面抓了30多个无家可归的人，将他们放到负1层，关进了笼子里，全部改造成了江柔母乳。到第2天早上，只见每一个笼子里或者外都滚着几颗进化果。这些果子看着是一模一样的，可为什么制造出来的进化者却有能力上的不同呢？或许是进化果引发出了人的潜力，而每个人的潜力又是不同的，所以有人变成了体术型，有的却变成了火焰型。那我呢？我的空间能力还能进化成什么能力？如果以特殊能力为蓝本，再服用进化果产生新能力，会不会产生双异能组合？王不凡将实验者丢进异空间，让对方吃了一颗进化果，果然此人觉醒了放电的能力，很好。丢异空间洗掉能力，改用骨刺型500，再吃进化果，便得到了骨刺加放电的人物500。实验成功后，王不凡也让自己成为了体术型加火焰的双能力者，还有他的空间能力。此时的王不凡已然是3能力进化者，他开始期待江柔的成长，思考着是不是可以让进化果产生质变。到了晚上，他来到龙王殿，他把贺以刚叫来，再次将他改造成体术型，寻找进化时还是重中之重。这时一名小弟过来，后面居然还跟着一个穿着和服的女人。老大，这位是有田夫人，有田彩野香，她的先生是之前驻我国大使馆的一位参赞，现在是海都领事馆的领事。有田先生正在和赵先生在楼上谈一笔生意。岛国妞。重生之前，王不凡哪怕不能成为好人，但也绝对是个良善之人。而重生之后，别人不来惹他，他也不会无缘无故去杀人害人。但是这个原则不会用在某些国家的人身上，比如小日子，比如大漂亮。有田彩野香还没开口说话，便已经被王不凡暴力的一把扛在肩上，向着电梯间走去。到达31层，门口站着一名小弟，看到王不凡居然扛着一个女人过来，不由惊讶无比。老大，老赵在哪个房间？我带您过去。助かって。有田夫人，快放下有田夫人！见王不凡不为所动，那名岛国人直接就冲了过来，王不凡一拳打在岛国人的小腹，这岛国人立刻如同一发炮弹般被打飞出去，哐的一声，行政套房的门被重重的砸开，滚在有田真雄的脚下。这一刻，有田真雄的心中已经燃烧起了熊熊火焰和杀意。赵桑，你的人抢了我的夫人，又打伤我的副手，这是想干什么？老大，这位是岛国的有田真雄，他掌握着一座炼油厂，想要和我们达成长期合作，由他们给我们提供能源，而我们则是给他们食物以及其他生活物资。一群鸠占鹊巢的小鬼子，拿我们的东西卖给我们，这特么不是搞笑吗？赵伯父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他一切以王不凡为主，既然他这么说了，他也不可能当和事佬。若不是王不凡对能源的需求很大，他也根本不会和有田真雄谈合作。赵伯父直接抄起真雄砸了过去。八嘎雅路，这就是华夏的待客之道。客人来了，我们当然会奉上好酒。可惜你们特么就是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对付豺狼，我们用的当然是刀、枪、剑。去死！有田真雄大吼一声，双手高举武士刀，腾腾腾，就向着王不凡冲了过去。他一开始的几步速度还很正常，但只是一个眨眼的功夫，他的速度突然飙涨。王不凡一拳导出，避开了有田真雄的刀刃，仿佛用尺子量过似的，更好像掐着秒表计算过的，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然后砰的一拳，有田真雄就被打退了回去，腾腾腾，他连退7步，脸都涨成了猪肝色，双手颤抖。你是什么能力？送你下地狱的能力。不过你放心，你不会死得那么容易。有田真雄被刺激的大脑再次扬刀冲了过来，王不凡切换异能搭配，他挥出右臂，右臂化为银色的剑力，而且迅速，呼的一下，直接洞穿了有田真雄的左肩，鲜血立刻溅飞出来。有田真雄发出惨叫，但还是奋力挥刀，向着王不凡的臂剑斩了下去。叮的一声，王不凡的臂刀竟被斩断了。全球极热末日，得到进化果后，我成为了体型术加火焰的双能力者，此外还有空间能力的加持。如今我已然是3能力进化者，这些能力已足够让我拿下炼油厂，但一群神秘人的到来，让我的能力被抑制了。叮的一声，王不凡的臂刀竟被有田真雄斩断，可下一秒内断掉的臂剑进化成流水一般，自动回归他的身体。有田真雄脚步踉跄，因为大量失血，他的左臂已经抬不起来了，只好单手握刀，再次向着王不凡杀了过去。只是他刚想举刀冲过去，却发现他的速度如同60岁的普通老头，而另一边的王不凡正当着他的面侵犯他心爱的小娇妻。我的能力呢？有田真雄绝望无比，这个华夏人不杀自己，反而想要以这样的方式羞辱自己，他绝不能让王不凡如意。接着他倒转武士刀，对着自己的腹部捅过去。你想折磨我，可你阻止不了我自杀，苍山君一定会杀了你，为我报仇的。王不凡走上前，一脚将他踢飞出去。有田真雄原本就已经离死不远，再被踢上这么一脚，直接一口血喷了出来，这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圆睁着双眼，甚至有血泪流了出来，不甘心的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他看向有田台野香，这女人吓得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求着王不凡不要杀她。作为交换，他从有田台野香那里得知了炼油厂现在被一个叫苍山剑的人控制。之后，王不凡便将他带回庇护所，让他做庇护所的保姆、佣人。另一边的赵国富去炼油厂查探清楚情况后回来，向王不凡打电话。探子回来了，了解到一些情况。现在炼油厂确实在岛国人的控制之下，他们一共有8名进化者，为首的人叫苍山剑，此人非常强大，因为只回来了2个探子，剩下一个就是被苍山剑秒杀的。回来的2人也没有说清楚苍山剑到底是什么能力属性，只知道他突然出现在第3名探子的身边，一下就把那探子斩了脑袋。8名进化者，我1人就能解决，明天我先去，你随后再来，避免咱们人太多，弄出太大动静。第二天，王不凡一个人悄无声息地进入厂区，然后爬上一个高大的储油罐，启动鹰眼开始观察起来。炼油厂这帮人一共有200来个，7个进化者，其他全是普通人。不过这7个进化者皆是体术型，也就是说苍山剑不在其中。此人的能力很古怪，那还是小心一点为妙，别阴沟里翻船了。还是先把苍山剑找出来。王不凡也进住宿区，开始用空间雷达寻找。一个男人在门口守着，王不凡瞬移过去，先把这人的胳膊、腿像是筷子似的折断，然后才道：“我问你答，明白？”明白。除了苍山剑和那7名进化者，炼油厂还有多少日本人？占据这个炼油厂的倭人只有50多个，不过苍山剑还收了一堆汉奸当他们的走狗。为什么还要养一堆狗呢？炼油厂想要运转就需要佣人，这么热，哪个倭人愿意干？他们不干，就强行掳人过来干。这帮汉奸的任务就是监工，哪个人要是不好好干活，他们就会一鞭子抽过去。我操！几10年前你们在这里烧杀掳掠，现在还要再来？特么的，老子不允许！王不凡扭断了这个倭人的脖子，向着宿舍楼后面行去。那里有一座酒店，是炼油厂自己建的，用来招待来访的客人。他悄然进入酒店，整个酒店还不到10个人，有7名是普通的体型术进化者，剩下一个就是苍山剑了。他瞬移到苍山剑的隔壁，一枚火箭弹向着苍山剑射了过去。这一下太突然了，苍山剑根本来不及做任何的便被火箭弹命中，爆炸引发出大量的火焰，巨大的响声简直震耳欲聋。王不凡立刻再用一记空间雷达，发现苍山剑居然没有死，此人现在进入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状态，似实体又好像虚幻，但只是过了半秒钟左右，苍山剑的身体就显化为实体，居然毫发无伤，直接从王不凡的视野中消失了。隐身能力，但从苍山剑可以躲火箭弹的爆炸来看，这种能力的终点可能带有空间属性，与我的空间异能相似，绝不能让这种能力进化。这时，一众倭人汉奸也杀到，王不凡表情森然，帮倭人残害同袍。倭人遇到事情了，跑的居然还比倭人快，真是当狗当出高度来了。下一刻，苍山剑出现在这群人中间。王先生果然名不虚传，不过你以为仅凭1枚火箭弹就能伤到我？只怪你们的手伸得太长了，这里是华夏的土地。你以为凭你就能拦住我们？你们守着宝山却不知利用，只有我们的技术才能将炼油厂的物质提炼成真正的武器。你们想拿走炼油厂，先过我这关。话音刚落，王不凡手一指，咻咻咻，至少几百根钢筋平铺出现，向着这些人射了过去。噗噗噗噗，钢筋射落，片片血花溅飞，一波下去，对面几十人只剩下6个人还安然无恙，剩下6个倭人进化者莫不怒吼：“哪里？大概呀了！”但他们也掩不住恐惧，6人面面相觑，居然同一时间转身就跑，只剩苍山剑在原地，他必须速战速决，不能放跑一个。咻咻咻，王不凡控制的空间自动散开，至少几百发子弹朝6人冲，那6人无一人成功逃离。可苍山剑却不见踪影，他丢出小范围的空间雷达，再次捕捉到了苍山剑，正一步步的向着他靠近过来。果然，隐身能力可以瞒得过我的眼睛，却瞒不过空间雷达。王不凡冷笑一声，从异空间中取出一根足有100多公斤重的铁木，将苍山剑的脑袋砸了个稀巴烂。至此，所有倭人全灭。他在酒店继续搜寻。另一边，炼油厂附近有一队人穿梭在阳光之下，这支队伍共有20人，都穿着白色的服装，甚至把头都包裹了进去，身上则是附着枪，还带着一口大箱子。队伍中有人开口说道：“牛哥，我们找个地方躲一下吧，作战服达到极限了。”这作战服也不行，还是热。已经很可以了，可以吸收阳光中的有害射线，并且将热量以能量的方式储存起来，给我们提供动力支持。唯一的缺点就是每15分钟就得补充一下氧气，而且吸收的致死射线也有上限。牛哥，这里距离炼油厂也很近了，不如我放无人机查看一下情况吧。放吧。牛威不但是这群人的头目，也是队伍里唯一的进化者。牛威同意后，其中一人打开箱子，用控制器摆弄一下，嗡嗡嗡，就有10台无人机飞向炼油厂的不同方向。半个小时之后，无人机归来。牛哥，从无人机拍回来的画面看，炼油厂中爆发了战斗，死了许多人。有人捷足先登，把那帮小鬼子干掉了。牛哥，那我们是继续计划，还是先撤退，重新制定新的计划？继续计划。
不管对方是谁，在我们的意志弹下，都只会变成普通人。我们的作战服又是防弹的，足以将任何反抗势力解决。再休息15分钟，让作战服达到最佳状态，然后行动。15分钟过去，牛威一行人仿佛阳光下的幽灵，没有发出一丝声音，向着炼油厂接近而去。牛威这帮人不但有枪，关键是战斗服可以完全防弹。子弹打上去之后，其材质会把动能瞬间传递到整件战斗服上，由整个身体来承受冲击，所以以子弹的动能根本无法造成伤害。此时赵国富带队过来，看到王不凡之后，他不由无比感慨：你居然一个人就把这里打下来了，我什么力都没有出到。没事，接下来的生产和管理就要靠你了。没问题。王不凡驾车回庇护所，到家之后，他先去给实验者投食了一波。这些实验体的消耗极大，每天吃的食物是常人的8倍以上，接近10倍。又把他们生产出来的进化果拿走。然而赵国富突然打来电话，炼油厂被攻击了。全球极热末日，虽然很快拿下炼油厂，但牛威一方的出现不仅威胁着炼油厂的存在，更让人感到恐慌的是，他们居然掌握着能够抑制异能的技术。我们丝毫没有防备，他们就找上门来。牛威手下去炼油厂抓来2个小弟进行盘问，结束后向牛威汇报着情况。他听到后不由露出震惊之色。牛哥，他们属于龙王殿，前2天刚把这里的小鬼子消灭。龙王殿目前有3个进化者，分别是王不凡、赵国富和柯娇娇。赵国富是体术型进化者，柯娇娇是火焰系进化者。但那个王不凡非常特殊，他居然可以制造出进化药剂和进化果，效果都是一样的，能够将一个普通人暂时变成进化者，持续24小时。人为制造进化者，这与艾教授研制出来的抑制剂恰好相反。此人是异能，可以制造临时的进化者，又或是他也是基因方面的专家。先把人关起来，我需要联系一下基地。是。手下离去，刘威则是取出一部卫星电话，对着天空寻找一下信号，很快就接通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传了过来：老牛，拿下炼油厂了吗？队长，炼油厂拿下了，不过有件事我得立刻跟你汇报一下。牛威将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说了出来，对面立刻收起了漫不经心的态度。这确实值得重视，不过我还是相信艾教授的抑制剂更胜一筹。不管那王不凡可以制造出来多少临时进化者，我们只要一发抑制弹就可以将他们全部拿下。但是，不管此人是能力如此，还是在基因研究上获得了巨大的突破，都对我们非常有用。这是个人才，我们需要收服他。我们可是代表了官方，那王不凡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乖乖听话。还是不能小觑，而且我们既然代表了官方，还是要讲道理的。但现在是特殊时期，我们得赶紧恢复对于城市的掌控。我会和胡指挥说一下这件事，最终如何处理，还得看领导们的决定。是。他挂断电话，差不多2个小时之后，电话才重新响起。领导们已经知道这件事了。皮肤说炼油厂十分重要，关系着基地的能源补给，不容有失。而王不凡此人也很重要，让你先去接触一下，最好是让对方主动服从命令，不然的话，此人的能力太重要了，务必带回基地。我明白了。另一边，赵国富向王不凡凝重地说道：炼油厂受到了攻击，说是被一群穿着白色古怪服装的人袭击，但仅只是2分钟后，那边就彻底失联了。白天？对，这才是让人吃惊的地方。这伙人确实是从外面闯进去的。如果这帮人可以在白天自由行动的话，那他们就占据了绝对的主动，想打就打，打不过也可以跑，我们根本没办法追击，这是立在了不败之地。而且我们那些手下落在这伙人的手里，我们的资料肯定也会暴露，这帮人随时都可能出现在龙王殿。这伙人可以在白天行走的关键，应该就在他们所穿的衣服上，知不知道这衣服大概是什么样子？不清楚，当时情况紧急，我都没有来得及好好问，而且那人也太慌了，说话毫不连贯，根本说不清楚。晚上我会去龙王殿，如果这帮人出现的话，你立刻联系我。龙王殿不容有失，这是我的眼线，也是用来收取进化石的交易场。如果这帮人在白天杀去龙王殿的话，那就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晚上，王不凡来到龙王殿边上的一座大楼中，2个多小时后，他果然看到一群人过来，他们都穿着白色制服，从头包到了脚。他切换成了体术加隐身的能力，跟在这20人的身后。这些人来到了酒店，刘威暴力破门，一群人便进了酒店之中。刘威打开头罩，大声叫道：王不凡、赵国富、柯娇娇，我们是官方的人，请你们立刻出来。被牛威这么一吼，一会之后，赵国富、柯娇娇带着一群小弟出现。牛威目光扫过，你是赵国富，你是柯娇娇，王不凡呢？你们说是官方的人，有什么事吗？我们来自复兴基地，复兴基地的9位负责人之前便是末世前海都市的领导，之前碍于现实情况，我们无法出动，但现在不同，我们研究出了这种特殊布料，
可以有效的抵御阳光中的致死射线，还有调节温度的效果。如此，我们这才出动。以后，社会秩序将重塑，再不允许非法行为。进化者将成为新世界新时代的支柱力量。我奉基地之命，特来收编你们。你们最好听从安排，否则以叛国罪论处。你们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说自己代表官方，就要别人听你们的。特么的，炼油厂是被你们打下来的吧？老子的人呢？我们当然不会滥杀无辜，但你那些手下负隅顽抗，我们不得已才击毙了几个。我们确实是从复兴基地过来的，不信的话，等你们去了基地就知道了。复兴基地很大，条件也要好上太多，绝不是你们这里可以比的。人人只要付出劳动，就可以吃上饭，活得有尊严。行了行了，这种话留着骗骗小孩子就好。牛威是吧？我不管你们究竟是不是什么复兴基地的，我们对那地方没兴趣，也请你们不要来骚扰我们。赵国父，你似乎忘了我之前说的话。现在是非常时期，我奉命收编一切进化者，不听从者，我可以按叛国罪处死。非常你妹！快滚，不然休怪我不客气。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准备战斗。牛威一声令下，一名士兵直接开枪，却不是对着任何人，而是朝着上方打。一枪轰出，射出来的居然是一颗黑色的球，打在天花板上，啪的一声就碎了。赵国父先是一愣，但立刻就手一挥，上，能拿活口就抓活的，不能打死也无妨。砰砰砰，双方打出的子弹，在这么密集的战斗之下，刘威一帮人不说全部，但肯定有几个会被打。但诡异的是，子弹打在他们的衣服上，微微弹起，完全无法射中，甚至无法造成一次伤害。王不凡并没有躲远，他只是张开空间之门，打过来的榴弹便被没收。突然间，他发现自己的能力竟不稳定起来，身体居然要暴露在空气之中。这种子弹可以抑制异能。王不凡一愣之余，已经把自己送进了异能间。果然，他看到体内所有机械器官上都蒙着一层灰蒙蒙的东西，好像是雾气，又好像是颗粒。他心念一动，这些东西顿时被清理出体内。下一刻，隐形能力变稳定了。另一边，赵国父、柯娇娇则是脸色巨变，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能力居然遭到了严重的削弱，而且是不可能，瞬间就变成了普通人。冥顽不灵，全部杀了。赵国父诸人都是大惊，更有强烈的不甘。他们有2名进化者，可还没有出手就要被一网死尽。可就在这时，他们突然看到诡异的一幕：一个穿着作战服的人凭空消失了，不止一个，立刻就有第2个也跟着消失，然后是第3个、第4个，剩下的10几名手下拿着枪不断的瞄来瞄去，可到处都是空气，他们根本不知道敌人在哪。牛威大声吼道：“谁？是谁？